伴随着那漫天刺耳的坏笑之声响起，萧炎周围的空间在这一刻已经是彻底的凝固。在萧炎的视线当中，2名老者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他的一前一后，而且都是他的熟人，魂殿大天尊，还有当年那驻扎在妖火空间之外的魂清圣者。2名一星斗圣，魂殿倒是真看得起我啊！望着这2个老熟人，萧炎脸上的冷冽越发浓郁，嘴角更是勾起一抹冷笑。小东西好快的速度，这些时日竟然令老夫跟踪的都是如此的费力。萧炎身后，魂清圣者缓缓走出，一双眼睛在萧炎身上上下打量，眼中凶芒闪烁。萧炎的速度实在是快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短短3天的时间就从丹塔横跨了小半个中州，来到了东域附近。这般速度，就算是他这个斗圣强者一路尾随，都是感到颇为的吃力。哼，费力的原因或许不是我太快，而是你太慢了。萧炎冷笑一声道：像你们这些废物，即使是达到了斗圣层次，也依旧是废物罢了。这话音落下，魂清圣者的脸色瞬间就变得无比难看了。想他自从成为斗圣以来，即便是放在魂族当中，都算是绝对的高层，也就是族中那些更老资历的家伙才能够压他一头。可是在这个萧炎的眼中，竟然被如此辱骂，小儿狂妄！魂清圣者被萧炎气得脸色难看，磅礴斗气瞬间从他体内弥漫，顷刻间便是在天空当中凝聚出一道数百丈的漆黑大手。至于另一边的魂殿大天尊，此刻更是冷笑一声，身形直接从原地消失，再度出现之时，已经来到了萧炎的面前。萧炎，这次没料成的庇护，我看你能蹦跶多久？大天尊话音落下，磅礴斗气已经直接震碎了周遭的空间，带着极为恐怖的气势，朝着萧炎狠狠地砸了过来。有了上面的命令，他对于萧炎可谓是没有丝毫的留手，一出手就是杀招，恨不得立刻斩了萧炎。望着这顷刻间动手对自己抱着浓郁杀机的2人，萧炎却只是咧嘴一笑：2条老狗罢了，谁杀谁还不一定。话音落下，他的身形在这一刻也是骤然暴动起来，顷刻间灵力难与肉身难得力量完全凝聚在一起，与大天尊的拳头狠狠对轰起来。咚！空间崩碎，萧炎的身影顿时倒退了足足数十步，然后没有丝毫的停歇，转身便是脚掌之上携带着极为炙热的绚丽火焰，狠狠地踢在了身后那突兀袭来的大手之上。又是一声巨响过后，萧炎的身体再度踉跄几分的回到了原本的位置。他轻轻摇晃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一脸兴奋的战意，转头一看，大天尊和魂清的脸上却是带着惊骇之色。你的实力怎么进步得这么快？大天尊望着萧炎神情精彩，方才的第一次交手，他虽然稳稳地占据上风，令萧炎倒退了如此距离，可他本身也是被那强悍的力道给击退了好几步。要知道，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一星斗圣啊，而且已经达到了一星斗圣后期的程度，寻常半圣若是挨上自己这一拳，怕是会当场重伤。然而，萧炎除了比自己多倒退了几步之外，便是再无任何伤势。放在1年前的炎盟，自己这一拳绝对可以要了这小子半条命才对。比起大天尊，那位于萧炎身后的魂清圣者也是神色精彩。2人都是一星斗圣，都是清楚萧炎方才爆发的战力虽然不如自己，但已经没有那般明显的差距了。这萧炎的实力绝对超过了大部分的半圣，甚至与真正的一星斗圣都是无比接近了。都说了，你们2个是废物，你们还不信？望着2人那精彩的表情，萧炎却是感到颇为的有趣。他如今无论肉身还是灵力，都可以发挥出堪比半圣层次的力量，二者相互叠加，加上他那远超2人的战斗技巧和力量控制，的确是可以与2人打得有来有回。虽然力量上还略差一些，但这种差距已经造不成太大的伤害。而且萧炎的底牌还从来未曾动用。小畜生，莫要以为你的实力大涨就能嚣张了。大天尊和魂清被萧炎一口一个废物叫着，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以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是绝对的座上宾，可在萧炎这里却是被如此的羞辱。可是若是仔细一想，跟萧炎比起来，他们似乎的确有些废物，这让2人对于萧炎又恨又怒，杀意更浓。2人相互对视一眼，彼此都是不再保留，斗圣修为彻底爆发，直接便是要对萧炎动真格的了。见到2人的模样，萧炎也是嘴角泛起笑容，体表绚丽的火焰在这一刻也是毫无保留地燃烧起来。下一刻，一道完全由火焰凝聚成的绚丽火齿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正愁着去古族不能空着手去，你们2个就主动送上门来了。既然如此，就拿你们2个的狗头当礼物吧。萧炎话音落下，手中的绚丽火齿瞬间劈出2道火芒，炽热的高温直接将周遭的空间都焚烧成了虚无，令魂清和大天尊的神色都是微微变化。融合了6种异火，尤其是3000焰炎火之后的地炎，威能已经足以堪比金地焚天炎这等超级异火。这火焰如今的威力，就算是对于斗圣强者都有着很大的威胁。
动手！这小王八蛋手段很多，若是不来点真的，怕是根本无法拿下他。大天尊和魂青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凝重，当下也是毫无保留，直接催动起一道道高阶斗技。身为魂族斗圣，他们的手中自然是不缺乏高阶斗技，就算是正儿八经的天阶斗技，都是有着2招，一时之间便是萧炎都得暂避锋芒。不过很快，大天尊便是看到了萧炎体表的绚丽火焰忽然开始收缩凝聚起来。望着这一幕，大天尊的眼皮子微微一跳，不好，这小子要动用秘法了，快打断他！他是亲眼见证过萧炎使用炎神变这一招的，凭借这一招，萧炎硬是跨越了好几个级别，斩了血河。如今1年过去，萧炎的实力即便是不施展秘法，都强到了如此程度，一旦让他施展了这秘法，那岂不是坏事了？听到大天尊的惊呼，魂青也是神色凝重，双人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直接施展了自己的天阶斗技。幽冥天魂掌，大幽冥指。顷刻间，一道足足1000丈的巨大手指和巨大手掌直接搅动整片天地，令萧炎脚下的大地都是凭空塌陷下去许多，出现了一道道绵长的裂缝。望着这般可怕的气息，萧炎却是神色没有丝毫的变化，反倒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大荒焚天指，炎帝印。萧炎体内绚丽火焰不要钱一般的倾泻而出，施展了炎神变之后，他的基础实力不比面前的2个家伙差上多少。至于斗技，对于2人更是堪称碾压。大荒焚天指是他根据五祖灵动的大荒球天指改造，将之加入异火的焚天之力所创，放在大千世界也是一招十分不俗的神通。而炎帝印则是他当年成帝之后将地印诀再度改良，创造出的一套更加适合自己的掌印之术，其品级也是要比寻常的天阶高级斗技还要强横。2大绝招个个都是超越了斗气大陆传统意义上的天阶高级斗技，更是完全由地炎凝聚而成。虽然体积仅仅只有100丈，比起大天尊和魂青的天阶斗技小了许多，可当着这4道斗技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大天尊和魂青圣者却是瞬间脸色大变。因为在他们那惊骇的目光当中，2人那引以为傲的天阶斗技在这一刻竟然是仿佛豆腐一般被萧炎的斗技直接轰碎，甚至就连残存的能量都是被那炽热的火焰瞬间蒸发。顷刻间，那大幽冥指和幽冥天魂掌便是被那大荒焚天指和炎帝印直接轰碎。在接连撞碎了2人引以为傲的天阶斗技之后，这2道完全由火焰构成的手指和掌印虽然暗淡了一些，却依旧带着十分可怕的气息，朝着2人狠狠地撞击过来。望着那带着炽热气息的一指一掌，令大天尊和魂青圣者浑身汗毛都是竖起，手掌当中印结疯狂涌动，几乎将毕生所学的各种防御斗技全部施展了一遍。饶是如此，2人依旧感到有着巨大的威胁。该死，这小混蛋怎么这么强了？大天尊的脸庞无比的难看，却是看到天空之上的萧炎依旧双手结印，似是在酝酿什么新的招数。这一幕令大天尊再也坐不住了，一招斗技便是令他产生如此危险的感觉，这萧炎若是再来一招高阶斗技，那他们2人今日可就真的危险了。当下他也是不再隐藏了，副店主，你再不出手，这小子可要翻天了！几乎是在大天尊发出这声嚎叫的同时，萧炎身后100丈的空间之处却是有着一道漆黑的缝隙，在这一刻骤然出现。是在这一道漆黑缝隙出现的那一刻，饶是以萧炎的对于战局的把控，在这一刻竟然都是浑身汗毛竖起，有着一种生死危机危险。该死，这魂殿副店主怎么突兀的多出了这么一道宝物？生死之间，萧炎那积累了无数的战斗经验，在这一刻还是起了作用。只见他掌心印结迅速变化，体表之上的绚丽火焰迅速凝聚成了一道庞大的火焰熔炉，将其身体牢牢地包裹在其中。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体表的火焰再度凝聚，很快就凝聚成了一道铭刻着大道符文的火焰战甲。几乎是在萧炎凝聚出混沌熔炉的瞬间，第一道刀芒已经直接撕裂整片天地，所过之处，空间宛如纸张一般脆弱，被轻易地分割成2半，就连地面之上也在这锋锐气息之下被轻易地划出了一道深达数十丈的庞大沟壑。眨眼间，那原本不足100丈的漆黑刀芒便是已经化作1000丈庞大。而在这第一道刀芒之后，那挥舞者显然是抱着必杀之心，已然又是10道100道刀芒同时劈出。顷刻间，直径万丈的空间在这上百道可怕刀芒之下直接被搅得一片稀碎。在这上百道刀芒挥舞而出之后，一道手持长刀的黑衣身影才缓缓地从漆黑的空间裂缝当中走出。萧炎同时催动鬼圣刀砍出这么多刀，便是本圣都是感到有些吃力了。能够死在这般攻势之下，你小子也该知足了。魂殿副殿主魂无涯冷笑着看着那上百道刀芒包围当中的萧炎，以他3星斗圣后期的实力，借助鬼圣刀攻击，
哪怕随意一刀都是达到了4星斗圣的门槛。随意一刀若是落在大天尊和魂青的身上，即便是两人使尽浑身解数都要重伤，若是偷袭之下，更是足以一刀斩杀。这么多刀同时落下，即便是魂无涯自己挨上了，也要重伤，甚至有着陨落的危险。他方才一直隐藏在角落当中，就是为了摸清楚这萧炎的真正实力，以达到一击必杀的目的。不过就连他也是没有想到，萧炎同时对付大天尊和魂青两人，竟然还能稳占上风。这一点实在是令他感到无比的震撼，心中对于萧炎的杀意同样是达到了极致。以一敌二，还把2个1星斗圣打得如此狼狈，这萧炎如今的实力比起那药尘恐怕已经丝毫不差了吧？不是，这才过去了1年啊！因此魂无涯一出手就决定一定要直接干掉这小子。萧炎的成长速度在他心中已经不能用震撼来形容了，而是恐惧。这才17岁就能按着魂青和大天尊打，等他18岁岂不是能按着他这个魂殿副店主打了？这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啊？魂无涯手持鬼圣刀，目光死死地盯着那被上百道庞大刀芒包围的火焰熔炉，然后眼中再度露出震惊之色。当第一刀刀芒落在那火焰熔炉之上后，那堪比4星斗圣门槛的攻击，虽然在那火焰熔炉之上砍出了一个深深的豁口，却是并未令这火焰熔炉破碎。相反，这火焰熔炉疯狂旋转，竟然将这刀芒的攻击力量给卸去了许多，最后直接偏离了方向消散。然后接下来足足数十道刀芒落下，火焰熔炉疯狂旋转，却也在不停地颤抖。每一次魂无涯感到这火焰熔炉就要破碎的时候，他却总是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如此足足卸去了大半的刀芒之后，那火焰熔炉在魂无涯震撼的目光当中彻底的崩碎，化作漫天的绚丽火焰。真是个可怕的小子，我本以为他的实力应当是接近药尘了，可如今看来，他怕是已经比药尘要更加的可怕了。今日若是被此子逃掉，今后我魂族将会出现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啊！魂无涯目光死死地盯着萧炎所在的绚丽火海的位置，暗道还好今日带来了鬼圣刀，否则今日还真有可能会被这萧炎逃掉。另一边，伴随着2道惊天炸响，2道狼狈的身影都是脸色苍白的从2片火海当中走了出来，正是大天尊和魂青。此刻2人浑身气息萎靡，显然是被方才的攻击重伤了，若不是2人使尽浑身解数，此刻怕是已经陨落了。这小子怎么会这般的可怕？大天尊和魂青相互对视一眼，眼中都是有着一抹劫后余生的庆幸。还好今日副店主跟过来了，否则就不是我等围杀萧炎，而是萧炎围杀我等了。魂青一边说着，一边拍了一个魂无涯的马匹。闻言，大天尊也是不甘落后，正欲开口，3人的瞳孔却是在这一刻同时一缩，因为这漫天的绚丽火海在这一刻正在疯狂地朝着萧炎的位置汇聚而去。混蛋，这样都杀不了他！魂无涯脸色骤变，眼中杀机更加的磅礴。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方才的攻击便是寻常的3星斗圣落在其中都至少要重伤，可萧炎却是在其中硬生生的没有死去。绚丽火海卷过大片破碎的空间，迅速凝聚收缩。片刻之后，一道颇为狼狈的身影也是再度出现在了3人的视线当中。他的身上一片绚丽的火焰战甲已经到处都是深深的刀印，甚至有着几处位置更是战甲破碎，露出深可见骨的伤口。若是再仔细看去，就连骨骼都是隐隐有着些许的刀印。噗嗤，萧炎脸色苍白地喷出一口鲜血，然后迅速从那戒当中取出一枚丹药服下。他的目光落在魂无涯的身上，久久无言。真是没有想到，魂族这一次竟然如此重视我，一次围剿便是出动了3位斗圣强者，更是另一名3星斗圣带着族中戾气过来。萧炎说话之间，那无尽的绚丽火海已经在他掌心迅速凝聚，化作了一道脸盆大小的6色火莲。火莲波动之间，那恐怖气息令3大斗圣的眼皮子都是微微一跳。好险！萧炎扫过魂无涯手中的鬼圣刀，眼中也是有着一丝后怕。自从重生以来，他几乎一直是以一种无敌的姿态在斗气大陆横冲直闯。以他对于斗气大陆的了如指掌和那无比丰富的经验，萧炎向来都是大局在握，感觉整个局面都在自己的掌控当中。可是今天的这场围杀，才让他意识到自己这一世崛起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这种可怕的速度，很可能已经直接影响到了魂天帝那里，而不是像前世那般，直到灵魂迈入地境，才令魂天帝有了一丝重视。以魂天帝那种性格，在发现自己有了如此强大的威胁之后，必然会想办法斩草除根。还好我来之前炼化了3000焰炎火，还好今天来的只是一个3星斗圣，而不是魂灭生，也不是魂族的更强者。萧炎心中暗自庆幸，否则今日他这个重生的主宰若是就此陨落，那可就闹笑话闹大了。这一刀算是给本地戒骄戒躁了。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浊气，迅速炼化丹药当中的药力，好快速恢复伤势。
而魂无涯的神色则是变得更加无比难看，手中的鬼圣刀微微颤抖之间被他再度举起。真没想到，本圣如此出手，都是未曾斩杀你。魂无涯望着面前这个年轻的过分的少年，舌尖一咬，一道精血直接喷在了鬼圣刀的上面。吸收了这道精血之后，鬼圣刀之上的黝黑色泽变得越发的深沉，隐隐有着可怕的威能传来。萧炎的潜力令魂无涯开始变得更加的惊惧，当然，萧炎手中的那枚6色火莲同样让他感到了威胁。萧炎，你的潜力令我感到震撼，为了表达对你这位天才的尊重，本圣今日便是燃烧精血，也要将你斩杀。魂无涯低吼一声，手中长刀高高举起，正欲劈落，便是看到了一道高大千丈的虚幻身影，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萧炎的身后。呵呵，作为对你们魂族变聪明的奖励，该死的是你们才对。震耳欲聋的声音令魂无涯3人的灵魂都在感到一阵刺痛。下一刻，一道无比强横的声波便是直接将方圆万丈彻底化作一片虚无。炎神之怒！在这可怕的声波攻击之下，大天尊和魂清圣者的双目直接变得呆滞，他们体表的血肉在这声音的冲击之下都是被硬生生的刮掉了一层。萧炎的炎神之怒可是比黄泉天怒还要高了2个层次，以他如今接近天境后期的灵魂力量，仅仅这么一招便是足以直接令魂清和大天尊的灵魂重伤甚至碎裂。不光是他们，就连那魂无涯也是脸上露出无比痛苦的表情，双目之间隐约露出呆滞之色。他的灵魂力量比起2人也只是强了一点而已，如果不是有着3星斗圣的修为保护，此刻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趁着这个机会，萧炎手中的6色火莲瞬间化作一抹流光，直冲魂无涯的面前。毁灭火莲爆！萧炎脸色苍白的迅速倒退，与此同时，一抹宛如太阳一般耀眼的绚丽火光骤然升起。轰隆！伴随着这道宛如太阳一般耀眼的绚丽火光升腾，一道惊天的炸响在这一刻也是直接响起。这声音仿佛天崩地裂，带着无比恐怖强横的冲击波，瞬间席卷方圆千里。尤其是那火莲爆发的核心位置，此刻的方圆万丈的空间已经是完全的漆黑，再无一丝空间碎片。可怕的火浪席卷过下方的大地，那可怕的高温几乎是令那原本千疮百孔的地面瞬间融化，几乎是化作了一道道带着些许绚丽色彩的岩浆。顷刻间，天地间的温度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这般宛如末世一般的景象，直接是令附近的一些生灵见到之后，吓得瞬间匍匐在地上，身体微微颤抖地看着天空之上的可怕场景。与此同时，那中州东域边界处的几个古老势力当中，一名名强者在这一刻也是同时惊骇地睁开双眼，目光惊恐地看着远处。这些个古老势力能够成为古族的附庸，并且被派遣用来镇守东域边界，一个个也都算不上平凡。随便拎出来一个，或许都有着斗尊强者坐镇，即便是再不济，也都拥有着斗宗巅峰级别的强者。但此刻，他们看向远处的天空，都是满脸的震撼。萧炎此刻距离东域还有着一些距离，虽然算不上太过遥远，可也至少有着数万里，甚至更远。因此，即便是以他们的实力，都只能模糊地感应到极为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一场巨大的能量波动。问题就是出在了这里，相隔着如此遥远的距离，都能让他们隐隐感觉到巨大的爆炸。那这爆炸的中央，该是一番怎样的末世场景？在这些强者彼此震撼的时候，这东域边境最为庞大的一座古老势力当中，一名老者在这一刻已经是瞬间睁开了双眼。黑玄卫听令，所有斗尊以上的强者随我出行。老者骤然站起身，高阶半圣的修为毕露无遗。黑玄卫是属于古族当中极为神秘的一支队伍，虽然整体实力比起黑烟军要差了许多，但其成员却更加精锐，属于古族情报部门当中的主要武力组成。如此重要的一支队伍，其首领也是古族的一位4星斗圣强者，而且直接听命于族长古元的命令。正是因此，这黑玄卫才有力量派遣一名半圣和多位斗尊留在东域边境，负责监视周围的动静，以及监管诸多附属于古族的宗门势力。萧炎与魂殿3大斗圣的交手，对于一些斗尊强者都极为模糊，但对于一位半圣而言，还是能够模糊感应到一些的。只是当时4人大战的动静相隔如此遥远，更是不属于东域的范围之内，老者也是不想多管闲事。可方才那无比可怕的爆炸，却是令他这个古族长老都是忍不住眼皮子一跳。这般动静，就算是一些普通斗圣强者自爆，都不至于如此可怕吧？这位黑玄卫的半圣长老瞬间有些坐不住了。身为古族之人，他有着自己的傲气，虽然他不是斗圣，但是寻常斗圣他还真不怎么在乎。可方才的那道动静实在是太过可怕了一些，他曾经见过族中的一些高阶斗圣交手切磋，可论起动静也不过如此。到底是哪个高阶斗圣出手了，还是某个斗圣强者自爆了？这位古族半圣十分疑惑，但也十分震惊。在斗气大陆之上，斗圣强者本就十分稀有，几乎大半都是归属于远古8族，高阶斗圣更是有名有姓，总共就那么10几位而已。
可今日却是有着一位高阶斗圣出手，又或者是有某位斗圣强者陨落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对于远古八族而言都不能轻视的消息了，所以他决定亲自出马查看一下。另一边，在这可怕爆炸的最强一波冲击消散的瞬间，萧炎已经身形再度闪现，眨眼之间已经出现在了魂无涯的面前。此刻周围还是一片升腾的火海，萧炎目光却是依旧淡漠地望着那魂无涯所在的位置。方才的一记炎神之怒直接震慑的魂无涯都心神茫然了片刻，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萧炎的六色火莲早就降落到了他的面前。一个仓促之间连一半力量都没来得及调动的三星斗圣，在六色火莲那可怕的爆炸之下又能有几分抵抗之力？只见此刻的魂无涯身体已经支离破碎，在六色火莲那可怕的爆炸之下，他的胸口已经被炸成了一片虚无，一条手臂也被直接炸没，只剩下两条腿，一只握着鬼圣刀的手臂在那残存的血肉之下藕断丝连。唯一还比较完好的就只剩下魂无涯的头颅了。在他反应过来的最后一刻，他便是毫无保留地将大部分斗气和所有的灵魂力都护持在了头颅之上。对于他们这种等级的强者而言，只要灵魂没有彻底的毁灭，那就算是肉身被斩了也总有复活的机会。可若是灵魂被灭了，那就是彻底完蛋了。混蛋，混蛋，这到底是什么招数？魂无涯残存的头颅之上，皮肤都是被那可怕的高温烧焦，令他面容狰狞扭曲的宛如魔鬼。然而他此刻双目当中却只剩下惊恐。六色火莲那可怕的威力，便是他全力抵抗都要重伤，更何况方才那般防御都尚未调动起来，便挨了这么一招。仅此一招，便是令他元气大伤，肉身几乎毁灭。逃！我今天必须得逃出去！魂无涯脸色惨白，正要调动最后的力气逃跑，便是看到一道略显瘦削的黑衣青年从无尽火海当中走了出来。萧炎！魂无涯眼珠子一瞪，双目露出惊恐的神色。他也是万万没想到，萧炎竟然还如此完好。此刻的萧炎，除了脸色有些苍白的过分，以及身上还有着几道尚未愈合的伤口之外，便是再无损伤。在魂无涯看到萧炎的那一刻，他便是知道今日大事不妙。我跟你拼了！魂无涯眼中露出困兽一般的狰狞之色，残破的右臂挥舞，便是想要催动那鬼圣刀再斩杀萧炎。是，一只燃烧着绚丽火焰的手掌却是在这一刻突兀地落在他的肩膀之上，然后以一种极为精妙极为灵巧的方式绕过坚硬的骨骼，瞬间将魂无涯脖子以下残存的血肉焚烧切断。啊！魂无涯发出一声惨叫，只是他还来不及回味着断臂之痛，便是看到萧炎手中已经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漆黑长刀。饶命！饶！魂无涯眼中露出绝望，话音未落，那把漆黑长刀已经狠狠地穿透了他的脑袋，与此同时也直接绞碎了他那已经出现损伤的灵魂。这位魂殿副店主就这样双目圆睁，最后彻底失去了神采。魂殿副店主魂无涯死！真是没想到，魂族这次对付我竟然动用了这么大的阵仗。萧炎手握鬼圣刀，望着魂无涯那朝着下方坠落的尸体，轻轻摇了摇头。今日倒也算是有些凶险了，换成药老的话，今日都要凶多吉少。也就是他底牌众多，灵魂有着地眼保护，才能顺利反杀。那鬼圣刀的威力不但对肉身有着巨大的伤害，甚至就连灵魂都是有着不小的威胁。好在萧炎的灵魂防御手段实在是太多了，甚至用不到其他方法，仅仅是地炎加持，便是能将鬼圣刀对于灵魂的伤害几乎尽数抵挡。等到那种可怕的属性来到萧炎灵魂面前的时候，除了给萧炎带来些许的刺痛，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威胁。饶是如此，在连续施展了大荒焚天指、炎帝印，甚至是炎神之怒和六色火莲之后，萧炎的脸色也是十分的苍白，体内无论是灵力还是灵魂力量都是消耗了大半之多。此刻若是再有一位魂殿斗圣降临，那他可就真的凶多吉少了。看样子我这一世的表现的确是令魂天帝都心生忌惮了。萧炎心中如此想着，也是再度掏出一枚8品丹药服下，体内绚丽火焰凝聚，再度化作一尊混沌熔炉，将那枚8品丹药和周围的诸多天地能量给汇聚在一起，然后迅速修复萧炎的伤势和补充那损失的能量。2枚8品疗伤丹药，加上3000焰炎火那不死的特性，以及萧炎本身那强横的肉身生机，萧炎身上的伤口正在迅速愈合，就连骨骼之上那几道浅浅的刀印都在迅速消失。默默感受着那迅速修复的伤势，萧炎目光掠过不远处的火浪波及范围，嘴角却是泛起一抹冷笑。想跑？一抹笑容落下，萧炎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当他再度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了2道同样残破不堪的身躯面前。这2道身躯正是大天尊和魂清圣者的身体，他们虽然没有在爆炸的最核心，可是灵魂却是被萧炎攻击的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加上其本身的修为要比起魂殿副殿主差了许多，仅仅是削弱了一层的爆炸威能，
都是令两人浑身筋骨都断裂，肉身几乎成了一团面条。大天尊和魂清圣者此刻都是拼命地朝着外界逃窜。当他们看到萧炎的时候，眼中都是露出了极为惊恐的神情。这两个家伙的灵魂早在方才的一记炎神之怒之下便是直接重伤，甚至出现了道道裂缝。如此伤势，哪怕对于两人天境级别的灵魂都是有着莫大的负担。仅仅这一招就让这两人到现在都没有从那种震颤当中恢复过来，甚至神智都有些浑浑噩噩。若是不及时救治，这两人很可能会直接变成傻子一般的存在。不过再如何浑浑噩噩，两人终究还是斗圣级别的强者。看到萧炎之后，经过片刻的慌乱，便是满眼惊恐地朝着外界逃窜。他们此刻的状态已经难以费力地想出一些怒斥萧炎的狠话。看到萧炎只剩下一个念头，那就是跑。这已经完全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了。只可惜萧炎并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既然选择了围攻本地，那就要有留下来的准备。淡漠的笑声从两人的身后传来，很快两道乌黑的刀光便是从两人的脖颈处劈落，刹那间鲜血四溅，人头滚落。鬼圣刀当中那对灵魂的杀伤力，瞬间将两人本就残破的灵魂直接剿灭。魂殿大天尊死，魂清圣者死。三颗斗圣强者的脑袋带去古族，应当算是不错的见面礼了吧？萧炎掌心犀利暴涌而出，直接令三颗脑袋依次悬浮在自己的面前。魂族，萧炎手掌一挥，随意的将三颗脑袋收入自己的纳戒当中，双眼微微眯起，露出可怕的光芒。前世你们魂族的人总是干出那等愚蠢之事，倒是让本地小瞧了你们。魂天帝，没想到这一次你竟然能够直接注意到我，真是令我感到欣慰啊。萧炎轻轻笑着摇了摇头。不过你的机会只有这一次了，不必等我成就至尊，只等我到了古族，你们魂族便是会有大麻烦降临。萧炎嘴角泛起一抹冷笑，他对于魂族实在是太过了解了。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要对付魂族，甚至暂时用不着自己出手。别的不说，只需将虚无吞炎的消息泄露出去，那魂族便是要头疼万分了。想到这里，萧炎正欲离去，那原本还算平静的身体却是陡然紧张了起来。不是吧，魂天帝难道还真的留有后手？萧炎目光骤然看向远处的某个方向，重生以来第一次警惕到了极致。他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若是再来一位魂族的斗圣，哪怕他能够胜过对方，也要果断选择逃跑。他此刻的状态实在经历不起一场新的大战了，再多杀一个斗圣都得虚脱。而且若是对方来的是一个5星以上的斗圣，那他怕是要拼命逃跑了，否则他这位重生的主宰境今天就要真的栽在这里了。在萧炎无比警惕的目光当中，100里之外的空间却是有着一阵涟漪波动，紧接着一名老者便是带着4道身影缓缓地出现在天空之上。1名半圣，4名斗尊。望着那天空之上缓缓出现的5道身影，萧炎终于是缓缓地松了一口气。而他的灵魂在感受到这5人身上的气息之后，更是露出一抹笑容。是古族的人。对于古族，他实在是太过熟悉不过，毕竟往后的无数岁月里，他与古族接触的确是太多了。萧炎在望着这5人的同时，殊不知那5人此刻也都是满脸震撼地看着这里。这一方天地经过方才的一场大战，早已被6色火莲那可怕的威力几乎彻底磨平。此刻萧炎所在的位置直接是有着一个直径万丈的巨大空间裂缝，核心位置的近1000丈空间更是被直接炸成了一片虚无。而在其余的空间裂缝之间，一道道绚丽的残余火焰依旧带着无比可怕的高温，所过之处，饶是那些斗尊强者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变。而那原本的大地在火莲爆炸之后产生的高温之下，更是直接化作了一片直径超过1000丈的岩浆海洋，其中隐隐有着可怕的火焰升腾。这般毁天灭地的景象，饶是以那位古族半圣的眼界，也是沉默了片刻之后，才缓缓地咽了一口唾沫。直到这时，他的目光才终于汇聚到了那个站立在空间黑洞中央的黑衣青年身上。四目相对，这名古族半圣长老便是心头一跳。这位前辈，晚辈古族古月，负责巡查东域边界，因为在远处感受到此地的波动，所以前来调查，不知方才的动静可是前辈弄出来的。见到萧炎看着自己，古月也是忍不住心头升起了几分紧张之色，略带恭敬地冲着萧炎拱了拱手，表达自己没有恶意。身后有着古族这个靠山，古月的确是对于一些普通斗圣没有多少敬畏之心，但并不代表他就可以在这些老家伙面前狂妄了。尤其是面前这位，更是令他隐隐有着一种心惊胆战的感觉。虽然他相貌如此年轻，可相貌对于斗圣强者而言，只不过是心意移动的事情罢了。他之所以对萧炎如此恭敬，还是因为此地被这场大战弄得如此狼藉。而且萧炎的虽然没有泄露多少气息，却让他感觉对方似乎能轻易拍死自己一般。这种老怪物，或许看在古族的份上不会对自己动手，
但若是自己不长眼，主动招惹对方，对方或许也不会太过在乎古族的面子。前辈，萧炎看着古月和他身后恭敬无比的4名斗尊强者，嘴角露出一抹古怪的笑容。抱歉，刚才跟几个魂族的杂碎打了一场，差点打到你们古族的地盘上了。萧炎呵呵笑道，却是令古月心中更加惊叹，竟然称呼魂族的强者为杂碎，这人无论是实力还是胆子，看样子都是堪称滔天了。魂族那可是唯一一个令古族都感到有压力的远古族群，整个斗气大陆，哪怕是古族也不愿直接跟魂族撕破脸皮。当然，也有一些脾气火爆的斗圣强者是不在乎你什么魂族古族的，只要你实力够强，便是没人能够威胁到你。若是一名7星斗圣的话，那除了古族、魂族2族的族长，整个斗气大陆的确是没人能令他们低头。哪怕你是8星斗圣，我打不过还不能跑吗？想到这里，古月对于面前这个面容年轻的有些过分的斗圣强者不禁更加忌惮。对方能够对魂族如此无礼，怕是也不会太过在乎他们古族的面子。不过这种层次的强者，就算是在古族也绝对算是顶尖层次了。若是能够代表族中拉拢一下的话，不但对古族有利，他本身怕是也能得到不少的赏赐。想到这里，古月也是忍不住壮了壮胆子，看向萧炎。前辈实力果然了得，竟然连魂族那些家伙都不放在眼里。不过前辈既然来到了东域，此地与我古族又是如此的相近，不知道前辈可有兴趣到我古族的地界上做做客？话音落下，古月已经是颇为紧张地盯着萧炎，看此人的模样，应该是跟古族没仇的。既然如此，哪怕不能结交，也万万不能得罪。只是没想到的是，面前这个家伙在听到他的话之后，不但没有丝毫的不悦，反倒是爽朗大笑起来。哈哈，倒是多谢你的邀请了。不过我此次请来东域，本就是为了去一趟古族的，只是刚巧路上遇到了几个魂族的杂碎而已。萧炎呵呵笑着，却是令古月等人有些错愕。此人本来就是前往古族做客的，古族何时有了这样一位这种级别的朋友？看此地那可怕的毁坏程度，怕是要有一位5星斗圣全力一击才能做到这种效果。这种存在，无论是在古族还是斗气大陆，都是堪称顶尖了。他身为古族半圣，应该也略有所闻才对。想到这里，古月心中也是忍不住有些好奇的看着面前的这个青年，不知前辈尊姓大名，晚辈似乎从未见过。听到古月的询问，萧炎却是摇头一笑，前辈可是谈不上，我的年纪可比你小多了。在下萧族萧炎。话音落下，萧炎也是不再理会那骤然抬起头来的古月长老，淡淡的笑声已经残留在原地。古月长老，今后有缘再从古族相见吧。声音在天空之上久久回荡，萧炎的身影却是已经消失在了原地，只留下那满脸呆滞的古月长老。他就是萧族残脉这些年出现的那个绝世天骄萧炎。古月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良久，才从方才那种宕机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望着脚下那渐渐散去的滔天火海和那依旧残余着炽热高温的岩浆海洋，他的心头依旧是有着一些茫然。这些都是这个萧炎搞出来的不成？不是，他去年的时候不是才只能杀9星斗尊吗？古月站在原地沉默良久，才朝着身后的4名斗尊吩咐起来，清理一下此地的战场，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是，长老。4名斗尊纷纷点头。半天后，5人站在一处山峰之上，望着面前3具残破不堪的无头尸体，只剩下一脸的惊骇与恐惧。3名魂族斗圣都死了。望着那3具浑身破烂的无头尸体，古月与身后的4名斗尊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底的寒意与畏惧。别人无法感受到，但是古月好歹也是一位半圣，虽然这尸体都不成人样了，但他还是察觉出了这3具尸体的一些实力。3名斗圣啊！古月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神色呆滞。看样子，方才的那场大战的确是萧炎所引发的，并且在这场可怕的大战当中，他硬是斩杀了足足3位斗圣强者。想到这里，古月都是忍不住深深咽了一口唾沫。这可是斗圣强者啊，在斗帝强者不出的年代，就是斗气大陆的巅峰存在。这种层次的强者，即便是放在古族魂族，都是真正宝贵的财富。即便是以这2族1000年的底蕴，双方之间的斗圣强者加起来也不过100人而已。一下子死了足足3位斗圣，恐怕就是魂族这一次都要无比心疼了吧。才过去1年，他就已经可以连杀3位斗圣了。看来族中对于这萧炎的预估还是低了一些。想到这里，古月却是忽然神色一变，目光连忙看向身后的一名斗尊强者。你现在马上以最快速度赶回族中，告诉族中那些年轻子弟，这萧炎有着斩杀斗圣的实力，切记不可招惹。听到古月的话，那斗尊先是一愣，旋即连忙点头，脚下空间光芒闪烁，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等到这名斗尊消失之后，
古月再度看了一眼那3具破碎的斗圣尸体，这才摇了摇头：“别看了，抓紧时间清理一下战场吧，把此地发生的事情统统向族中汇报。”听到他的话，剩下的3名斗尊相互对视一眼，也是纷纷点了点头。只是3人的眼底依旧是带着震撼。而几乎是在同一时刻，魂族深处，一座类似于祠堂一般的古朴宫殿正静静地屹立在漫天的阴沉雾气当中。在这古朴宫殿的中央位置，一座高台竖立，上面盛放着密密麻麻上万道古朴的玉牌。此地名为星魂殿，其中存放的上万道古朴玉牌，每一道都融合了一位魂族强者的灵魂印记。在这魂族当中，唯有实力达到斗宗层次的强者，才勉强算是跨入了魂族的上层阶级，也才有资格将本命玉牌留在星魂殿当中。高台共分为3层，彼此分别对应的便是斗宗、斗尊、斗圣3个级别，越是靠着中心位置，便是意味着玉牌主人的实力越发的强大。比如在这第3层最中央的位置，赫然是刻着魂天帝的名字。整个第3层也仅仅只有39道玉牌而已，象征着魂族现如今存在的39位斗圣强者。当然，魂族是否在暗中隐藏了几位默默无名的底牌，除了族长魂天帝之外，也是无人知晓。但无论如何，能够将自己的本命玉牌放在最上面的第3层，就代表着你已经站在了魂族的最高层，同时也是斗气大陆的巅峰强者斗圣。星魂殿的大门口，一名斗尊级别的魂族尊老盘膝而坐，静静地守护着这座魂族重地。咔嚓咔嚓咔嚓，接连陨落了3名族人。听到接连3声的本命玉牌碎裂之声，那一直闭目养神的魂族尊老眉头微微皱起。魂族当中虽然强者无数，但能够有资格在星魂殿留下本命玉牌的，也算得上是从数百万一名当中走出来的精英了。这些斗宗、斗尊都是族中主要的办事和管理阶层，或许他们当中就会诞生出下一个魂族斗圣，成为族群新的支柱。这些族人时常外出历练，偶尔死上几个倒也正常，不过一连死上3个，那就有些不正常了。希望是死了3个斗宗吧，若是一连死上3个斗尊，那也算是大事了。这名尊老缓缓睁开眼睛，魂族一共就几百个斗尊强者，在非战争年代一口气死上这么3个，那的确是大事。最起码他这个守殿长老得上报一下，族中高层更是要查明死因。他的目光先是扫过第2层的斗尊级本命玉牌，发现没有一片玉牌碎裂之后，也是缓缓地松了一口气。然后他的目光便是再度扫向第3层的上万枚斗宗玉牌。死上3个斗宗，对魂族来说也不算什么大事，他只需要通知一声刑罚殿，其他的便是不归他管了。想到这里，他心情颇为不错地扫过第3层玉牌，没有一枚玉牌碎裂。望着这一幕，这名魂殿尊老原本笑盈盈的面容骤然僵硬，双目骤然爆发出锐利的光芒，仔细地再度扫过第3层和第2层令牌。越是细数，越是有着一股莫名的寒意从他的心头涌现，令他的心头出现了一股莫名的恐慌。良久之后，在确定没有任何斗宗和斗尊死亡之后，这位长老终于是颤抖着缓缓抬起头，看向了最上方的斗圣玉牌方向。在那里，原本散发着晶莹光芒的39道本命玉牌，已经有3道凭空碎裂，化作了遍地碎玉，再无一丝光泽。这一刻，这位魂族尊老只感觉头皮都是一阵发麻。天塌了！一炷香的时间过后，一道宛如天威一般的可怕波动在整个魂界爆发，令许多修为低下的魂族族人都是害怕的匍匐在地面之上。在这威压之下，许多闭关的魂族强者在这一刻都是忍不住纷纷惊醒，目光惊骇地看着魂界中央的位置。是族长的气息，发生了什么事，竟然令族长这般的生气？许多魂族高层强者都是脸色微变，他们对于魂天帝的脾气也算是知晓一二了，知道能够令魂天帝如此动怒，族中怕是发生了大事了。魂界中央的山巅之上，魂天帝脸色阴沉如水，双眼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杀机。废物，都是废物！3个斗圣去暗杀萧炎，竟然会被这小子反杀！魂天帝的心头恼怒的同时也在微微滴血。3名斗圣强者，即便是放在魂族，那也不是什么大白菜。哪怕以魂族如此可怕的底蕴，这么3尊斗圣强者也是需要近100年才能诞生出来。一下子突兀的死了3名，饶是他也是感到有些肉疼了。萧炎！魂天帝双目爆发出无比可怕的光芒，同时竟然隐隐有了一丝忌惮与恐惧。此番为了灭掉这个萧炎，他所派遣的阵容已经堪称极为豪华了。在5星以上的斗圣强者被古族死死盯着的情况下，这已经是他能够动用的极为强悍的一部分能量。甚至为了保险，他更是拿出一件7星斗圣级别的兵器赐给魂无涯。便是寻常的3星斗圣遇到这种阵容，怕也是凶多吉少。可他依旧没有想到，这样的阵容都被这萧炎给反杀了。算算他的年纪，也不过是17岁而已，
17岁已经可以反杀3位斗圣，其中1位还能爆发出4星战力。这萧炎到底是什么怪物？此刻，饶是已魂天帝的心性都感到一阵心颤。当年就算是他的一生之敌萧玄，在这个年纪也远远做不到这一步。萧炎所表现出的潜力，已经令魂天帝都感到震撼。不能再等了，他此番去了古族，说不定又能得到古族的一些帮助，说不定下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能够斩杀5星斗圣了。魂天帝的心脏都在抽搐，在这个斗帝强者不出的时代，萧炎是第一个进步速度令他感到一丝恐惧的人。这一点，便是当年的萧玄都不曾令他如此。他唯一的一次恐慌，也只是当年萧玄要冲击斗帝的时候才感到有些惊慌。本以为当年的拼死一击已经令萧族这个心头大患彻底消除，可谁能想到1000年之后，这萧族又出了一个更加妖孽的家伙。该死，该死！魂天帝心中杀机升腾，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萧炎可不能任由他再如此成长下去了，必须提前将他抹杀。魂天帝眼神阴寒，心中已经下定主意，一旦这萧炎从古族当中再度出来，他宁可丢掉这所谓8族盟约的面子，也要亲手击杀萧炎。这等妖孽，只有他亲自出手击杀才能够心安。去，派1名半圣手持本地的空间玉符到古界外面盯着，一旦那萧炎出现，直接捏碎本地的空间玉符。魂天帝朝着身后的阴影吩咐道：“是，族长。”听到魂天帝的话，那道阴影斗圣也是一脸的震惊，却是不敢反驳，连忙下去操作。他的心中也是颇为的震撼，没想到这萧炎竟然强到了这种程度，竟然能够令族长要亲自出手灭杀。在这个魂族震颤的时刻，萧炎已经是马不停蹄地催动最快的速度朝着古界赶去。他心中其实清楚，一旦进入了东域的范围，魂族的强者想要再偷袭他可就难多了。东域当中的大部分势力虽然算不上强大，但却都是古族的附庸，每一处高级一点的势力当中都有着古族斗圣留下的空间通道。一旦自己在东域遭到魂族的偷袭，古族强者是可以以最快速度抵达战场的。可他还是心有余悸，魂无涯的偷袭的确是给他都斩出了一丝后怕。虽说魂族如今对他能够产生威胁的强者已经越来越少了，但以魂天帝那性格，一旦知晓了自己斩杀魂无涯的事迹，怕是会亲自出手都不一定。在这个家伙眼里，任何阻碍他成为斗帝的事情和人，都是可以不顾手段的强行抹除的。这一点，就连萧炎都不得不承认，此人虽然罪大恶极，但的确是个极为可怕的枭雄人物。倘若此人有机会飞升到大千世界，也未免不能问鼎那天至尊的境界。不过，没有一枚合适的空间玉符定位，就算是以魂天帝的实力，也不可能直接撕裂空间来到萧炎的面前。所以，萧炎终究还是顺畅无阻地来到了古界的入口城市古圣城。这座古老的城池依旧是如当年那般古老，丝丝斗帝之力在其中弥漫，令这座古老的隐约有些腐朽的城池依旧弥漫着令人心神震撼的威压。只是这般威压，在如今的萧炎面前却是没有了什么威慑。斗帝之力对于寻常强者而言的确是强横无比，是超脱本质的力量，但在如今的萧炎看来，也不过是当年的古帝在布置下大阵之后留下的一丝极为微弱的元气罢了。因为这元气弱的几乎不可察觉，所以才会也难以引起古元的感触。当然，就算是引动了古元的发觉，他也不可能去吸收这一缕元气。这些元气当中蕴含的能量虽然质量极高，但对于突破斗帝而言，却只能算是九牛一毛，并没有太多的作用。它所存在的真正作用，是用那特殊的属性沟通天地之力，从而令古圣城的这座大阵威能大增。这种气息，对于曾经抵达过主宰境界的萧炎来说，自然是不值一提了。不过，在来到古圣城1000丈之外的那一刻，他还是选择降落到地面之上，然后步行走到了古圣城当中。而几乎是在萧炎进入古圣城的那一瞬间，便是有着一群身披黑甲的甲士将他团团围住。来者何人？一名身穿黑甲的古族青年站在萧炎面前，目光高傲地审视着他。古圣城虽然低调不显，却是东域真正的权力中枢。在中州东域，只有那些拥有斗尊强者坐镇的势力才有资格知晓古圣，寻常人不但难以知晓，便是知晓了也不能随意进入。此地可是古族的地盘。斗宗巅峰。萧炎目光扫过那名黑甲青年，略感诧异。这青年看上去也就20几岁的样子，能够达到斗宗巅峰，即便是在这古族当中，应当也算是很不错的天赋了。可自己的脑海当中，为何对此人并没有什么印象？萧炎仔细想了想，这才想起来自己前世来到这里的时候，可是比现在要晚了10年不止了。以面前这青年的天赋，10年后怕也是古族的某个斗尊强者了。而以后者的年纪，那时已经很难跟自己产生多少交集了。在下萧族萧炎。想到双方应该不会产生多少矛盾，萧炎也是轻笑着跟对方抱了抱拳。然而他这话音刚刚落下，
便是看到这青年和他身后同样的年轻人都是神色瞬间变化，最后缓缓变得有些难看起来。你就是萧炎？几名为首的青年都是面色不善地盯着萧炎，萧炎目光扫过，甚至还从这些青年当中看到了一个熟人，林泉。看到这些年轻人不善的面色，萧炎终于明白了，这一关终究还是到来了。以那妮子的魅力，估计回到古族的这近1年当中，已经是令这些古族所谓的天骄们迷得神魂颠倒了吧。不过你们着迷归着迷，跟本地对着干那可就不好了。萧炎目光淡漠地扫过面前上百人的黑烟军队伍，能够加入到黑烟军也算是古族的颇为出息的族人了，最起码面前的一名名黑烟军士兵都是达到了斗王层次。不过这对于刚刚宰了3位斗圣的萧炎而言，似乎也算不上什么强横的势力。诸位，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我可就进去了。萧炎目光淡笑着看了这些人一眼，并没有一点被上百位斗皇包围的慌张。望着他这副风轻云淡的样子，为首的几名古族天骄更是无比嫉妒。凭什么面前这个不过17岁的家伙就能斩杀血和这种斗尊巅峰强者？凭什么他就能侥幸得到小姐的芳心？凭什么族中诸多长老甚至族长现在都对他颇为青睐？萧炎的出现让这些原本自视甚高的古族天骄们都是十分的嫉妒。想要进入古族可以先出示一下请帖吧。说话的不是为首的斗宗青年，反倒是萧炎的老熟人林泉。他如今的年纪虽然才刚刚踏入到斗皇级别，但或许是血脉更好，又或者是背景更加强大，这支黑烟军的队伍竟然隐隐更加听他的话。请帖？萧炎轻轻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我并没有请帖。没有请帖，那就请回吧。古界乃是我古族核心祖地，若是没有请帖的话，外人可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听到萧炎没有请帖，林泉脸上得意的笑容几乎是不加掩饰的露了出来。管你是天骄还是大佬，对上我们古族，难道还能翻天了不成？听到林泉的话，萧炎却只是轻轻摇了摇头，抱歉，这古族我今天怕是必须要进去一趟了。话音落下，他也是不再理会那神色还没来得及转变的林泉，下一刻堪比半圣的浩瀚灵力波动直接爆发开来。这浩瀚的灵力波动冲天起，直接令整个古圣城的空间都是微微荡漾，那堪比半圣的威压当中还夹杂着刚刚斩杀了3尊半圣强者的煞气。在这般可怕的气息之下，那些原本还对着萧炎面露不善的古族强者几乎是瞬间面色大变，一个个直接情不自禁地跪伏了下来。无论是林泉还是其他古族天骄，在这般浩瀚的威压和可怕的煞气面前都是没有丝毫反抗的能力，一瞬间便是直接脸色煞白，手脚发软。等他们意识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跪伏在了地上。在场当中唯一一名没有立刻跪下的就是那名为首的斗宗巅峰青年，只是他也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在与萧炎的一次对视之后也是瞬间跪了下来。身为斗宗巅峰，他再如何也是可以在半圣的威压之下行动的，最多也只是感到压力巨大，有些难受罢了。可当他看到萧炎的眼神之后，却忽然觉得哪怕是族中的那些斗圣长老都没有这眼神来得可怕，就算是黑烟军的统领黑烟王也从来没有给他过这种心颤的感觉。所以一个恍惚之间，这名斗宗巅峰的青年也不由自主地跪伏了下来。萧族萧炎前来拜访古族，难道古族就是这么对待故人之后的吗？等到众人回过神来的时候，萧炎的声音已经在古圣城的天际回荡，仅仅是声音便是令古圣城的天空风云激荡，可怕的空间涟漪直接落在古圣城中央的那处巨大的湖泊之上。这一刻，就连几名镇守古界入口的斗尊长老都是神色大变，目光惊骇地看着那古圣城入口处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惊骇地发现，萧炎所引发的空间波动竟然令古界入口的空间之门都有了反应。这也就意味着，倘若萧炎愿意，他似乎可以强行闯入古界当中。要知道，这空间之门可不同于外界，这可是斗帝强者亲自留下的空间之门，换作寻常强者，便是一些斗圣都很难强行闯入。快通知族里！这些长老都是神色紧张，他们跟萧炎可是没有什么争风吃醋的心思，若是把这小子惹急了强闯古界，那他们可就犯了失职之罪。而且他们也勉强算是古族高层了，自然知晓族中现在对于这萧炎并不排斥。如今萧炎表现出如此可怕的实力和潜力，他们也同样不愿得罪。你们去通知族里，我去安抚这萧炎一下。一名老者开口说道，只是他正欲起身，便是听到一个淡淡的笑声传来。不必了，若是再怠慢了这个小子，我怕是要受到多方责难了。话音落下，一名身穿麻衣的中年男子不知何时已经出现在了古界的入口之处，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名明眸皓齿，一出场便已经令那入口处的天地都明艳了几分的少女。族长，小姐！看到这两人的身影，几名斗尊眼皮子又是一跳，纷纷单膝跪地行礼。免了吧。古元微微一笑，
掌心一缕清风，便是已经将几人托起。到了这一刻，他的目光才终于带着几分郑重与好奇地看向了古圣城入口的少年身上。真是没想到，萧玄的后人当中竟然还能出现如此天骄人物。萧炎，别跟这些小家伙们计较了，随我来吧。他的话音传到了萧炎的耳畔，萧炎也是略微诧异地看了一眼这名中年男子。此人除了古族族长古元，还能有谁？只是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古元竟然会亲自出来迎接自己。这阵仗已经是8族族长才应有的礼节了。不过，当看到那男子身后跟着的少女之时，他的嘴角也是再度化作一抹温唇笑容。既然如此，那就多谢岳父了。岳父！几乎在萧炎话音落下的同时，整个古圣城瞬间就落入到了一种诡异的寂静当中。古元身边几名古族的斗尊长老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纷纷低下了头。就连古元本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都是微微一怔，面色忽明忽暗，看不出个好坏。唯有古元背后的轩儿，在听到这句岳父之后，原本还带着几分期盼和等待的俏脸瞬间变得通红起来，一双美眸盯着萧炎的位置，似是嗔怒又似是欣喜。感受到周围那忽然变得诡异宁静起来的气氛，萧炎也是忍不住微微一愣，这才想起来古元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成为自己的岳父，只是前世太久的相处让他叫的实在太过顺口。望着他身后那已经羞得脸色涨红的小妮子，萧炎这才无奈的摇头苦笑，连忙解释道：古元前辈，晚辈也是一时有些激动了，有什么失礼之处还请前辈多多见谅。听到萧炎这般解释，古元那原本有些阴晴不定的脸庞这才好看了一些。他沉吟片刻之后也是没有过多追究，只是强行挤出一抹看上去温和的笑容。小家伙倒是有些过于积极了，虽然你天赋异禀，但想娶我古元的女儿也要考察考察。他正要多说两句，便是感到自己的袖口位置已经被轻轻拉扯了2下，回头一看，便是看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此刻已经是拉着自己的袖子，虽然没有说话，可那一双如水的双眸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这个妮子，古元嘴角微微抽搐，看向萧炎的目光更是多了几分懊恼。罢了，好歹是萧玄的后人，来都来了，先到我古界一坐吧。听到古元如此说法，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不适，反倒是嘿嘿一笑，一点都不生分地跨过几步空间来到了古元的面前。既然如此，那晚辈就不客气了。以萧炎与古元前世相处这么久的时间，他对于古元的确是一点都不生分，但是古元被他这么一搞，心中却是更加的郁闷。别人家的孩子第一次到老丈人家，不应该是害怕敬畏吗？尤其是自己这个老丈人还不是一般人，堂堂古族族长，9星斗圣巅峰的存在，能不能给自己留点威严啊？这小子就算射牛也不该射牛的这么厉害吧。心中虽是如此想着，可想到自己身边的女儿，古元也只能是在心里微微一叹。难得遇到一个自己女儿喜欢，族中大部分长老又颇为支持的人，他也是根本无法对萧炎怎么样。更何况这家伙身上还有着萧玄的血脉。想到这里，古元也无法再多说什么，只能是无奈的回过头，大手一挥，便是打开了古界的空间大门。进来吧。萧炎将古元脸上细微的面部表情尽收眼底，心中偷笑的同时也是看了一眼他身边的少女。四目相对，少女美眸当中的喜悦已经完全的透露出来，望着他那张已经美得动人心魄的脸蛋，萧炎嘴角也是泛起一抹笑容。这一世，他们之间将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一丝的阻碍。伴随着3人相继走入其中，那古界的空间大门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缓缓的关闭。等到3人消失之后，那几名大气不敢多传的古族长老这才微微松了口气，相互对视一眼，都是苦笑一声：此子好魄力，色胆包天，牛逼！几人纷纷对于萧炎在自己心中的印象留下一个评价。而不远处，那灵泉所在的一群黑烟军在3人消失之后，这才狼狈地站起身。方才萧炎虽然很快扯去了那可怕的威压，可当时那种尴尬的境地，他们突兀地站起来，似乎也显得不太合适。本以为几位长老或是族长能够开口给他们一个台阶下，谁想到这些人愣是一个没注意到他们。混蛋，真是个混蛋！他竟然敢喊族长岳父，他是个什么东西？灵泉脸色铁青，恨恨地跺着地面，几乎要把古圣城那坚硬的砖石都给踩碎了。望着灵泉那愤怒至极的样子，黑烟军为首的几个青年头目此刻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反倒是一个个都沉默了。灵泉，我劝你还是不要跟着萧炎作对了。见到灵泉这副模样，那为首的斗宗巅峰青年却是没有了方才的傲气，只是语重心长地看了一眼灵泉。这萧炎的实力绝对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可怕，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的实力，但我觉得他应该比我爷爷还要强上不少。那斗宗巅峰青年看了一眼灵泉，无奈道：当初他对于萧炎还有着些许的不服，但在感受到萧炎那可怕的气势之后，便是彻底没有了这种念头。双方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萧炎果然是如同族中一些长老所言，
将来是有望跟族长站在一个级别的绝世妖孽。什么？大哥你在说什么？林泉身体一震，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斗宗巅峰青年。能够在这般年纪成为黑烟军的小队队长的一群人，除了各自血脉等级不低之外，他们这群人哪个没有一个好的家底？随便拎出来一个，家里的老人都有一些斗尊甚至斗圣级别的长老。面前这斗宗青年的爷爷也是族中的一位半圣强者，那萧炎的实力怎么就莫名其妙的比一般的半圣还要强大了？他说的不错。林泉话音刚刚落下，一名看守古界大门的长老也是出现在了这群人的身前。那萧炎的实力比你们强了太多太多，他方才爆发的气势，就连老夫都感到无比忌惮。单论强横程度，就不弱于半圣强者了。而且，老夫更是感觉他比寻常半圣要危险得多。那名长老有些怜悯地看了一眼面前的这些古族青年，你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放弃吧，有时间告诉古妖一趟，让他不要自取其辱了。跟这种绝世妖孽生在同一个时代，真是这群年轻人的不幸啊！话音落下，这名长老也是不再理会面前依旧有些呆滞的一群古族年轻人，再度回到了自己的位置，闭目而坐。古界依旧是如同自己第一次见到之时那般辽阔壮丽，能量足以堪比外界的数倍甚至10倍。一座座飞行在天空之上的战舰之上，有着大量实力强横的古族战士。这些训练有素的军队，正是古族的王牌军团黑烟军。一支黑烟军的战舰都是由1名斗宗、10名斗皇、100名斗王组成，随便一支战舰都是可以轻易剿灭过去的云岚宗。而整个黑烟军却是有着上千艘这样的战舰。这一切对于前世第一次来到古界的萧炎而言，的确是十分强横，颇为震撼的。不过这一世，萧炎的目光当中却只是有着平静，平静的另一旁的轩儿都有些吃惊，古元则是更加的郁闷。小子，你对于远古种族好像一点都不吃惊。古元看了一眼萧炎，他多想看到萧炎神色动容，对自己多出些许敬畏之心的表情。然而萧炎的笑容却始终是那般的从容。侥幸在丹塔听说过一些远古种族的阵仗，听到萧炎的说法，古元顿时无奈地回过头。丹塔当中高阶炼药师不少，特别是能够炼制5色丹雷以上的8品炼药师，很多时候远古8族也有用得上人家的地方。所以丹塔那群核心长老们大多都与远古8族有过些许交集，甚至受邀进入过远古8族做客。不过看到萧炎这副从容的模样，他还是有些无奈。古元不知道的是，现在的古族随便派出一支战舰就能剿灭云岚宗这样的势力，但是若干年后的无尽火域随便派出一支战舰就能剿灭古族这样的势力。古元这样的9星斗圣巅峰，放在大千世界也不过是9品至尊左右的层次罢了，还不一定能打得过那些9品至尊。而无尽火域光是地至尊级别的强者就有成千上万。穿过浩瀚的古界空间，一行人终于来到了一座被削平的山峰上方。这是一座高达1000丈的山峰，却是被人随手在上方拦腰切断，留出一个直径100丈左右的巨大广场。如此行为若是放在外界必然是令人震撼的，但若是放在古族当中却是再也寻常不过。此刻在这广场的中央位置，已经是2行共计坐下了不多不少，刚好24位长老。而这24人的身上每一个都是散发着斗圣级别的气息。3人落地，古元自然而然地坐在了首位，同时给萧炎和轩儿都各自留了一个位置。显然古族这些家伙现在的确是颇为重视萧炎，竟然没有多少刁难的意思。然而当萧炎落座的时候，那整整24尊斗圣强者在这一刻却是齐刷刷地将目光看向了萧炎。望着这一幕，古元再度饶有兴致地看向萧炎。然而令他再度有些失望的是，萧炎的脸上依旧没有丝毫的惧意，依旧是不动如山。斗圣强者放在大千世界也就是至尊级别罢了，若是放在无尽火域的核心，比如萧炎的炎神殿当中，一些人连个护卫都没资格上。毕竟想要成为炎神殿的护卫，至少要有5品至尊以上的实力才行。身为无尽火域的主宰者，大千世界的主宰境强者，萧炎看着这24人，简直是如同世俗的皇帝看待24个小兵。好气魄！你就是萧炎？大胆！来到我古族竟然如此无礼！24名长老看向萧炎的目光各不相同，有欣赏，有好奇，有平淡，也有少部分的厌恶。哼，萧炎，你在外界闯出来的那些名声，可是连我古族都听说过了。古元此刻也是笑眯眯地看着萧炎，你此番前来我古族，我族当中除了一些闭关的和执行任务的，几乎所有的斗圣长老都来到了这里。如何？这般阵容算是给族你面子了吧？古元坐在最上方，略微挥手，下方的24位斗圣长老也是终于安静了下来。听到古元的问话，萧炎也是轻笑着点了点头。看样子
自己这一世所表现的潜力，的确是令古族和魂族都这般的重视了。古族和魂族明面上所显露出来的斗圣强者数量都是只有30多位，当然每个古族都有着一些自己的底牌，比如古族实际上的斗圣强者应该是40多位，而魂族则是超过了50位。至于具体有着多少的数量，也只有古元和魂天帝这2个古族的族长，还有萧炎这个开了重生卦的人才知道。见到萧炎点头，古元也是笑着一一介绍起古族的24位斗圣。对于这些老家伙，萧炎大多都是颇有印象，不过还是耐心听着古元介绍了一遍。这位是黑鹰王，这位是古道长老，我们古族3仙之一，这位是古阳长老。当古元介绍到其中一位5星斗圣级别的长老之时，萧炎也是笑着与对方一个对视，只不过萧炎这一次的笑容明显露出了一抹寒意，而在他对面，那古阳长老在看向萧炎时的目光同样带着些许的寒意。这样的一幕令许多长老包括古元都是有些疑惑。这位古阳长老能够拥有5星斗圣的修为，在古族当中也算得上是真正的顶尖高层之一了，奉命镇守古族宗祠。不过这位却是诸多古族长老当中对于萧炎排斥最深的一位。在座的诸位长老当中，有3位对于萧炎都是颇为的排斥，但另外2位都是因为一些利益问题。比如其中一位长老的孙子叫做古妖，另一位长老则是当年被萧族的人打过，所以都是对萧炎颇为的不顺眼。唯有这位古阳长老不知为何总是对于萧炎与古族的事无比的排斥，明明看上去没有任何的利益纠葛，却是比其他2人还要排斥。而此刻反观萧炎，对于这古阳长老同样是面色不善。要知道萧炎对于其他2位长老都是没有表露过多少的脸色。萧炎，你与我族这位古阳长老可是有什么恩怨吗？望着2人这副一见面就冷脸相对的模样，古元都是有些头疼。萧炎是他想要积极拉拢的潜力天才，可古阳同样是古族极为重要的一位强者，若是这2人有仇，那他还真要纠结了。哼，古元前辈，我与古阳长老并无仇恨，您继续介绍吧。听到古元的话，萧炎却是咧嘴一笑，而那古阳长老则是冷哼一声，直接坐了下来。望着这一幕，所有人都是微微皱起眉头，唯独萧炎笑而不语。今日怕是要再斩去魂天帝的一枚案子了。等到古元介绍完这24位长老之后，他才再度将目光转向了萧炎。哼，这小子的身份我就不用跟诸位过多介绍了吧。听到古元的玩笑话，一群长老们相互对视一眼，大部分人都是笑了起来。小子有胆色，竟敢孤身一人来我们古族，不愧是萧玄的后代。嘿嘿，小家伙有本事啊，这般年纪就能斩杀斗尊巅峰。这一刻，众多长老终于笑着与萧炎攀谈起来，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对萧炎保持积极态度的。毕竟此人若是真的能够成长到当年萧玄的那种程度，那对于古族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可以说在斗帝不出的年代，同时拥有2尊9星斗圣巅峰，那古族绝对可以成为斗气大陆当之无愧的第一势力。对于这些老家伙的善意，萧炎笑着奉迎，那副从容不迫的模样令原本就已经高看他一眼的众人看着他更加不一样了。望着这一幕，古元也是略微满意的点了点头。至于他身边的薰儿，此刻已经是满眼放光的盯着那从容与诸多长老交谈的萧炎。天才归天才，强者也归强者。小子，我等倒是颇为欣赏你，可你来古族的目的，我等也是知道个七七八八了。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打破了热闹的氛围。不过薰儿可是我族族长的女儿，血脉品级更是1000年来最为罕见，可是我们古族的明珠。众人目光看去，说话之人正是古族3仙之一的古道长老。你想娶走我族大小姐，可总要拿出一点诚意来。古道的话音落下，那些原本还客气热闹的古族长老们也是缓缓沉默了下来，都是纷纷将目光看向了萧炎，虽然依旧带着笑容，但却是隐隐有些动静了。闻言，萧炎却是神色不变，反倒哈哈大笑起来。各位长老如此言语，倒是有些瞧不起我萧炎了。话音落下，萧炎的手掌一挥，一枚巴掌大小的古玉碎片便是出现在了掌心当中。古老的玉片仅仅只有巴掌大小，其上有着古朴的纹路雕刻而成，其上隐隐有着一层淡淡的光晕流转。如此玉片虽说卖相不俗，但一眼便是能够看出只是某块完整玉石的一部分碎片而已。然而就是这样一块碎玉，在其出现的一瞬间，却是令原本热闹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的古族长老，包括族长古元在内，都是将目光死死地盯着那枚碎玉之上。诸位长老，萧炎笑呵呵地望着众人，不知以此玉作为见面礼，可曾丢了牌面？这是一名古族长老惊愕地直接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伴随着他的起身，整个广场宛如产生了连锁反应一般，一名名古族长老都是纷纷站起身来，目光灼热地望着萧炎手中那块古朴的碎玉。
很快，就连古元本人也是情不自禁地缓缓站了起来。驼舍古地狱，望着面前这块看似平凡的古域，包括古元在内的众人，没有人能够再平静下来，彼此的目光都是多了几分火热。驼舍古地狱涉及到斗气大陆最后一位斗帝的信息，传言当中8块古域全部凑齐的那一刻，最终的持域者便是有希望看到那突破斗帝的最终门槛。此域的价值对于魂族和古族最为强大，尤其是对于古元和魂天帝这2位族长，更是有着巨大的诱惑。因为当时之间，唯有他们2人已经触摸到了那最终的瓶颈，竹坤在地底，一旦让他们成了最终的持域者，他们就有希望成为斗气大陆新的斗帝。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可对于他们而言，只要有一丝希望，都要全力以赴。所以，驼舍古地狱的重要性对于这2位而言堪称无价。毕竟到了这2人的境界，就算是9品金丹，也无法帮助他们再进一步了。萧炎啊，你真的要以此域为例吗？古元的声音看似平静，但却已经多了几分温和以及压抑着的激动。至于古族的24位长老，除去古阳之外，其他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更加热情了许多。就算是古妖的爷爷和另一位与萧族有恩怨的长老，此刻都是不再多言，看向萧炎的目光几乎没有了敌意。他们虽然自私，但还没有到了那种疯魔的程度，自然知晓萧炎此举对于古族的帮助是何等之大。哼，古元前辈，这古地狱于我而言用处并不算大。比起旁人那惊愕与灼热的目光，萧炎却只是轻轻摇头一笑。这古地狱只是我带给古族的第一道见面礼罢了。我真正的礼物是可以令古族出现2位真正的斗帝强者。萧炎的第2句话并没有直接当众说出，只是化作一道传音落在了古元的耳中。事关成就斗帝之事，一旦传出，怕是足以令整个古族甚至整个斗气大陆疯狂。萧炎现在虽然实力很强了，但也不愿意被这麻烦事找上门。毕竟这可就不只是古族和魂族会动心了，就算是远古8族的其他族群也会动心。然而这声音落在古元的耳中，却是宛如惊雷一般炸响。你，古元那一双平淡的眼睛在萧玄陨落之后再也没有像这次一般瞪得溜圆，就算是驼舍古地狱出现的那一刻，他都是从来未曾如此失态过。他看了一眼萧炎，又看了一眼自己和身旁已经双目泛红的薰儿，在看到萧炎继续笑着点头之后，心中终于是缓缓有了答案。呼，古元深吸一口气，终于恢复了内心的平静。而在下方，24位古族长老都是彼此错愕地看着上方的族长，不知道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能够知道，萧炎那无声传出的第2句话绝对是个惊天消息。毕竟对于古元这般失态的模样，饶是以他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了，一些比较年轻只有几百岁的古族长老甚至从来没有见到过。萧炎哥哥，薰儿也不知道萧炎到底说了什么让古元这么震惊，他现在只是双目泛红，一双美眸当中隐隐有着泪花翻腾，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怕是早就哭出来了。虽然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到来，但当他亲眼看到萧炎拿着驼舍古地狱来做聘礼的时候，还是开心幸福的一塌糊涂。望着那双眸通红的妮子，萧炎也只是咧嘴一笑。傻丫头，比起你，一块驼舍古地狱又算得上什么？哎，看小姐这副模样，怕是对这叫做萧炎的小子已经情根深种了。望着这一幕，古族的众多老家伙们都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彼此之间看向古妖爷爷的目光则是多了几分怜悯。在萧炎出现之前，族中年轻一代当中最有希望与薰儿凑成一对的，自然是古青阳和古妖。只是古青阳早已有了婚配，对于薰儿更多是当成妹妹看待，所以古妖本来是最有希望的一个。这一点在萧炎击杀血河之前几乎一直是被族中公认的，可在萧炎击杀了血河之后，这种风向就变了。尤其是今天在拿出驼舍古地狱之后，就连一些原本只是中立的长老都更向着萧炎了。在众人还在相互交谈的时间当中，古圣城的上空却是有着一道身披漆黑战甲的斗尊强者骤然出现。这位斗尊强者在出现之后，便是直接无视了周围一些黑烟军的目光，径直朝着古界入口上方的湖泊冲了过来。以他斗尊的速度，在没有人阻拦的情况下，自然是瞬间冲到了古界入口处。咦，陆磊，你不是跟随古月长老镇守边境的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几乎在这名叫做陆磊的斗尊强者冲到古界入口的瞬间，那镇守古界入口的几名斗尊便是个个神色微变，警惕与好奇同时浮现在面容之上。难道是有人进攻东域边境吗？这些镇守边境的强者平时可不会轻易回到族中，尤其是陆磊这副狼狈的模样，显然是在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族中赶路。一名斗尊强者在镇守边境的队伍当中也算是绝对的高层了，能够逼得这种强者如此疯狂地往回赶路，这东域边境莫不是出了什么大事不成？可是在如今的时代当中，就算是魂族都不愿与古族直接交恶，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竟然敢进犯古族的地盘？
见到众人那无比困惑的目光，这名叫做陆磊的斗尊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一般，最后才赶忙抓住这些镇守者的首脑人物。那是一尊8星斗尊级别的长老，在族内的地位算是相当之高了。快告诉族里，那个萧炎！陆磊大口喘着粗气，显然如此拼命赶路也令他累得够呛，想要再快，他怕是得燃烧精血了。饶是这样的速度，都没有比萧炎更早到达古族。萧炎怎么了？听到陆磊的话，几名长老脸色微变。他是卧底？不是。陆磊深吸一口气，这才说完最想说的一句话。那个萧炎拥有斩杀斗圣的实力了，而且他一口气杀了3名魂族的斗圣。说完这句话，他便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只剩下神色呆滞的几名长老。片刻之后，缓缓恢复过来呼吸的陆磊看着几名依旧呆滞的长老，顿时就火了。妈的，我不是让你们赶紧给族内转阴吗？听到他这一声呵斥，这几名长老才终于从呆滞当中反应过来，为首的那名长老也是终于缓过神来，他的脸上还带着些许茫然，顾不得这个5星斗尊训斥他这个8星斗尊，连忙掏出一枚玉符进行传音。古界当中有着独有的联系方式，斗宗以上的族人都有资格配备一块传音玉符，有了这枚传音玉符，只要是在古界之内，那消息几乎是可以瞬间到达，这可比飞过去要快多了。这位斗尊长老直接汇报了他的顶头上司，古族唯一的一位8星斗圣强者黑燕王。等到他传完这条消息之后，这才从方才的消息当中回过神来，与其他几名长老彼此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脸上的震撼之色。你说的都是真的？良久之后，他们才将目光看向了那座在地面之上的陆磊。骗你们干什么？陆磊此刻终于是缓缓地站起身，恢复了几分力气。他轻轻拍了拍屁股，看向面前的几个老头。3尊斗圣强者的尸体，我可是亲眼见到的。古月长老更是亲自鉴定说，那尸体当中残留的能量属于魂族强者。而且根据现场的勘查，那萧炎与3尊斗圣爆发出的战力，绝对是可以媲美5星斗圣的一击了。望着那神情再度陷入呆滞当中的几名长老，陆磊脸上顿时露出了洋洋得意之色。这一刻，他终于将自己的震撼转移到别人的脸上了。只不过，他只欣赏到了几个老头的震撼，完全没有注意到不远处一个角落当中几名年轻人的绝望。假的，一定是假的！林泉直接跪在了地上，抬头望天。这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人，不可能！在他身边，几名古族青年虽然没有这般失态，但彼此的脸上也都是带着麻木的绝望。他们当中背景最大的一个，可是有着一位斗圣级别的祖爷爷。虽然他只是众多重孙当中比较中上的一个，可这位斗圣祖爷爷一直是他崇拜的对象和内心骄傲的基础。然而今天，一个比他们还要年轻几岁的年轻人，已经拥有了匹敌甚至超过他们祖辈的实力。这一点让他们忽然对于世界感到无比的茫然。萧炎，好样的！哈哈，这儿不愧是我族千年难见的明珠，竟然相中了你这块璞玉。不愧是萧玄的后代啊！古界中央的广场之上，一群长老还在围着萧炎聊得水深火热。在萧炎拿出驼舍古地狱之后，他们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不能仅仅用顺眼来形容了。最早看好萧炎的几人，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已经可以用亲切来形容了。在这众人的笑容当中，黑鹰王赫然坐在其中。作为古族几乎可以称得上第2高手的顶尖强者，他对于萧炎也是颇为的看好，态度在此刻更是十分亲切。就在这时，黑鹰王的眉头却是微微一皱，手指不留痕迹的在那戒上微微一碰，然后他的表情便是变得极为精彩起来。黑鹰王，你怎么了？脸抽筋了吗？一名关系不错的长老开玩笑道。黑鹰王轻轻摇了摇头，目光转向了那一直含笑着的萧炎那里，表情依旧是极为的精彩。望着这一幕，原本热闹的众人也是好奇的将目光投向了萧炎的方向，就连古元和轩儿都是好奇的将目光看了过去。萧炎，黑鹰王缓缓开口了。我属下的人说，你在进入东域边境不远处遭遇了魂族的暗杀，而且是3位斗圣强者。黑鹰王的一句话便是令众人神色微变，都是有些紧张的看着萧炎。没想到我古族闲续来的路上竟然被魂族那群狗东西盯上了。一名长老脸上有些后怕。至于轩儿，此刻更是紧张的手指都牢牢地握了起来。对于黑鹰王的问话，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波澜，反倒是笑容依旧从容。哼，虚惊一场罢了，我这不是平安走到古族了吗？萧炎的话音落下，这些长老看他的目光更加不一样了。能从3名斗圣的围杀之下逃出，你小子真是不一般啊！古族3仙之一的古道长老再度惊叹一声。然而黑鹰王却是微微叹了口气，令众人再度一愣。我手下的人说，
你将这3名斗圣都给反杀了。黑燕王的眼睛此刻都是有些迷糊地盯着萧炎。萧炎，你跟我说说，这3个家伙真的是你亲手杀的吗？话音落下，原本热闹的现场再度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当中。这次的寂静甚至比起驼舍谷地狱出场还要寂静。至少驼舍谷地狱出现的时候，大家的目光是热切的，甚至有人是贪婪的，但这都无所谓，至少大家是清醒的。但黑燕王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在场的所有人，甚至就连古元都是有些呆滞的看着萧炎和黑燕王，双目露出茫然的神色。他在说什么啊？萧炎杀了3个魂族斗圣，是黑燕王疯了还是我们疯了？一群斗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良久之后，终于恢复了神智，最后将不可置信的神色投向了萧炎的方向。这一刻，就连古元都是死死地盯着萧炎。在众人那可怕的凝视当中，萧炎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抹无奈的笑容。本来这趟来古族是想要低调一点的，没想到魂族那些家伙硬是逼得我暴露了实力。既然如此，那我索性也就不装了，我摊牌了。萧炎咧嘴一笑，手指在那戒之上轻轻一弹，3颗面目狰狞的大好头颅便是整齐地落在了广场的中央。路上遇到这3个家伙埋伏，侥幸之下就把他们3个都给宰了。萧炎笑声平和，可落在众人的耳中却是宛如晴天霹雳。良久之后，当众人终于从这种茫然当中反应过来之后，一名长老终于是声音颤抖地看向了中间的那颗脑袋。这是魂殿副殿主魂无涯。他的话音令这些好不容易恢复思路的长老们心头再度狠狠一颤。斗圣强者毕竟是这片大陆的巅峰存在了，即便是放在远古8族都是支柱级别的强者，哪怕是魂族和古族这般实力雄厚，斗圣强者依旧是族中最高层。所以8族当中，甚至整个斗气大陆的斗圣强者，只要不是刻意隐姓埋名的，他们的名字基本上都会被记录在案。毕竟整个斗气大陆的斗圣强者全部加起来也不过寥寥数百人而已，而魂无涯的名字他们自然都是听说过的。这是魂族的一位3星斗圣，而且是3星斗圣后期，这样的实力即便是放在在座的诸位斗圣当中，都是足以排到接近中游了。可就是这样的一尊存在，却是被萧炎给宰了，而且他的身边可是还跟着2尊1星斗圣啊！以这些长老们的目力，自然是有些人能够认出魂青和大天尊的脑袋的。一名3星斗圣后期带着2名1星斗圣后期去暗杀萧炎，结果被萧炎给反杀了。这不是意味着萧炎的实力已经可以将在场当中1半人的脑袋都给砍下来了？这个最终得出的结论，让诸多古族的长老们脑回路都有些转不过来了。哪怕他们活了上千年，见过无数天骄，甚至已经对于萧炎的妖孽做了很多的心理预期，但今天的这一幕还是令他们有些麻木了。哪怕萧炎20-30岁再做出这样的结果，他们虽然依旧会震惊，可心里总是能够接受的。然而事实总是如此的残酷，面前这个从容的少年，真实年龄才刚刚达到17岁而已。这一刻，这些在族内族外都是声名赫赫、万人敬仰的斗圣长老们，都有了一种一把年纪活到狗身上的想法。萧炎，这真的是你自己斩杀的？古元坐在最上方，轻轻揉了揉脸，侥幸罢了。对于古元的疑惑，萧炎只是笑着回了一句。这一刻，古族长老们看向萧炎的目光再度发生了变化，从善意、好感，再到热情，最后转化为现在的尊重，甚至有些人已经隐隐有了些许的敬意。这个年纪就能干掉3星斗圣了，再给他几年时间，岂不是连老夫也能干掉了？族长，我认为此事应当严肃处理。在众人还在缓缓消化着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名老者却是突兀地从人群当中站了出来。此人正是那与萧炎最不对付的古阳长老。这萧炎接连斩杀了3位魂族斗圣，如此行为，想必就算是那魂族都要无比愤怒。古阳长老目光阴冷地看着萧炎的方向，我建议应当将这萧炎绑起来送到魂族那里处理，否则恐怕会引起古族和魂族的大战啊！古阳的话落在，直接令那刚刚缓过神来的一些古族长老都是再度露出了茫然的神色。他在说什么啊？今天到底是我疯了，还是世界疯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如果不是自持身份，他们此刻都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巴掌。这古阳平时挺正常的一个人，今天说的什么疯话？3个魂族斗圣跟萧炎有什么可比性吗？这可是我古族的贤婿啊！老狗，你找死不成？众人还没缓过神来，又是一个清冷的声音令他们再度愣了一下。只见那一向温和平静、宛如青莲一般的古族大小姐，此刻已经缓缓站起身，一张倾国倾城的小脸之上已经露出了冰冷的神色。可恶的小子，天赋这么好也就算了，竟然艳福也这么神！一群长老对视一眼，还好，为了自己的小情郎，这个脑回路还是可以接受的。古阳长老，萧炎是我古族的贤婿，魂族的3个家伙，这是自寻死路。
我古族虽然不愿招惹魂族，可也不用害怕魂族。古元的神色也是略微有些阴沉的看着古阳。虽然不知道你跟萧炎有什么恩怨，但我希望你能够跟他缓和了这层关系，否则不利于我族的团结啊。古元语重心长的说着，却是看到一旁的萧炎这一刻也是站了起来。卧槽，要打起来了吗？有意思，刚好看看这萧炎到底什么实力。见到萧炎站起身，几名好事的古族长老反倒是双目放光。岳父大人，虽然您将古族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晚辈还是要提醒一句，这古族当中可并不是上下一心的，或许你们古族当中早就有魂族安插的奸细混进来了。萧炎并没有像这几名长老期待的那样与古阳打一架，反倒是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句令古元和古族一些长老都脸色微变的话：你们古族不主动打魂族的主意，可魂族却是早已盯上了你们古族，如果你们不仔细对待的话，那古族早晚会因此吃了大亏。他的话音落下，古元的神色已经是十分的凝重。萧炎，你究竟想要说些什么？黑鹰王也是眉头微微皱起。闻言，萧炎的神色却是丝毫不变，只是目光再度看向了古阳的方向。古阳的脸色已经是变得无比的阴寒，一双眼睛望着萧炎的目光满含杀机。我的意思是，奸细已经自己跳出来了。奸细？当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众人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变，更是有人目光颇为凝重地看着萧炎的方向。萧炎，你说这话可是要讲证据的。是啊，萧炎，虽然古阳长老对你的态度很不好，但你也不能用这种话来栽赃他吧。一些个古族长老彼此对视一眼，看向萧炎的眼神忽然没有那般的热情了。萧炎再如何天才，再如何强大，现在对于他们古族而言终究还是个外人，而古阳却是族内已经活了近千年的长老，与他们的感情自然是更加的深厚。因此当萧炎将矛头直接指向古阳的时候，这些长老也终于是有些不满了。到了这一刻，就连古元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的看向萧炎。萧炎，你说古阳长老是魂族的奸细，你可有什么证据？古元对于萧炎方才的表现也是颇为的满意，在萧炎的2道消息之下，他已经默认了萧炎这个女婿，否则也不会称呼萧炎一声贤婿。可贤婿归贤婿，古阳好歹也是一位5星斗圣，是古族真正的高层，哪能因为萧炎一句话就判定古阳是魂族的奸细？在所有人郑重的凝视之下，萧炎却是神色不变，只是依旧笑眯眯地看着那冰冷看着自己的古阳。古阳长老，古族的各位长老。萧炎看了一眼古阳，又转头看向身边的其他古族强者。如果我说的不错的话，这位古阳长老在100年前的时候应该是离开过一次古族吧。他的话音落下，其他长老都是纷纷皱起眉头，而古阳的脸色却是微微一变，旋即变得更加阴沉。笑话，老夫堂堂古族长老，难不成连一点离开古界的权利都没有了吗？古阳目光不善地看着萧炎道，更何况此事都是我古族高层知晓的事情，难道凭此就能判定本圣是魂族的奸细不成？若是如此，那在座的大半都可以判定为魂族的奸细了。对于古阳的话，其他古族长老却是没有任何反感，反倒是微微点头。不错，若是仅仅凭此就判定古阳是魂族奸细，那未免也太过武断了吧。几名长老纷纷对视一眼道，古界虽然很大，但终究只是被开辟出来的一方空间，虽然同样有着丰富的资源，但与整个斗气大陆比起来，终究是差了许多。尤其是那些对于斗圣强者都有用的宝物，即便是斗帝空间也很难孕育出来，所以很多斗圣强者也是需要外出采集一些真正的天材地宝的。更何况虽然古族的斗圣很多，但斗气大陆的斗圣又不止远古8族才拥有，他们也有一些好友在外界，偶尔需要外出游玩交流，都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些古族的斗圣们偶尔外出一次是很正常的事情。面对众人的询问，萧炎只是轻轻摇了摇头。的确，对于古阳长老这等存在而言，偶尔离开古界外出一次也并非是什么大事。萧炎笑着看向那些神色越发奇怪的古族长老们，目光再度转向了古阳那里。不过古阳长老在100年前的那次外出，可是遇到了魂天帝和虚无吞炎啊。萧炎的一句话声音不大，却是令原本神色各异的所有古族长老都骤然凝重起来。所以真正的古阳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死了，现在的古阳其实是魂族的某个斗圣强者罢了。当年魂天帝与虚无吞炎将之擒拿之后，便是直接撕裂了古阳长老的灵魂，然后融入到了这位魂族斗圣的灵魂当中，使他依旧保留着古阳的大部分记忆。古阳长老，我说的可对？萧炎望着古阳，声音令包括古元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颤。哼，你这故事编的倒是有趣，萧炎，老夫的确是看你很不顺眼，但只是怕你将当年萧族的灾祸转移到我古族头上来了罢了。古阳却是冷笑着望着萧炎，没想到你竟然会恶人先告状，给老夫安插一个魂族奸细的名头，
厉害，厉害啊！古阳一边笑着，甚至还拍着手掌。然而，周围的古族长老们在这一刻却是纷纷沉寂了下来。这一幕令古阳眉头微微皱起。你究竟是不是魂族的奸细，只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对于古阳的说法，萧炎却仅仅只是冷笑一声。这100年来，你一直隐居在古族的宗祠大殿，怕是早已对古族的那块驼舍古地狱了如指掌了吧？这话说出，古元的神色终于变得更加凝重，而古阳却是依旧神色不变。你说这些都是屁话，换做任何一个负责看守宗祠大殿的长老，你是不是都能这么指控？你说老夫是魂族奸细，老夫还觉得你是魂族奸细呢。你若不是某个魂族斗圣夺舍重生，怎么可能有这般逆天的修行速度？17岁的年纪斩杀斗圣，便是少年斗帝都做不到这一步吧？古阳的话，另一群老头又将目光转向了萧炎，竟然纷纷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来。是啊，这古阳说的似乎也挺有道理的。如果这萧炎真的是一名斗圣转世的话，能够有这般可怕的修行速度，虽然依旧有些离谱，但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见到这群老家伙好奇的目光，萧炎嘴角也是微微抽搐了2下，最后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我可不是什么斗圣夺舍，老子是主宰重生。我是不是斗圣夺舍，日后我自然有机会证明自己。不过古阳长老，你可敢当着这些古族长老的面施展一下自己的族纹啊？萧炎的一句话，便是令这些长老又将目光瞬间齐刷刷地转向了古阳。是啊，族纹是证明一个古族族人清白最好的方法。任何一名古族族人在彻底觉醒了古族血脉之后，灵魂都会受到血脉的一丝影响，从而沾染上许多古族血脉的气息。虽然催动族纹最重要的还是这具身体的血脉之力，但若是灵魂发生了更替，那再度催发出的族纹就不会再像过去那般纯净完美，反而是会多出一些瑕疵和漏洞。之所以没有立刻想到这一层，是因为很多斗圣长老们的血脉之力本身其实也就7、8品的层次，他们也是停留在斗尊巅峰数百年，借助机缘和毅力，一步一个脚印突破到斗圣的。而达到斗圣之后，那7品、8品层次的族纹对于他们的战力增幅已经小到忽略不计的程度了。到了这一步，哪怕是神品血脉，也最多能让战力提升一个小台阶罢了。所以这些古族斗圣也是很久没有使用过族纹了。当然，或许也有那么几位长老想到了这一层，但或是不愿相信，或是不愿直接得罪古阳，都是没有说出口。如今萧炎开口，他们倒是乐得如此。不错，古阳长老，你若是要自证清白，催发族纹的确是一个十分不错的办法。古元坐在最高处，此刻也是神色郑重地望着古阳。他心中虽然依旧有些顾虑，但对于萧炎的话却是渐渐有些相信了。至于一旁的轩儿，此刻已经是小脸无比严肃，美眸死死地盯着古阳。对于萧炎的话，他从来都不会有一丝怀疑。古阳，亮给他看看。是啊，古阳，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古阳长老，我觉得你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不过只要你亮出族纹，萧炎一定会向你道歉的。一群古族长老都看向古阳劝道，但已经有几人保持了沉默。古阳站在原地，却是最终轻轻摇了摇头。不好意思，族纹已经被我炼化了。话音落下，整个广场都是一片哗然，许多人都是不可置信地看着古阳。是被你炼化了，还是你不敢亮出来？萧炎望着古阳一笑，目光再度望向了古元。岳父，究竟有没有古族族纹？这族纹又是何等水平？想必您这位古族族长最有手段吧？更何况，就算是被炼化了，大不了再画上一道便是了。萧炎笑着说道，只要岳父出手，一道族纹还不是简简单单。给一名斗圣重新绘制族纹，对于其他人而言都是一件费力无比，甚至不太可能的事情，但对于古元而言，这也并没有什么难度。我知道了。听到萧炎的建议，古元只是微微摇头一叹，他心中已经大抵有数了，只是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不太愿意接受。这可是一位5星斗圣啊，在将他摘出来的那一刻，就意味着古族要失去一位5星斗圣战力了。这种强者，即便是放在古族，也是绝对高端的战力了。毕竟整个古族实力超过5星斗圣的强者，也不过10位左右而已。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过于犹豫的话，恐怕最终会酿成大错啊！见到古元这副模样，萧炎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却是令古元那原本有些犹豫的眼睛骤然变得锋锐了许多。这小子竟然在点我！古元看了一眼萧炎，萧炎笑容依旧。当年因为一时的犹豫，令萧族这个强力的盟友覆灭。今日若是再犹豫，古元的视线已经是无比的犀利。只见他目光盯着古阳，已经是无比的严肃。古阳，今日就让我看看你究竟是古族的还是魂族的吧。倘若你是被冤枉的，我自会令萧炎跟你好好赔礼道歉。话音落下，一道璀璨无比的七彩光芒已经在他的额头亮起。神品族纹，能够成为古族的族长，修炼到9星斗圣巅峰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不是神品血脉？而且他这个神品血脉更是大成的神品血脉，一举一动之间可以对整个古族所有血脉品级低于他的人形成压制甚至控制。在这七彩族纹爆发的那一刻，很多古族长老都是面色微微涨红起来，似是在竭力的抵抗那源于血脉深处的威压。这就是一位9星斗圣巅峰的强者催动大成的神品血脉所造成的威势。把你的族纹亮出来吧。古元目光盯着古阳，浩荡的血脉之力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古阳体内的斗帝血脉。下一刻，一道金色的族纹便是不受控制的从古阳的额头缓缓浮现。只是这道族纹虽然通体呈现金色，却仿佛有着一层污浊缠绕，看上去是如此的暗淡无光，甚至看上去有些不干净的感觉。望着这一幕，在场的古族长老都是神色大变，一抹寒意突兀的从他们的心底缓缓涌上心头。他真的被夺舍了。我记得他当年明明是8品巅峰的血脉之力，如今族纹所显现的血脉之力却是快要跌落到7品了。而且他的血脉之力明显多了一种不纯净之感，虽然依旧是8品血脉，却比很多7品血脉的纯净多不如。这一刻，古族的所有长老们都慌了，有几人脸上更是露出一抹哀伤。他们都是与古阳同一时代的人，与古阳的关系可谓相当不错，大家一起陪伴了近1000年的岁月。可当看到古阳头上的族纹之时，他们都是明白了萧炎所说的是真的。自己的好大哥，老伙计，原来早在100年前就已经被人换了灵魂。他们这100年来相处的，竟然是一个魂族派来的奸细。真正的古阳，早在100年前就已经死了。唉，古元眼中也是露出一抹悲哀，转而便是化作了一片怒火。好一个魂族！他的目光渐渐变得冰冷，最后落在那已经脸色阴沉如水的古阳身上。交代你的遗言吧，魂族令我族损失了一位好长老，一位5星斗圣级别的支柱强者，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遗言？古阳冷笑一声，目光最后落在那角落当中笑容依旧的萧炎身上。小子，我在这古族蛰伏隐忍100年，今日竟然被你这个小杂碎给毁了我的大计。有你存在，必然会成为我族大计的绊脚石。话音落下，他的一张脸庞之上已经满是怨毒之色。反正都是一死，老夫今日就先除了你这个祸害。话音落下，他的浑身斗气彻底爆发，似是要直接冲向萧炎，同归于尽。放肆！一道怒喝响起，顷刻间，方圆万丈的空间在这一刻都仿佛凝固了一般。只见下一刻，古元已经抬起了手掌，顷刻间，古界的能量仿佛海水一般沸腾起来，然后不断的汇聚、压缩，几乎是在刹那间，便是化作了一只完全由能量组成的巨大手掌。在我古族的地盘上撒野，我看你是活腻了。古元的声音当中蕴含着愤怒。古阳在他麾下待了几百年，就算是一条狗都有感情了，更何况是古族的长老，就这么被魂族的家伙不明不白的夺舍了，实在是令他怒了。只见他那巨大的能量手掌朝着下方狠狠一拍，咚！顷刻间，这位5星斗圣竟是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便是被这巨大手掌给直接拍得趴到地上。而造成如此之大的动静，众人脚下的山峰却是没有丝毫的摇晃，因为在那地面之上，原本平静的空间已经瞬间凝聚得无比坚硬。9星斗圣巅峰与5星斗圣之间虽然仅仅只是差了4星的修为，真正的差距却是比5星斗圣和半圣之间的差距还要巨大。尤其是古元和魂天帝2人，早就在1000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9星斗圣巅峰，无数岁月下来，他们的实力要已经足以称之为半步递进的程度。何为半步递进？就是不但自身修为已经达到了这个世界的极致，就连各种手段都已经炉火纯青，无论是灵魂力量还是空间掌握，他们距离斗帝这一境界只差最后的一道元气了。被古元轻松镇压，古阳发出了极为不甘的怒吼。然而任由他如何反抗，都是没有丝毫的办法。他与古元之间的差距，几乎跟古元与斗帝之间的差距相似。岳父大人，先不要急着杀他。关键时刻，萧炎却是再度出声阻止，令古元等人再度略微错愕。不过几番接触下来，古元对于萧炎的评价已经再度提高了一个层次。在听到萧炎的话之后，也没有急着反驳，而是轻轻点了点头，手掌一伸，磅礴的能量便是直接化作一道牢笼，将古阳直接封印起来。在他面前，古阳只能算是一只老鼠而已。哼，成王败寇，有本事就杀了我，放我一马，又是什么假惺惺的姿态？古阳身体被束缚住，但依旧冷笑着看着萧炎，显然是满脸的不服。小子，我今日虽然栽在你得手里，但你早晚有一天会死在我族的手里的。听到古阳那喋喋不休的话语，萧炎却只是冷笑一声，暂时留你一命，并不是要放过你，而是想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望着萧炎那一脸淡漠的笑容，古阳却是心头微微一颤，心中莫名的感到有些发寒。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能做的最绝的事情，
也不过是杀了我而已，他还能干什么？古阳大脑急速运转，却是想不到萧炎究竟要干什么。诸位，萧炎缓缓站起身，一双眼睛扫过古元，也扫过古族的诸多长老。古阳的事情，只是我带给大家的一道开胃小菜。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是关系到整个古族，甚至整个远古八族，乃至整个斗气大陆的事情。萧炎语气依旧平和，但却令那些长老们都微微一怔。你小子到底还要说些什么？赶紧一股脑的都说出来吧！古族三仙当中，一人催促道。自从这小子来到古界之后，他们这些老家伙的心情已经是经历了三起三伏。上千年古井无波的心脏，在今天接连起伏了好几次，受到了多重刺激。在这样的刺激之下，饶是这些斗圣强者们都是感到有些心累。听到老者的催促，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只是神色变得严肃了许多。混天帝，既然你想要玩先下手为强，那我萧炎自然也得先发制人了。萧炎目光扫过众人，低声道：我今日所说之事关系重大，还望各位听到之后尽快传达到远古八族的其他好友那里，否则最多10几年就会有劫难降临。听见到萧炎如此严肃，一群人此刻也是略微严肃了一些，目光都紧紧地盯着萧炎，心情莫名的有些紧张。诸位，你们可还记得吞灵族？在众人的目光当中，萧炎缓缓开口了，一开口便是令众人的心脏再度一跳，尤其是古族年纪最大的几位长老，包括古元，此刻更是眉头紧皱。吞灵族是远古时期的一支强大族群，即便是在斗帝消失之后的无数年里，吞灵族也依旧是斗气大陆上最为强大的族群。萧炎看着众人说道：这一族不但实力强大，更是可以吞噬其他斗帝家族的血脉之力，因而可以长久不衰，并且一直保持巅峰战力。斗帝消失之后，吞灵族在剩下的万年时光里，依旧吞噬了2个斗帝家族，从而引起了诸多古族的忌惮和危机。所以，包括今日在内的远古八族和更远的一些顶尖族群，便是联手灭掉了吞灵族。我说的可对？萧炎目光看向了最上方的古元和黑烟王古烈。闻言，两人包括另外2名古族长老都是微微点头。不错，当年剿灭吞灵族的那场大战之时，我才刚刚接任踏入斗圣不久，也是经历了那一战，我才成了古族的少族长。古元微微点头，吞灵族的覆灭是比萧族更早的事情了。那时他和萧玄魂天帝也都只是族内天骄，刚刚成为少族长而已。不过那场大战的惨烈程度，依旧是令古元都有所心悸。我要说的就是这个。萧炎看着古元，又最终将目光看向了那神色再度变化的古阳。吞灵族并没有完全的覆灭，吞灵族的最后一位族长是被上一代魂族族长杀死的。可是岳父和各位前辈可曾见到吞灵族族长的尸体？他的话音落下，包括古元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神色大变，其面容紧张程度要比听到萧炎连斩3圣和古阳是魂族卧底都要更加动容。吞灵族族长那一身可以吞噬血脉的诡异力量，都已经被魂族的虚无吞炎给吞噬炼化了。萧炎目光看向古元，却看到古元的脸色头一次出现难看与忌惮的神情。岳父难道就没有发现，魂族这么多年下来，就从来未曾出现过血脉衰败的迹象吗？他们出现的时间可是不比萧族晚啊。听到萧炎的话，广场上的氛围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这次的变动可是不同于过去的任何一次，不再是震撼、吃惊，而是一种浓浓的凝重和忌惮。也就是说，魂族已经继承了吞灵族那吞噬血脉的能力。沉默片刻，古元终于开口了：不错。萧炎微微点了点头，这才将目光再度投向古阳，笑眯眯地说道：这种机密，魂族的普通族人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你身为魂族的斗圣，想必一定会知晓这件事情吧？听到萧炎的话，古阳的神色反倒是缓缓变得十分平静，有些冷笑地看了一眼萧炎道：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啧，还装起来了，不过你装的也不怎么像呢。萧炎冷笑一声：无论你是不是装的，都无法掩盖你们魂族这么多年下来血脉始终未曾衰败的事实。萧炎也不过多解释，因为证据就摆在面前。魂族的历史几乎是与萧族、药族、石族、灵族是同一个时代的，然而无数年下来，其余几族的血脉之力都已经面临枯竭，但魂族却是从未出现过血脉之力枯竭的消息，仅此一点便是足以令人心生怀疑了。像雷族、炎族出现的时间都要比这几族要晚一些，如今也已经出现了血脉之力即将枯竭的征兆。唯有古族，因为古族在斗帝消失之前还出现过一位斗帝强者，所以古族的血脉之力到现在也依旧能保存一些。所以单单是这一点，魂族便是已经有了摆脱不了的嫌疑了。岳父，既然他已经知道了魂族要面临的麻烦，那留着他的最后一丝价值也就不存在了。这古阳可以杀了。萧炎看着古元，暗中提醒了他一句：之所以留着这古阳最后一命，不是他有着任何的怜悯之心，只是想让这家伙死个明白，
让他知道魂族即将面临一个天大的麻烦。这一切只是萧炎的一个恶作剧罢了，除了故意恶心一下古阳，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当然，在听到这句话之后，古阳那原本强装平静的脸庞终于是绷不住了。萧炎，你这个王八蛋，你等着吧，我族一定会杀了你的。萧炎，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古阳激动的破口大骂，恨不得把萧炎祖宗18代都给骂一遍。他本以为萧炎留着自己是打算做什么交易，却完全没想到他只是想让自己死得更加绝望一些。虚无吞炎的秘密可是魂族当中的最高机密，除非是生擒一尊魂族斗圣将之搜魂，否则绝无可能知道。可是魂族的斗圣怎么可能会被搜魂？要知道，想要给斗圣强者搜魂，至少要有天境大圆满的灵魂力量才能做到。而且族内斗圣一旦被抓到，难道还来不及自毁灵魂吗？古阳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个想法，但最后又被他自己否决了。他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萧炎到底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哼，想让你魂族有人抽出手来围杀我？萧炎坐在椅子上，依旧是悠哉悠哉，看待古阳的目光充满了戏谑。你觉得远古8族的人一旦知道了魂族藏有吞灵族力量的事情，你魂族还能好过吗？除非他们主动将虚无吞炎交出来，否则怕是连魂界的大门都走不出来了。萧炎看着那气的嘴皮子都在发抖的古阳，心中暗爽。这就是重生的魅力啊！3句话坏了魂天帝的千年大计。以吞灵族那对于诸多远古种族所造成的可怕记忆，这些古族一旦知晓魂族拥有这种手段，一定会积极自危，恨不得直接联手灭了魂族。魂族的确很强大，一旦爆发起来，甚至在古族面前也能保持绝对优势，甚至前世的3族联军都要处于下风。但若是其他6族联合起来呢？即便魂族底蕴再深厚，也难以有什么真正的优势了。药族、石族、灵族虽然实力很弱，但若是联合在一起，也依旧是一个颇为强横的势力。就算比不上古族，但凑在一起也能凑出来30位斗圣。30位斗圣联合在一起，特别其中还有1位7星和3、4位6星，这般阵容也足以令任何一位8星斗圣暂避锋芒。不过仅仅如此还不够。萧炎看了一眼古阳，眼中戏谑之意更加浓郁。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魂族4大元老，魂族4魔圣，魂虚子。萧炎嘴里十分顺溜地说出了一系列的名字，每说出一个都是令古阳的脸色苍白一分。魂族现在真正的实力，除了魂天帝和虚无吞炎达到了9星斗圣，还有4个8星斗圣，8个7星斗圣是吧？萧炎这话音落下的瞬间，不但是古阳的脸色已经变得无比难看，就连古元和其他古族长老的脸色都是无比的难看了起来。这魂族的实力已经强到了这种程度了吗？萧炎，你对于魂族到底还知道多少？古元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萧炎却是嘿嘿一笑，微微摆了摆手。魂族这些年之所以派魂殿大肆收集灵魂，就是为了帮助虚无吞炎的灵魂踏入到地境，如此一来，他们便是可以实行接下来的计划了。萧炎双手一摊道：我所知道的也就只剩下这些了。听到萧炎的话，古元心中的惊怒终于是在这一刻汇聚在了掌心之中。该死！他手掌对着古阳的脑袋狠狠一拍，下一刻，古阳那一双几乎要将萧炎生撕了的眼睛便是在这一刻骤然崩溃涣散。很快，这位魂族潜伏而来的斗圣强者便是彻底灵魂消散，这一掌便是粉碎了他的灵魂。古阳长老生前为我古族做过很多贡献，但在100年前遭遇了魂族的迫害，如今算是真正解脱了。古元目光扫过一名古族负责族中礼仪的长老道：按照斗圣长老的规格，将其厚葬了吧？是，族长。那名长老点头领命，看向那双目已经无神的古阳尸体，却是一脸的悲愤。这一刻，古族当中的大部分长老脸上都是带着悲愤的表情。一位5星斗圣，几乎算是族内顶梁柱的顶尖强者，竟然就这么被魂族的家伙给偷偷灭杀，连肉身都被魂族的灵魂占据了100年。这是对古族的侮辱，更是对古族的威胁。古道长老，你派遣麾下强者，按照族长礼仪，将我的玉符迅速派遣到雷、炎、药、石、灵5大族群，将其交给各族的族长。古元眼中已经露出了杀机。早在当年，他便是已经对魂族抱有警惕之心，却没有想到魂族这些年暗中已经拥有了如此可怕的实力。如今若是生死搏杀，即便是古族也会被魂族占据绝对的优势。当今之计，也只能联合其他5族共同压制魂族了。只是如此看来，即便是剩下的6族联手对上魂族，怕是也占不了太大的好处。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后悔当年的犹豫。只是如今，后悔已经晚了。萧炎啊，你再将魂族的情况具体说一下吧。古元声音低沉，显然是充满了凝重。是，岳父大人。萧炎也不在意浪费一些口舌，
仔细地将魂族的实力彻底地分析了一遍，听得古元等人脸色越发的凝重。1名9星斗圣巅峰，1名9星斗圣初期，4名8星斗圣，8名7星斗圣。当古元听到魂族的真正实力的那一刻，饶是以他都是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寒意。这般实力若是拼死搏杀，怕是足以强行灭掉古族了。至于其他远古种族，魂族若是全部出动，怕是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就能将他们灭掉，也就对付古族会让他们伤筋动骨一番。可以说，魂族现在的所有高层力量，就是将其他6族绑在一起，也不过相差无几，甚至于他们还多出了一尊虚无吞炎这等9星斗圣初期的战力。在这种层次的战斗当中，1名9星斗圣初期的存在，完全是有希望左右整个战局的。所以，我的建议是，暂时不要将魂族逼得狗急跳墙了。萧炎站在人群中央，望着那些面露紧张之色的古族长老们，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紧张，反倒是依旧从容。你的意思是？古元缓缓抬起头望着萧炎，暂时不要跟魂族火拼，可以与其余几族形成联盟，搭建互通的能量通道，防止魂族偷袭。萧炎声音平静，却是令众人纷纷点头。但若是仅仅如此，我们怕是很难耗得过魂族。黑鹰王却是微微皱起眉头，倘若魂族真的有4尊8星斗圣的话，那这阵容实在是太过危险了一些。若是仔细一算，他们一方的所有强者也不过仅仅只有黑烟王古烈、雷族族长雷莹、炎族族长炎镜有次实力达到8星斗圣罢了，即便是全部加起来，都还要比魂族少上1人。当然，那2族的族长修为都达到了8星斗圣后期，必要情况下以1敌2也是能够做到的。毕竟那4个老家伙已经是类似于活死人的状态，虽然能够爆发8星斗圣的战力，但却未必能够一直持久。至于7星斗圣层次，3族加起来便是有着足足7人，加上药族族长药丹倒也足够。这一些都是一些巅峰层次的战力。若是算上5星斗圣以下的战力，还是6族更占一些优势的。而且每个古族都有自己压箱底的底牌，一旦全力爆发，威能都是不可小视。哪怕是灵族、10族这些已经堪称衰败了的斗帝家族，也依旧是真正的斗帝家族。他们族中都有着各自斗帝留下的宝物阵法，举族之力爆发，怕是8星斗圣也能暂时拦住，7星斗圣更是可以轻松匹敌。饶是如此，经过众人的计算，哪怕是远古6族联手，竟然也只能与魂族平手。到了这一刻，他们才知道魂族隐藏的实力到底是有何等的可怕。真是不知道这些消息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良久之后，古元这才忍不住叹息一声。萧炎只是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古元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群长老一眼，众人先是微微一愣，旋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很快，这些人老成精的家伙便是明白了古元的心思。时间不早了，该回家看孙子了。萧炎，有空到我这来玩。哈哈，还叫萧炎，以后要叫姑爷了。那不是，你们这群老东西，今后要叫姑爷了。说谁老东西呢？你不是老东西。一群古族长老相互对视一眼，都打着哈哈跟萧炎告别，只剩下古元和俏脸微红的轩儿留在原地。哎，你这小子真是把我家这丫头给吃得死死的啊！等到众多长老离去，古元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俏脸通红的轩儿，轻轻摇了摇头。闻言，萧炎也只是微微一笑，两人方才的称呼早就在一场场的交谈当中改变了。看得出来，古元对于他这个女婿很满意，所以当着古元的面，他也是丝毫的不怯场，手掌一伸，直接握住了轩儿的柔仪。这般大胆的动作令轩儿那白皙如玉的脸庞更加的红润，一旁的古元更是嘴角微微抽搐。岳父大人，接下来便是让我先进入一趟天幕，待我从天幕当中出来之后，对付魂族便是应当更有把握了。萧炎一开口，便是令古元微微一怔，旋即才轻轻点了点头。可以，虽说送你进入天幕需要费点力气，不过到了这一步也无所谓了。按照往常的规矩，天幕应当是20年才能开启一次，是远古8族需要共同遵守的规矩。不过身为古族族长，古元对于天幕自然有着些许的操纵能力，虽说不能完全开启天幕，但放萧炎进去并非是什么难事。在魂族的压力和贤婿的虔诚面前，他还没有迂腐到这种程度。见到古元点头，萧炎也是微微一笑，只要古元答应让他进入天幕就够了。萧炎曾经成为过天幕的主人，对于天幕自然是无比的了解。只要古元愿意，哪怕古元本身打不开天幕的大门，他也照样有办法进去。等他将天幕当中的能量体尽数吞噬，想必也就可以真正的踏足到至尊境界了。一旦踏足到这个境界，当是强者除去古元、魂天帝和竹坤，萧炎便是再也无所畏惧。因为随着他的实力踏入至尊境界，他的灵魂力量也会达到地境。有着地境灵魂的加持，哪怕是虚无吞炎萧炎也同样不会太过在意。因为达到地境之后，他的灵魂攻击手段将会真正的无敌于斗气大陆，
哪怕是古元和魂天帝两个同样达到地境的，在被萧炎的灵魂手段攻击之后，都要受到干扰。第二件事情就是麻烦岳父要替我收集2种异火了。萧炎看着古元笑道：“炎族和药族都有系统的培养异火的手段，尤其是炎族，他们的族中一定有多余的异火。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怕是要进入天幕暂时闭关，就需要岳父替我与炎族好好联络了。仅仅突破到至尊境界，虽然可以令他战力大涨，可却并不能让他拥有绝对的实力。”萧炎想要拥有匹敌甚至碾压魂天帝的力量，除了要尽快提升修为之外，更是要将至尊法身真正的凝练出来。他的地眼法身现在只能算是一个雏形，想要真正凝练出来，至少需要9种异火作为原材料，以及堪称海量的可怕能量。如今他手中已经有了足足6种异火，竟连妖火也是已经有了具体方案，只差2种异火作为辅助，便是可以铸就至尊法身。到那时，除非是真正的斗帝强者，否则萧炎还真谁都不怕。异火，古元沉吟片刻之后，也是微微点头。炎族当中有着足足5种异火，其中火山实验室已经被系统培育出来的，以我的面子付出点代价换取1枚火山实验不难。古元也是知道萧炎修炼需要异火帮助的，所以很快就明白了萧炎的意思。仅仅火山实验还不够，最好再得到1种异火，而且品级越高越好。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道：“至于代价，就不用岳父出手了。您可以告诉炎族，甚至所有古族，15名之后的异火，我可以出手帮助炼制1枚9品宝丹；若是15名之前的异火，我可以帮助炼制1枚9品玄丹。”听到萧炎的话，古元正欲大方地挥挥手，手中的动作却是戛然而止。你小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古元的目光忽然死死地盯着萧炎。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已经能够炼制出9品玄丹了？见到古元这般惊愕的表情，萧炎也只能是微微一笑，想让自己看起来低调一些。以我现在的实力，9品宝丹是可以轻松炼制的，至于9品玄丹的话，还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不过等我从天幕当中出来，应该就会很轻松了。听到萧炎的话，古元沉默了良久，这才看了身边的女儿一眼，目光再度看向萧炎。你真的不是某个斗圣夺舍？哼，岳父大人不如觉得我是斗帝夺舍更好一些。萧炎半开玩笑地说着，古元却是眉头微微一挑，似乎信以为真了一般。闺女啊，你可要小心一些。良久之后，古元这才无奈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宝贝女儿。你这小情郎可别真是妖怪变的。听到古元的调侃，薰儿只是红着脸，一双纤细素手却是轻轻抱着萧炎的手臂。如果萧炎哥哥是妖怪变的，那我就当个妖婆好了。望着少女这副模样，古元忽然有些心痛地拍了拍额头，萧炎却是笑而不语，只是目光望着少女浅笑的绝美脸庞，眼里满是柔和。萧炎啊，薰儿是我族1000年来最为珍贵的神品血脉，在她未曾达到斗圣之前是不能破身的，这事我得跟你说清楚。知道了，岳父。虽说我与族中都承认了你的优秀，但是你如果干出这种事来，就算我不出手，族中其他长老也会把你腿打断的。知道了，岳父。知道了，你还往薰儿的房间跑。古元终于是忍不住了，这年轻人脸皮怎么比萧玄还厚呢？看到古元那终于不再掩饰的表情，萧炎也是咧嘴一笑，不再继续向前，只是走到薰儿面前，轻轻揉了揉她的脑袋，然后在她恋恋不舍的目光当中，将她送回了自己的住处。见到这一幕，古元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个混蛋小子，当着自己的面就想拱自家的白菜不成？见到古元这副模样，萧炎心中却是微微吐槽：我们老夫老妻的，在房间里聊聊天还能怎么样？实在不行，睡个素觉也可以的。你这老丈人管的实在是忒多了一点。不过这些话他终究是没有说得出口，毕竟他现在的实力还是不如古元的，一旦把这老家伙惹怒了，自己今天也得不好受。见到萧炎如此懂事，古元也终于是不再多说，而是带着萧炎来到了一处古族最好的招待住处。两人关于如何对付魂族的事情进行了仔细商量，最后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共识。经过这1个时辰的长谈，古元这才得到了满意的计划，笑着离开了萧炎的住处。等到古元离开之后，萧炎才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望着这处熟悉的客房，也是不再多想，闭目再度修炼起来。此地作为古族招待贵宾的客房，是经过专门调整，甚至刻画了阵法的，能量的浓郁程度不说是古界之最，也足以排在最前面。虽说明天就可以进入天幕了，但萧炎还是不愿浪费时间，心念一动，那体内炎神法身右手之上的混沌熔炉便是开始迅速旋转起来。伴随着混沌熔炉的旋转，那古界当中浓郁的能量便是开始化作一道隐晦的庞大漩涡，朝着萧炎的方向汇聚而去，几乎凝聚成实质的海量能量，在进入房间之后便是直直地灌注到了萧炎的头顶，最后被其体内的混沌熔炉快速提炼精纯，化为极为精纯的能量，然后再被快速转化成一道道灵力。在萧炎闭关专心炼化着能量的同时，那古族的某处山峰之上，
古元此刻也是目光落在萧炎的住处位置，良久之后才轻轻一叹，了不起，如此年纪能够达到这一步，难道这小子真的是斗帝转世不成？望着萧炎住处的天空处隐隐浮现的庞大能量漩涡，古元又不禁想起来白天萧炎给自己的单独传音，我可以让古族再度出现2位斗帝。一想起这句话，古元就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沸腾。斗帝啊，这个境界他已经等待了多少年，一旦想到这里，他的心头都是一片火热。虽然不知道萧炎到底有着怎样的手段，但他的直觉却是令他觉得此事可行，因此他对于萧炎的态度已经是在无声无息之间亲和了许多。一夜无眠，古界虽然没有真正的太阳，但斗帝强者却是可以将斗气大陆太阳的投影汇聚在古界的天空之上，从而在古界上空凝聚出一个高仿的太阳。所以当第2天的阳光落在房间当中的时候，萧炎也是在此刻缓缓睁开了双眼。此刻他体内的混沌熔炉当中已经再度多出了8滴完全由灵力凝聚成的灵液。虽然萧炎的实力尚未达到至尊境，但他的种种手段却是早已超越了大千世界的寻常至尊境，因此他所亲手凝练的灵液自然也是可以称之为至尊灵液。这点至尊灵液想让我冲击至尊境界实在是远远不够。萧炎望着自己体内那已经汇聚了上千滴的至尊灵液，忍不住轻轻摇了摇头。1滴至尊灵液便是需要1枚完整的7阶魔兽魔核才能凝练出来，几乎相当于1位斗宗强者的毕生斗气。萧炎这些年接连炼化了不少的宝物，包括炼化3000焰炎火之时，也是残余了大量的星辰之力被他转化为了至尊灵液。然而这些至尊灵液连普通强者冲击至尊境界都是远远不够，更何况是萧炎。以他修炼出来的那可怕基础，他要突破至尊境所消耗的至尊灵液，怕是别人的10倍100倍不止。若是纯靠修炼来凝聚，怕是没个10年都无法冲击至尊境界，而且这10年的时间还得是在古界这样的能量充裕之地。不过还好，萧炎望着那渐渐亮起的天空，嘴角缓缓泛起一抹笑容。还好他知道天幕，知道黄泉妖圣的古墓，知道太虚古龙等等一些大陆的秘密，而随着天空渐渐的亮起，距离他进入天幕的时间也就不会遥远了。当萧炎站起身的时候，古元的身影已经再度出现在了他的房间门口。走吧，虽说强行开启天幕也没人能阻止，不过这件事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古元看着萧炎，萧炎也是微微点头。天幕如今虽说留在古族，但毕竟远古8族都有进入其中的名额，以这一世的发展时间来看，距离下次开启怕是需要10年不止。两人没有惊动古界的任何人，就这样一路来到了天幕入口所在处的山脉面前。走到此处，萧炎望着这片熟悉的山脉，脸上也是露出一抹熟悉的笑容。天幕并非是古族和萧族的祖先所创造，而是一位更为古老、更为强大的斗帝强者所开辟。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远古族群越来越少，最终落到了古族的手中。无数年下来，天幕当中所积累的能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极为骇人的程度，到了这一步，哪怕是对现在的萧炎都有着巨大的帮助。所以达到至尊境界所需要的庞大能量也是尽在其中。以我的实力，虽然可以强行打开天幕，但你即便是进入其中，也只能在其中待上1年的时间。古元目光看向萧炎，却发现萧炎的笑容始终是从容的吓人。岳父大人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在这天幕当中多待上那么一段时间。听到萧炎的话，古元的目光也是忍不住的再度一缩，最后才有些好奇与无奈的看着萧炎。你这小子真是古怪的令人发指。话音落下，他也是不再犹豫，大手一挥，天地间的能量便是宛如能量潮汐一般汹涌呼啸，宛如海洋一般汹涌。只见他双手用力一撕，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便是被这浩瀚的伟力强行撕开。9星斗圣巅峰出手就是如此的可怕。伴随着这道空间裂缝的出现，一股古老和荒凉的气息也是缓缓从那空间裂缝当中传来。事不宜迟，早去早回。古元看着萧炎低声道：萧炎闻言也是迅速点头，同时目光也是看向了古元，神色郑重了几分。我闭关的这段时间，其余5族的事情就要劳烦岳父了，暂时无需与魂族发生矛盾，一切等我从天幕当中出来再说。闻言，古言也是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虽然觉得萧炎昨夜的计划有些不可思议，但想到这家伙的表现，他却是觉得萧炎身上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算稀奇。见到古元如此，萧炎也是不再多想，脚步一踏便是进入到了天幕当中。见到萧炎消失在空间裂缝中，古元手掌抹过虚空，那道裂缝也是徐徐的消散而去。这时他的目光也是缓缓扫过身后，只见不知何时，一道曼妙倩影已经是出现在了两人的身后，正一脸担忧的望着那迅速愈合的空间裂缝。古族当中能够如此担心萧炎的女子，除了薰儿，
还能有谁？你这妮子！看着女儿那一脸担忧的表情，古元却是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萧炎都能击杀魂无涯这种3星斗圣后期了，这等实力就算是在天幕当中也是足以横着走了。除了萧玄那道残魂一般的能量体，怕是无人能够再威胁到他了。而以萧玄的性格，在见到自家出了一个如此后人之后，怕是激动的要跳起来了，哪里会做出对萧炎不利的事情？薰儿轻轻点了点头，但目光还是盯着天幕的位置。见到这一幕，古元再度叹了口气。那这段时间你就暂时留在这里修炼吧，到时候我会安排族中的各位长老过来指点你的。听到古元的话，薰儿脸上这才浮现出一抹笑容，转而冲着古元甜甜一笑：谢谢父亲。古老的空间寂静一片，伴随着一阵空间的扭动，一道身影也是踏着空间缓缓浮现。望着面前这处熟悉无比的空间，萧炎的眼中也是缓缓地浮现一抹感慨。天幕依旧是如同记忆当中的那般被灰蒙蒙的雾气笼罩，整个世界充斥着一种孤独与死寂，隐约透露出一种腐朽的味道。对于这里，萧炎眼中却是带着怀念。前世的时候，他便是在这里完成了血脉更换，更是在萧玄的帮助之下，从天境大圆满最终踏入到了地境灵魂。在这里的第3层，有着他的先祖孤独地守在那里守了上千年。进入到天幕第1层之后，萧炎也并未掩饰身上的气息，只是任由他那活人的气息四处飘散。那庞大的灵力和肉身的气息一旦散发，便是会令天幕当中的能量体如同嗅到鲜血的鲨鱼一般疯狂地涌来。一旦他们汇聚于此，那可就不能怪萧炎无情了。感受着那四面八方正在朝着自己汹涌袭来的众多能量体，萧炎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担忧，只是目光依旧落在那天幕深处，也就是那天幕3层所在的地方。先祖，这一世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手段，可以将您直接复活。萧炎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前世的时候，萧玄为了帮他灭杀天幕灵魂，不惜燃烧自己的灵魂力量去战斗，这才取得了天幕的灵魂本源，让萧炎的灵魂力量终于达到了地境。然而这么做的代价，却是萧玄燃烧的只剩下了最后一丝生命印记，也就是那一缕虚无缥缈的真灵。面对这种情况，即便是萧炎成帝之后，都是没有办法直接复活萧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萧玄已经算是彻底的死了。所以前世萧炎虽然最终复活了萧玄，但却是用另一种方式复活的，那就是将这一缕生命印记打入尚未酝酿出灵魂的婴儿体内，让这缕真灵再度转世，重新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这么做的代价，就是这婴儿出生之后将再无前世的记忆。简单来说，便是当他复活的那一刻，他已经不是萧玄了。当然，随着这名婴儿的不断成长，当他成长到一定程度，也就是突破到天至尊之后，他或许有希望能够觉醒部分前世的记忆，但若是想要彻底的恢复，却是需要修炼到主宰，也就是神之的境界。好在当初萧玄的传说太多，萧炎在将新的萧玄接回之后，经过古元萧晨等人的帮助，才终于再度拼凑出一个萧玄。不过在大千世界的万年岁月之后，萧玄却是真正的突破了天至尊的桎梏，成了大千世界新的神之境强者之一。这些对于现在的萧炎而言都不再是什么问题了。以萧玄现在的状态，萧炎有至少3种方法可以将萧玄直接复活。当然，以萧玄的生前境界，想要将他复活所需要的材料和难度，肯定是比复活药老还要难上无数。不过萧炎相信，这一切对他而言不过是时间问题。9星斗圣巅峰的肉身，魂天帝那里不久有一个现成的吗？萧炎想起漫步行走在天幕1层的大地之上，嘴角已经缓缓浮现出一抹笑容。而在这时，一道道身体略显虚幻的能量体也是从他周围的四面八方缓缓围了过来。1道、2道、3道，短短片刻，密密麻麻上百道身影已经将萧炎团团围住。血肉，这些能量体的口中发出无意识的呢喃。天幕1层的能量体实力最弱只是堪比3星斗尊罢了，最强的也不过相当于8星斗尊。尤其是那些3星斗尊层次的能量体，他们的灵魂意识本就弱小，在漫长的岁月和天幕意志的干扰之下，早就没有了智慧，只知道本能的攻击一切活着的生命。即便是那些达到8星斗尊层次的能量体，其本身的智慧也是少得可怜。望着那密密麻麻的将自己围起来的众多能量体，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慌乱，反倒是在这一刻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笑容。姐姐，现在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萧炎怪笑一声，下一刻他的身形便是如同鬼魅一般的消失在原地。是，一只手掌直接穿过其中一只能量体的身体，手掌微微一震，那能量体眼中刚刚露出一抹恍惚，便是已经彻底消散。而在那手掌的中央，一枚不足拳头大小的能量晶核，却是被萧炎掌心升起的绚丽火焰直接吞噬。混沌熔炉，出来吧！萧炎大笑一声，张口一吐，
原本只有丹药大小的混沌熔炉，在这一刻便是瞬间从口中飞出，眨眼之间便是化作巴掌大小。炽热的高温令天幕的空间都是在微微扭曲。见到那混沌熔炉的出现，那些行走在天幕的能量体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吼叫。他们虽然已经失去了灵智，但身体还剩下一些本能的反应，此刻都是潜意识的觉得危险即将到来，竟然一个个的想要逃跑。只可惜到手的肥肉萧炎又怎么可能放过？只见萧炎信念一动，身体几乎在瞬间化作数十道幻影。这些幻影每出现在一名能量体的面前，那名能量体便是尚未来得及攻击，就被萧炎直接一拳打爆。不但是那能量体核心的能量晶核，就连这能量体本身外表的一些能量，都是被混沌熔炉爆发出的可怕吸力瞬间吞吸。一枚枚能量晶体如同不要钱一般被混沌熔炉不断的吞吸到其中，绚丽火焰升腾之间，这些能量晶核仅仅坚持了不足一炷香的时间，便是迅速融化，最后被混沌熔炉疯狂炼化，转化为一道道磅礴灵力，灌注到了萧炎的体内。滴答滴答，萧炎的气海中央，一团经过他辛苦凝聚成的至尊灵液湖泊上方，一滴滴新的至尊灵液仿佛下雨一般不断滴落。一枚能量晶核，即便是不如8阶魔兽的魔核，其中蕴含的能量也是绝对超过7阶魔兽的魔核。而一些强大如8星斗尊的能量体，其能量晶核当中的能量是绝不逊色于普通8阶魔核的。所以一道能量晶核在经过炼化转化之后，也至少能够凝聚出5滴至尊灵液，多的更是能够凝聚出20滴甚至30滴。这密密麻麻的上百道能量体在被萧炎彻底轰杀完毕之后，那浩瀚的能量已经是令萧炎体内的至尊灵液湖泊扩展了1倍不止。真舒服。萧炎双目微微发亮，望着那已经再度变得空旷了许多的地面，最后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虽然这些能量的确丰厚，但想要让我冲击至尊境界还是差了太远。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身形一动，便是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天幕的其他方向疾驰而去。每到一个方向，他只需要停留片刻，便是有了大量的能量体朝着他围过来，然后再被他风卷残云一般的迅速灭杀。在萧炎这种如同饕餮一般的扫荡速度之下，整个天幕一层的能量体几乎是在短短1天的时间当中便是消失了大半。而在消灭了足足上千道能量体之后，萧炎体内的至尊灵液湖泊终于是扩大了10倍的体积，那可怕的数量怕是已经达到了上万滴的程度。还不够。面对这种情况，萧炎不但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反倒是变本加厉。他并没有给今后来到天幕的天骄们留下一些机缘的想法，倒并不是萧炎太过片草不生，实在是等到下一批8族天骄进入天幕的时候，他恐怕早已成帝了。不但是他，恐怕那时候古元和竹坤都要差不多要成为斗帝了。对于这种情况，萧炎自然是没必要多等，到了那时候，拥有斗帝实力的自己完全可以创造更好的试炼环境，给那些8族天骄更好的资源。所以萧炎没有丝毫的犹豫，短短2天的时间便是将整个天幕1层彻底扫荡一空，然后便是迅速杀入到了天幕2层当中。天幕2层的能量体的确是变得更加强大了许多的，然而对于萧炎而言，这也算不上什么，毕竟其中连一尊斗圣级别的能量体都没有。所以短短3天的时间，天幕2层的能量体也是被萧炎屠戮一空。而在剿灭了整个天幕2层的能量体之后，萧炎体内的至尊灵液数量已经是从1万暴涨到了5万的层次。如此浩瀚的至尊灵液，若是转化为斗气大陆的能量的话，怕是足够5个半圣顺利突破到斗圣了。然而这些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似乎还是有些不够，还差一点。以我的根基，想要冲破气海柱救至尊海的话，无论如何也得有至少10万的至尊灵液啊。萧炎摇了摇头，他毕竟不是普通人，功法一火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虽然普通的大千世界至尊等于斗气大陆的斗圣，而借着灵力和诸多手段，一名1品至尊至少是可以与2星斗圣厮杀一场的。但萧炎若是晋升1品至尊，那单纯的灵力精纯程度便是可以与寻常的3品甚至4品至尊相媲美。若是换成斗气大陆的概念，便是他突破至尊的那一刻，基础力量便是可以接近魂灭生这种层次的5星斗圣了。一旦施展手段杀魂灭生，简直是如同土狗一般容易。所以萧炎要突破到至尊所需要的能量，也是一个海量的数字。还好天幕3层不但有半圣能量体，就连斗圣级别的能量体也不少。萧炎走到了天幕3层的入口处，又不禁想起来前世萧玄将血脉之力尽数灌输到自己身上后那副白发苍苍的模样。先祖，我来了。混蛋！魂界的天空能量翻涌，无数魂族子民在这一刻都是瑟瑟发抖，就连一些魂族长老此刻都是心惊胆战，不知道族长最近到底是怎么了。在这不到1年的时间里，往日里那个喜怒不形于色，宛如书生一般文雅的族长，在这1年里已经发了2次火了。这种情况就算是当年对付萧族的时候都没出现过。
此刻，那座魂界中央的山峰之上，魂天帝却是面色阴沉如水。古阳死了。当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魂天帝的心中几乎先是一愣，旋即整个人的情绪终于是不稳定起来。良久之后，这种阴郁终于是化作了暴怒。古阳的实力虽然仅仅只能堪比5星斗圣，可在这场漫长的博弈当中，他的作用却是丝毫不弱于一位7星甚至是8星斗圣。毕竟他可以说是魂族安插在远古8族当中最大的一个卧底，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卧底。其他5族当中的卧底虽然重要，但就算暴露了也不至于如此的棘手，像药族、十族、灵族都是可以直接强行剿灭。炎族和雷族虽然麻烦一些，但若付出一些代价，却也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唯有这古族是萧族覆灭之后远古8族当中唯一一个实力仅次于魂族的超级势力。虽然魂族暗中有着诸多底牌，但想要直接强行灭掉古族，依旧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先不提有没有其他远古5族的支持，就算是没有，魂族想要灭掉古族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怕也是极为的可怕。所以，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且将驼舍古地狱得到，魂天帝才选择了将一名魂族斗圣的灵魂融合到古阳的身上，并且占据主导地位。有了这样一名卧底，魂族完全可以在关键时刻直接将那枚古地狱给偷出来。然而，古阳竟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发现了，一颗埋藏在古族甚至其他各族当中最大的一枚棋子，就这么轻易的暴露了。这让魂天帝的心情顿时变得极差，尤其是古阳的暴露，更是会让古族对于驼舍古地狱看得更加重视，这让魂天帝更加的恼怒。强吗？似乎不太现实，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偷盗几乎也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得不到古族的古地狱，那接下来的计划有什么用？魂天帝的内心无比的郁闷，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接下来的事情会让他越来越郁闷。同一时刻，古界却是再度迎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一名眉心有着火焰纹路的老者。火焰纹路宛如真实燃烧的火焰一般，有着极为可怕的炽热气息，旁人若是仔细观察，便是能够察觉到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斗圣层次。此人是炎族的一位斗圣长老。远古8族的关系十分的复杂，既可以算是盟友，但同样有着不小的竞争，毕竟这8族几乎已经算是如今斗气大陆上最强大的势力了。所以在没有极为特殊的情况下，8族族长甚至是5星斗圣以上的强者是不会轻易进入彼此各族的斗地空间当中的。毕竟对方若是真的发难，除非实力达到9星斗圣，否则想要逃出对方的举族之力围攻，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比如炎族族长若是到了药族，那药族族长虽然实力比他要弱上许多，但若是借助全药族的力量，就算留不下他，也能让他重伤。而这位8星斗圣若是到了魂族或是古族，那魂天帝或是古元若是想要杀他，他是绝对没有逃跑的机会的。当然，此次乃是古族族长亲自邀请，所以炎族也是不能怠慢，可丢了礼仪。因此，其余各族都是会派遣一位实力不上不下的斗圣强者作为使者，带着各族族长的一具灵魂傀儡来谈判。古元族长，那名炎族长老微微躬身表示对古元的敬意，古元也是笑着点头，将这位炎族斗圣迎进了古族的招待场所。至于这位炎族长老的疑惑，他却是并没有急着解释，而是笑着说等到其他各族的强者到来之后再说。同一时刻，天幕深处，萧炎却是走到了天幕3层之外的金壁面前，望着这道前世令他费了不小力气才能打开的金壁，萧炎却是微微一笑，然后身体略微转动，便是毫无花哨的一拳轰出。咚！伴随着一声沉闷声响，大片的裂缝开始从这层坚实的金壁之上扩散开来，最后稀稀拉拉地落下大片的能量碎片。在这遍布的能量碎片当中，一只仅仅只有拳头大小，散发着淡淡荧光的虫茧也是随即掉落。望着那枚巴掌大小的虫茧，萧炎却是微微一笑，能量席卷之间，直接将那枚虫茧给吸入到了他的内界当中。这一枚远古虫皇的卵一旦孵化出来，便是可以多出一名半圣级别的战力。在远古时期，很多强者都是想要得到一枚远古虫皇的虫卵，然后炼制成远古虫皇衣用来护体。不过这对于这一世的萧炎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如今的萧炎伴随着灵魂力量的越发庞大，已经几乎将前世所有的记忆都给恢复过来了，所以对于这远古虫皇的利用手段自然是有着更好的方式。远古虫皇真正的利用手段是先将其灵魂控制，然后再用独特的手段慢慢培育。随着虫皇的实力越来越强，它可以孕育出的远古噬虫实力也会越来越强。就如这远古噬虫的虫皇，虽然成长到极限也就相当于9星斗圣的层次，但若是给它足够的时间发育，那便是可以制造出一支堪比整个远古种族的大军。这头远古虫皇若是放在别人手中，最多也就是制作一道远古虫皇衣罢了，但若是到了萧炎的手中，便是可以孕育出一个比魂族古族还要可怕的虫族海洋。
当然，想要培养出如此可怕的无尽虫海，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萧炎只能在今后再找时间培育了。得到这远古虫皇卵之后，他也是不再理会身后那密密麻麻朝着自己攻击过来的远古氏虫大军，脚步一踏，便是已经来到了天幕3层当中。天幕3层已经算是天幕的核心区域了，能够生存在此地的能量体，实力最差也是已经达到了8星斗尊的层次。也就是说，能够在这第3层存在的能量体，大多都是有了各自的灵智。对于他们，萧炎也没有暂时选择大开杀戒，而是先朝着记忆当中萧玄所在的地方走了过去。伴随着萧炎的前进，天幕3层当中也有着些许的能量体来到了萧炎的面前，似是对于萧炎的血肉气息极为的贪婪。然而，这些所谓的能量体在遇到萧炎之后，却是没有一个能够接下一招。尤其是当一尊半圣级别的能量体被萧炎随意一拳轰碎之后，那方才还围绕在萧炎周围的能量体终于一个个吓得远远躲开，更有些胆小者直接将身体缩进了脚下的土地当中。萧炎想给这些家伙一个转世投胎的机会，不过若是他们不识趣的话，自己也就没有办法了。如此一路走过，看似闲庭信步之间，但萧炎的速度其实极为迅速，仅仅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便是出现在了一座古老的石碑面前。古老的石碑静静地伫立在原地，四周却是一片漆黑的空旷寂寥，令这石碑显得有些孤零零的同时，却是又有着一种帝王一般的霸道。即便是间隔无数岁月，但那石碑之中依旧是渗透着一股无法形容的气息。这种气息并不强烈，但却令得灵魂有种无法抵御的战栗之感。几乎是在萧炎来到此地的同时，那原本还平静无比的石碑之上，在此刻却是有着一道庞大到可怕的气息从中缓缓浮现。仅仅只是泄露出的些许气息，便是已经令天幕3层的空间都在微微震荡。在萧炎的目光当中，一名身着青衫的男子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缓缓地从那古老石碑当中走了出来。他有着一张并非极其的俊逸，但总是给人一种特殊味道的脸庞。黑发披肩，一对漆黑如墨的双瞳，如同黑洞一般深邃而充斥着一种异样的睿智，透着让人沉醉的魅力。而此刻，他的目光却也同样落在萧炎的脸上。在这张年轻的有些过分的俊逸脸庞之上，他看不到任何的畏惧与紧张，有的只是一种大局在握的从容和略微有些情感波动的眼睛。在那双眼睛的深处，他隐隐能够感觉到宛如宇宙洪荒一般的无垠。萧族后辈萧炎，拜见先祖。望着那再度出现的身影，萧炎的脸庞终于是多了些许的动容，最后还是单膝跪拜了下去。面前这人是他的老祖宗，是前世拼着燃烧灵魂都要给他这个后辈提供最后帮助的人。无论萧炎今后的实力有多强，面对萧玄，他总是要有着足够的尊重。哼，小家伙，你给我的感觉很不一般啊。萧玄站在萧炎的面前，神色也是颇为的激动。作为萧族这些年唯一一个靠着自己走进天幕的萧族血脉，近乎是在萧炎进入天幕的第一瞬间，萧玄便是察觉到了萧炎的存在。毕竟他在这天幕当中几乎是横行霸道，宛如帝王一般的存在。然而萧炎所表现出的实力实在是令他都感到十分的震惊，以一己之力几乎是杀鸡一般的快要将第1层、第2层的能量体全部清扫干净，而且来到了天幕3层之后，更是轻松地击杀了一名半圣级别的能量体。在萧玄的判断来看，自己这个后人的实力恐怕已经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层次，怕是真正的斗圣也丝毫不弱。而且他体内的能量气息和灵魂气息更是令萧玄感到惊诧。当然，真的令萧玄都感到震撼的还是萧炎那年轻的可怕的年龄。虽然到了这等实力很难看出真正的年龄，但以萧玄那递进的灵魂，自然是可以真正的看出萧炎真正的年龄绝对不会超过20岁。不到20岁达到这种成就，这种天赋，就算是当年的自己都远远达不到吧。想到这里，萧玄看向萧炎的目光除了震撼之外，却是多了更多的火热。天不枉我萧族，竟然出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后人。听到萧玄的话，萧炎也是微微一笑，这才抬起头看向了萧玄。晚辈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有着些许运道在身。听到萧炎的话，萧玄却是轻轻摇了摇头。从古至今，能够走到斗圣乃至斗帝的强者，哪一个不是有着大运道在身？别的不说，就算是有着绝佳的天赋，又何尝不是一种运道？小家伙，别在外面站着了，先到我这幕府当中一坐吧。以你现在的实力，想要将我族残存的最后一点血脉之力继承下来，应当是很容易了。萧玄脸上满是笑容，实力越强，融合血脉之力的把握自然是越大。当然，若是如此的话，融合血脉之力后，实力的增长也会相对小上很多。毕竟同样的力量，对于6星斗尊和半圣是不一样的效果。然而，在萧玄惊愕的目光当中，萧炎却是微微摇了摇头。血脉之力就不必了，还是留着给先祖复活用吧。听到萧炎的话，饶是以萧玄的见识和性格，都是有些茫然的站在原地。
久久没有动静。你在说什么啊？你不要这血脉之力了？你是打算背叛我们萧族了吗？还有，复活是什么鬼？见到萧玄那一抹茫然的模样，萧炎也是感到颇有意思。不过他也不好意思让萧玄一直保持这样怪异的表情，这才缓缓开口：先祖，我知道天幕的特殊情况，以您现在的状态是很难离开天幕复活的。萧炎望着神色渐渐凝重的萧玄，嘴角却是露出一抹笑容。不过不用担心，我有一计可使萧族忧而复明。当听到萧炎最后那句话的时候，萧玄的神色终于是再度变缓了。走到我幕府里说。他不禁拉住萧炎，萧炎也是没有反抗，只是笑着跟萧玄走进了这座墓碑当中。半天之后，一道开怀大笑忽然从这道墓碑当中传出，旋即震耳欲聋，最后响彻了整个天幕。萧族当心，萧族当心啊！这笑声自然是萧玄传来，几乎是在他这浩荡声音响彻整个天幕3层的那一刻，整个天幕3层的所有能量体都是忍不住神色一变，脸上都是带着极为精彩的表情。是萧玄！天啊，是这位杀星！他今天怎么这么高兴？一群高级能量体彼此面面相觑，眼中都是带着震撼和吃惊。天幕深处可不止萧玄这一具高级能量体，其他高阶能量体数量同样不少。虽然加在一起都未必是萧玄的对手，但若是仔细观察，半圣加上斗圣的数量也是有着接近100人了。他在笑什么？萧族当心！一处角落当中，2名魂族的斗圣级能量体相互对视一眼，都是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呆滞和茫然。老东西是在天幕待太久，呆疯了吧？2人对视一眼，都是看到彼此眼中的冷笑，但在冷笑之余，他们的眼底其实有着一丝被隐藏的极深极深的不安。萧族都被灭成这样了，这萧玄怎么还敢说出这种话的？而在那墓碑的内部，这位曾经生前睥睨整个斗气大陆，死后依旧睥睨整个天幕的男人，此刻却是激动的双眼都隐隐有着泪光。他万万想不到，在他陨落这么多年之后，上天竟然忽然送给他了这么大的一个惊喜。这个惊喜自然就是面前的萧炎。千年的孤寂等待令他都感觉希望快要泯灭了，任由他在天幕当中有着何等本领，都在无能力帮助萧族的残脉一点忙。很多时候他都担心萧族的血脉会彻底的消失在这天地之间，让这个古老的种族再也不可能出现。然而萧炎的出现带给他的已经不能是希望，而是一个大大的惊喜。萧炎与萧玄的解释并不算太过复杂，总而言之便是只有3个方面可以具体的概括。第一点便是萧炎借着大千世界甚至前世曾经游走在宇宙诸多大世界的记忆可以得知，他有至少3种手段复活萧玄，甚至如果他想，天幕3层的任何人他都可以复活。当然鉴于这种方法实在有些费力，所以他自然不可能做如此好心。复活萧玄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让后者只留下一个生命印记，也就是真灵，从此便是可以投胎转世，等到修炼到天至尊自然可以再度复活，只是多出了一世记忆罢了。第二种就是类似于复活药老的方法，用一具高阶斗圣的尸体来复活萧玄。当然因为萧玄生前的级别太高，所以尸体的级别和材料都是无比的珍贵，而且因为萧玄与天幕已经有了绑定，所以要将其剥离天幕必然会使后者的实力大幅度下降。不过以萧玄的灵魂境界恢复过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第三种就是等萧炎达到主宰境界之后，直接用世界之力，也就是主宰之力强行将萧玄复活。这种手段最为霸道也最直接，当然要等待的时间也是最为漫长。萧炎没有说第3种方法，而是直接说出了第2种手段，这是目前最快也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第2个计划便是将天幕当中同样残存的一些萧族能量体，包括被封印在妖火空间当中的萧晨给救出来。复活这些能量体的手段具体与复活萧玄相差不大，在将这些人都复活之后，加上萧家现在残存的拥有萧族血脉的人，便又是一支不弱的势力。不过前2者与第3个计划相比都是一个架构而已，第3个计划才是最重要的，那便是让萧炎成帝。只要萧炎再度成帝，那萧族的血脉之力自然会再度激活，有了一尊活着的斗帝，那这支血脉之力便是可以存在极为漫长的岁月。有了萧炎的斗帝血脉，加上诸多复活的萧族先辈，萧族将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再度崛起，并且比其他各族都拥有更加强大的后劲。至于成帝的方法，萧炎已经将驼舍古地墓当中一些真正的秘密告诉了萧玄。当萧玄得知萧炎才是最适合驼舍古第1波的人之后，他的内心自然是无比的激动。我族终于要再度出现一个斗帝了，想到这里他都是有些不禁的热泪盈眶。先祖，先别急着激动。望着萧玄那副热泪盈眶的模样，萧炎连忙制止了似乎想要继续抒情的萧玄。先替我护个法，让我先突破一下境界。萧炎轻声笑道，
他的灵魂力量在他度过肉身男和灵力男之后，便是已经达到了天境，并且一直在以一个不急不快的速度迅速恢复着。在经过这段时间的增长之后，他的灵魂力量已经彻底达到一个圆满状态。但是这个圆满的状态却并不是他灵魂的极限。接下来应该现在这幕府当中完成神破难，然后再前往天幕3层去寻找那些能量梯了。听到萧炎的话，萧玄这才从方才的激动当中恢复过来，一张脸庞在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抱歉，让你看笑话了。萧玄苦笑一声，萧炎却是轻轻摇了摇头。先祖毕生都在为了萧族奋斗，又怎么能说是一个笑话？听到萧炎的话，萧玄也是微微一笑，难得后人如此理解他，令他心情再度好了不少。见到萧玄这副模样，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没有多说什么。只见他双目缓缓闭上，下一刻，一道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从他体内爆发而出。感受到这已经几乎等同于天境后期的灵魂力量，萧玄的眼中也是露出一抹诧异之色。然而下一刻，萧炎的灵魂当中却是忽然的燃烧起了一抹无形无色的火焰。这道火焰初看似乎与陨落星炎并没有多大区别，也只是令人远远望去就有一种灵魂都在灼烧的感觉。但若是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火焰竟然是源自萧炎的灵魂。他这是在干什么？燃烧灵魂。望着这一幕，萧玄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惊愕之色。望着那体表燃烧着熊熊灵魂之力的萧炎，萧玄也是忍不住满脸的错愕。燃烧灵魂对于灵魂的伤害可谓是达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虽然这样做可以令自己的灵魂力量短期之内大幅度增加，但也会令燃烧者的灵魂力量迅速衰弱，轻则重伤灵魂，过度燃烧更是会导致灵魂消亡。一旦灵魂消亡，任由你的肉身是何等的强大，都是与死人无异了，而且是死的不能再死了。就像前世萧玄的状态，哪怕是萧炎成了斗帝甚至主宰，也只有将他真灵投入轮回，重新转世这一种方法。炽热的灵魂之火熊熊燃烧，不但散发着堪比陨落星炎的温度和效果，其威能比起正宗的陨落星炎还要强了至少2个层次。毕竟陨落星炎虽然很强，但也终究是天地形成，它也有着自己的极限。面对灵魂之力达到天境的强者，这道仅仅只能在异火榜排名第14的异火的效果，便是开始变得微乎其微了。但萧炎此刻体表燃烧着的灵魂之火却是完全不同，这是一种更强大的灵魂火焰，是以它堪比天境后期的灵魂力量燃烧出来的火焰。就算是其他天境灵魂一旦沾上了，都要无比的痛苦，灵魂都要被灼烧焚灭。燃烧自己的灵魂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种痛楚比肉身被焚烧更加痛苦了10倍不止。然而唯有如此才能度过那最为艰难的神破难环节。度过此关，萧炎便是可以真正的全力冲击至尊境界了。这一点对于大千世界的无数修行者而言都是极为困难的一关，不过对于萧炎而言倒也算不上什么难事。只见在他的体内，一道已经与他身体体积相差无几的凝实灵魂体正疯狂地燃烧着自己的灵魂。在这种近乎自残的情况下，一种极为可怕的痛楚也是不断地侵蚀着萧炎的灵魂。那种可怕的痛楚，寻常强者怕是撑不过3刻就会疼得意识崩溃，就算是一些达到天境的强者，怕也会难受得浑身颤抖，甚至会中途失败。然而在这种痛楚的焚烧之下，萧炎却是依旧面不改色，核心的意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宛如一块坚硬的磐石一般，任由那无尽痛楚袭来，依旧是屹立不动，没有丝毫的动摇。不但如此，在萧炎真正开启神破难的燃烧之后，他甚至主动将地眼种子的一部分本源投入到自己的神破当中。转修了大千世界灵力体系的萧炎，灵魂早已转化为了神破，想要让自己的灵魂力量在今后拥有更加强大的威能，拥有更加可怕的威力，将异火真正的融入灵魂，无疑是一种极好的方式。不过这种做法虽然可以令灵魂力量更加可怕，拥有更加强大的攻击力，但对于神破难的痛楚自然是再度加深了一个层次。对于这一点，萧炎却是没有任何的波动。这点痛楚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吃，在那灵魂火焰的灼烧之下，萧炎的灵魂正在迅速变得虚幻，而一缕缕的异火本源在这一刻也是在迅速融入到他的灵魂之力当中。这种融合与药老那种灵魂当中保留着古灵冷火是完全不同的2种方式。药老这种属于异火当中烙印下了自己的灵魂印记，随着灵魂的淬炼，古灵冷火会与药老的力量越发的契合。但本质上来讲，古灵冷火依旧是古灵冷火，只是十分的听药老的话，所以能让药老使用的时候无比的熟练而已。如果药老不刻意消耗力量去催动的话，那他的灵魂力量是不会夹杂着古灵冷火的。但萧炎的这种融合却是让异火与灵魂融为近乎一体，相当于灵魂之力当中自然夹杂了异火的威能。在这种情况之下，除非是他可以控制，否则灵魂力量就会自动带走异火的部分属性。
在这种可怕的焚烧和融合一火的双重消耗之下，萧炎的神魄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迅速缩小。短短7天的时间过去，他那原本已经成长到可以与他本人体积一样的庞大灵魂，在这一刻已经是被再度的淬炼成了一道与炎神法身一般的巴掌大小的小人。然而，若是仔细观察的话，便是可以看到那巴掌大小的灵魂小人，此刻却是充斥着一种宛如水晶一般的晶莹色泽。而且，或许是因为掺杂了地眼本源的原因，这水晶小人的颜色也是变得绚丽多彩，看上去美轮美奂。虽然美丽的宛如一件艺术品，但若是有心人仔细观察，便是能够发现这灵魂小人之上散发的灵魂波动堪称可怕。神魄难本质上就是让自己的神魄灵魂发生一次彻底的蜕变，经过了这次蜕变之后，神魄灵魂的强韧程度和精纯程度都会达到先前的数倍不止。而像萧炎这种有着主宰级法门又用一火专门淬炼融合之后的神魄，自然是强大到了一个更加可怕的程度。他的神魄在度过这次神魄难之后，强韧程度已经是先前的10倍不止。几乎是在这道神魄彻底成型的那一刻，一道可怕的灵魂波动也是从萧炎的体内传来。下一刻，萧炎的气海当中便是有着一道道晶莹液体被他那神魄小人张口直接吞吸了进去。这些晶莹液体都是萧炎先前斩杀的大量能量体之后，将一些残缺魂魄炼化出来的养魂液。天幕1、2层的绝大部分能量体早已在那漫长的岁月当中失去了自己的意识，只是一群被天幕之魂赋予了吞噬欲望的残魂罢了。留在这天幕当中也是行尸走肉。既然如此，萧炎索性便是直接超度了他们，在炼化了他们之后，将其真灵纷纷打入了轮回当中。虽然一道残魂的灵魂力量所提取出的养魂液数量少得可怜，但所谓聚少成多，在将天幕1、2层的能量体尽数炼化之后，依旧是一道颇为可观的灵魂力量。不过，即便是这般浩瀚的灵魂力量，也暂时满足不了萧炎的需要。在度过神魄难之后，他的神魄已经堪比斗气大陆的天境大圆满。当然，度过神魄难却是消耗了大量的灵魂本源，从这巴掌大小想要彻底的恢复到天境大圆满的程度，所需消耗可想而知。若是任由自然状态下的恢复，哪怕以萧炎的手段，恐怕也要恢复3个月的时间。不过，在炼化了这大量的养魂液之后，萧炎的神魄也终于从方才的巴掌大小成长到了孩童大小。还不够。感受着那恢复了仅仅3成的灵魂本源，萧炎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挥手之间，手指上的那戒却是在这一刻吐出了3个散发着淡淡光泽的灵魂本源。这3个光团最大的宛如人头一般大小，最小的也是宛如拳头一般大小。这3道光团便是击杀魂殿的3个斗圣收获的战利品之一。虽然这3名斗圣的手中还有着其他宝物，但以萧炎的眼界，除了魂无涯的那戒当中有一枚9阶魔核颇有价值，其他宝物对他而言已经作用不大。一旦他突破到了至尊境界，便是那把鬼圣刀在他眼里也是算不得什么了。不过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3道灵魂本源对他的帮助反倒是更大一些。只见萧炎张口一吸，那3道灵魂光团在经过最后一次进化之后，也是落入到了他的神魄当中。半日之后，再度炼化了3道灵魂光团的萧炎也是缓缓睁开眼睛，一道浩瀚的灵魂波动在这一刻也是从他体内瞬间涌动。另一旁的萧玄都是连连点头，竟然已经达到天境大圆满的层次了。萧玄对于这个突兀出现的神奇后人越发的满意，一双眼眸看着萧炎的目光满是欣喜和火热。萧族复兴的大业可都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了。而在这一刻，萧炎也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一双眼睛当中却是带着些许的无奈。炼化了这么多的灵魂力量，竟然也仅仅令他的灵魂本源恢复了5成。不过恢复了5成的灵魂本源力量恢复速度可就比之前的恢复速度要快了太多。就像一个拳头大小的雪球和一个车轮大小的雪球同时滚落，后者的体积增长速度必然是远超前者的。而且那天幕3层当中可是还存在着大量的高等级能量体的。先祖，我准备出去一趟，猎杀一些能量体来准备下一步的突破。萧炎看向身旁的萧玄笑道。闻言，萧玄仅仅只是沉吟片刻，便是微微点了点头。可以，这天幕3层共有32道斗圣级的能量体，其中远古8族各有3到5位，只可惜我萧族如今只剩下我自己了。萧玄的脸上带着一丝暗淡，进入天幕也是有条件的。首先，你的灵魂体得在天幕附近，否则太远了，就是天幕也没法把你吸进来。当年萧族经历那般惨烈的大战，绝大部分强者哪有机会逃到天幕这里？很多人甚至连灵魂都自爆了。其余各族所存在的能量体也差不多是这个数了。至于再往下，便是一些半圣和9星斗尊级别的能量梯了。这些对你而言完全没有威胁。萧玄的眼光无疑是很毒辣的，他一眼就看出萧炎实力绝对可以与寻常斗圣一较高低。这种实力
便是在天幕3层也是最顶尖的了。能量体终究只是能量体，真正的战斗力要比活人低上大概2星左右。那32尊斗圣能量体，最强大的2尊倒是达到了6星斗圣的层次，一尊为魂族，一尊为雷族。不过他们真正的战斗力估计也就是4星左右。萧玄望着萧炎，却是失望的发现，这个后辈的脸上依旧平静，没有丝毫的波澜。这孩子情绪真稳定。萧玄哪里知道天幕3层到底是什么情况？萧炎心中可是同样无比清楚。明白了。萧炎点了点头，心中对于这些灵魂体的归宿已经有了定位。其他族群，萧炎都是建议他们进入轮回，若是他们不肯体面的走，那萧炎也只能强行给他们一个体面了。虽说他有复活一名天幕斗圣的手段，但这手段太过费力，所消耗的资源可都够萧炎再培养一位斗圣了。除此之外，消耗萧炎大量时间不说，也会令他没有办法得到那些能量体的能量晶核和灵魂力量。萧炎不是大善人，还做不到这般无私奉献。光在这里做好人，自己还突破个屁啊！到时候魂天帝跟自己厮杀，可不会因为自己是个好人就放过自己。当然，若是对方配合的话，那他还是很愿意让对方投个好胎的。若是不配合，那就只能自己进轮回了。来生是人是狗，那他就不保证了。到时候那几名高阶斗圣，还是需要先祖出面帮忙解决一下。萧炎笑着看向萧玄，倒是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萧玄在这天幕堪称扛把子，所有能量体加在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只要他出面，那2名6星斗圣的灵魂体也都是小老鼠罢了。虽然突破神破难之后，他的灵魂力量再度发生了蜕变，但6星斗圣级别的能量体本身还是能够发挥出堪比4星斗圣的战力。萧炎就算是能够胜过，想必也会浪费不少力气。与其如此麻烦，倒不如直接让萧玄出手解决最为方便。你小子倒是挺不怕麻烦的。闻言，萧玄也是忍不住摇头一笑，算是答应了萧炎的要求。按照萧炎的说法，击败这些斗圣级别的能量体对他也起不到什么历练效果了。既然如此，那干脆就让他顺手解决了吧。反正对于萧玄而言，1星斗圣也好，6星斗圣也罢，左右也不过是一巴掌的事情。得到萧玄的点头之后，萧炎也是忍不住嘿嘿一笑，下一刻身形便是彻底的消失在原地。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天幕也是掀起了一场超级风暴。古界一座造型古朴恢宏的大殿当中，古元高坐在最上方，在他的左右手两侧，这一刻却是坐着5位额头上各有奇异印记的男子。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略带些许的僵硬，气息也是有些诡异。不过看其眉心处栩栩如生的印记和双目当中的光芒，还是能够看出这是5位活人。这5人正是雷族、炎族、药族、灵族、石族5族的族长所派来的傀儡。身为远古种族的族长，即便是灵族和石族的族长，都是有着6星斗圣的实力。到了他们这一境界，虽然还做不到直接灵魂投影到千万里之外，但仅仅只是将一道分魂寄托在一具傀儡之上，还是做得到的。古兄，你方才说的这些可都是真的？大殿当中的气息有些凝重，各族的族长此刻都是面色严肃地盯着古元，内心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古元如此兴师动众地召开这种会议，显然说明是有大事发生。可在得知古元爆出的消息之后，他们内心却依旧被魂族所隐藏的手段和实力所震撼到了。为了加强与其他5族之间的联系，让他们感到紧迫感，古元几乎是将萧炎说的大部分信息都再度转达给了5族族长。而这5族在得知魂族真正的实力之后，都是感到有些不寒而栗。以魂族现在的实力，即便是魂天帝和虚无吞炎不出手，也足以吞下除去古族之外的任何一族了。若是这2人再出手，怕是真的要6族联手才能勉强与之一战了。而且魂族竟然得到了远古吞灵族的手段，那可是可以吞噬其他斗帝血脉、强大自身的可怕手段。想到这里，石族灵族的族长此刻更是感到有些恐慌。他们2族这些年因为血脉之力的枯竭和一些原因，已经堪称衰败，实力比起那中州的丹塔都是强不了多少了。如此实力，若是真的被魂族盯上，哪怕是开启了护族大阵，也是有着巨大的危险。毕竟这护族大阵的威能也得看什么人施展。以石族灵族的衰落，即便是发动护族大阵觉醒远古斗帝的残魂，也只能抗衡8星斗圣罢了。魂族若是真的对他们动了心思，甚至可以悄无声息地将他们抹去，就算是对付药族也不会太过费力。不仅如此，魂族应当是在你们各族当中都安插了奸细。古元双目微微眯起道，按照我的计划，最好我们5族族长先相互建立空间通道，万一有人遭遇劫难了，其他各方倒也来得及支援。至于奸细的事情，我倒是建议暂时不要将这些奸细直接揪出，以免打草惊蛇。古元一边说着，一边将5枚玉符弹射进5位族长的手中。这玉符当中蕴含着我的一丝灵魂印记，等到时机到来，我就会捏爆这玉符，到时候大家便是可以直接动手，
诛杀族中的奸细。当然，若是到了那一天，想必大战也就为时不远了。听到古元的话，众人的心头都是一阵沉重。魂族真正的实力和吞灵族的手段，在这一刻已经成了一块压在他们心头的大石。当然，比起其他三族，炎族和雷族的情况还是好一些的。这两族毕竟还有着8星斗圣坐镇，举族之力爆发，除非是魂族彻底撕破脸皮，不然多少还是能硬抗一段时间。所以，炎族族长严禁的眼中也是有着些许的好奇。古兄，话虽如此，可你说的时机到底是什么时候？听到这话，其他人也是纷纷将目光投向古元，尤其是灵石两族的族长更是面带担忧之色。如果不是实力不够，他们现在就恨不得招呼大伙一起灭了魂族。毕竟若是魂族不灭，最先被灭的就得是他们两族了。什么时候？古元看着其他5位族长好奇而郑重的目光，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等我那女婿再成长一段时间吧。听到古元这句话，5族族长相互对视一眼，忽然不想跟古元说话了。萧炎的事情早在1年前他们便是有所耳闻，虽然当时都很惊叹这个来自西北大陆的小家伙如此逆天，但他们也没有太过关注。若是真说关注，恐怕也就是要族长要单比较关注，毕竟要族原定的少族长都被萧炎打得快要自闭了。但是当他们来到古族做客之后，萧炎斩杀魂族3斗圣的消息便是不受控制的传到了他们的耳朵当中。毕竟这是在古族高层并不是什么秘密，而8族高层大多互相认识，所以聊天之间他们很快就得知了这件事。一个17岁的少年击杀了族3名魂族的斗圣，其中更是有一位3星斗圣。当5族族长得知这一消息的时候，他们那本来就只分出来部分灵魂的大脑，此刻直接是有些转不过来了。这还是人吗？如此天赋，再给他10年的时间，岂不是就要超过他们这些老家伙了？尤其是在听说这个绝世天才忽然莫名其妙的成了古族的女婿之后，他们更是有种莫名其妙的难受。古族本来就如此强大了，等着萧炎再度成长起来，古族岂不是又要多一位9星斗圣巅峰级别的强者？怎么好事都让你古族给占据了？各族族长心中早已暗暗下定决心，此番回到族中之后，就挑选族中适龄的女子好好培养。谁要是能从古族那里把萧炎勾搭过来，封圣女，倾尽资源助其成为斗圣，一位9星斗圣巅峰的存在，完全可以保一个远古族群千年不败。这是真正的巅峰强者。自己分解自己的能量体，将残魂和能量晶核交给我，我可以让你投个好胎。放你娘的屁！你这话鬼都不信。既然你不信，那我只能强行超度你了。天幕3层的深处，伴随着萧炎的走出，却是有着一场风暴席卷，所有的能量体都疯了。因为这年轻人就够疯狂了。这个活人跟往常来到天幕历练的所有年轻人都不一样，他在动手之前，竟然会跟能量体一阵劝诫，希望他们主动将能量晶核和灵魂力量交出来。按照他的说法，他能够保留你最后的生命印记，然后出去之后帮你投个好胎。起初听到这句话之后，所有能量体都觉得这年轻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要打就打，要杀就杀，你以为老子都陨落了还怕死吗？但是在萧炎出现后的不久，那位曾经位于天幕最深处的王者，整个天幕的扛把子却是站出来说话了。这我的后人，他说的都是真的，主动献上能量晶核和灵魂，可以保你投个好胎。萧玄的话传遍了整个天幕。当然，如果你们不愿意，我可以亲手送你们去投胎。萧炎的话目前在天幕还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威胁苗头的话语，出现的那一刻几乎是令很多能量体都十分的不屑，甚至包含杀意。但萧玄的话却是宛如一道天雷一般，在整个天幕3层炸响。比起这个不知名的活人小子，萧玄的名声在天幕实在是太过可怕了。尤其是说完这句话之后，萧玄更是当着众多高阶能量体的面，将那尊魂族的6星斗圣能量体一掌拍死了。这样的一幕令天幕当中所有的能量体都感到震撼和绝望。要知道，那名魂族的6星斗圣已经是天幕当中实力仅次于萧玄的存在了，他的实力已经足以令所有能量体仰望。然而就是这样一尊斗圣，在萧玄的手中竟然依旧是扛不到第2掌。这一刻，天幕当中的众多能量体终于回想起曾经一度被萧玄所支配的恐怖。这下怎么办？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天幕当中的能量体们都绝望了。在这种绝望的焦虑当中，萧炎的说法却是再度传到了他们的耳中。主动献上能量晶核和灵魂力量，我可以保你们投个好胎。投个好胎？这一刻，有一部分能量体动摇了。他们在这天幕当中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这无尽岁月之下，留给他们的也没有任何的快乐，只是日复一日的孤独和与其他能量体之间的尔虞我诈。这种无尽孤独还时刻处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实在是令他们早已心神疲惫。
若是放在平时，他们还会觉得萧炎是欺诈行为，但到了此刻，在萧玄那可怕的死亡压力之下，一些能量体却是再也绷不住了。他们生前都是一方声名赫赫的顶尖强者，心性实力都远超常人，可在这漫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时代之下，这些人终于还是崩溃了。以萧玄的实力，他明明可以直接捏死我的，可却选择了这种方式，哪怕他是骗我的，我也可以认了。一些能量体开始朝着萧玄墓碑的方向走去。如果是一位9星斗圣这么骗自己，那被骗也就被骗了吧，反正就算不相信这套说法，也终究会被捏死的。抱着这样的想法，这些能量体终于是走到了萧炎的面前。哎，强者的名声和实力就是好用啊。望着那一道道朝着自己走来的能量体，萧炎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先前他苦口婆心地给这些家伙做思想工作，可这些家伙不但不听，还要跟他动手。结果萧玄一出手，这些家伙立刻就老实了许多，甚至主动排队来贡献能量晶核和残魂，把你的姓名、身份，还有是否要投胎回到自己曾经所在的古族都报上了，然后就可以自我分解了。萧炎盘坐在萧玄的墓碑面前，身前摆放着大量的玉符，身侧则是有着混沌熔炉缓缓的燃烧。雷族、雷鸣、炎族、炎厉，这些能量体看着萧炎面前摆放的一道道玉符，彼此相互对视一眼，都是有些呆滞。不是哥们，你玩真的啊？不过无论如何，在看到萧炎面前摆放的那些玉符之后，他们心中总是愉悦了几分。就算是骗，能这么认真的骗也是可以了。若是他真的能够做到，那还真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很快，他们便是感受到了萧炎的不凡之处，因为在他们不反抗的站在萧炎面前之后，萧炎竟然是真的将他们的真灵给抽了出来。真灵也就是生命核心印记，是一个生命灵魂的根本。在真灵被抽出之后，这些人的生命在这一刻也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崩解消散。萧炎将这些能量体的真灵抽出之后，便是看着他们一个个的自动走到混沌熔炉面前，身体开始迅速崩解。蕴含着大量能量的能量晶核和灵魂力量都被混沌熔炉迅速吞吸，然后转化为精纯的至尊灵液和灵魂力量补充萧炎自身。平心而论，萧炎真的是在做好事。他明明可以直接干掉这些家伙的，却偏偏要给他们一个投好胎的机会。当然，萧炎这么做也不是没有私心的。真灵是一个强者生命最核心的核心，一旦真灵都被毁掉了，那就意味着这个生命被彻底的从世界上抹去了，从此再没有了任何存在的痕迹。所以强者的真灵在转世之后再度诞生出来的生命，一般天赋也会相当不错，大概率会继承他们前世的一些天赋。这种天赋不是身体，也不是灵魂，而是悟性。悟性这种东西在修炼前期虽然重要，但往往身体天赋更加重要。但随着后期实力的不断强大，悟性在修炼当中的重要性会逐渐超越身体甚至灵魂的天赋。所以这些家伙在转世之后，哪怕是没有了前世的记忆甚至天赋，但依旧有着不小的概率会再度崛起，成为一方强者。至于觉醒前世记忆报复萧炎这种事情，萧炎却是丝毫不担心。且不说这些家伙强的有限，几乎不可能达到觉醒前世记忆的门槛，天至尊就算是真的达到了天至尊，在没有人刻意帮助的情况下，也很难恢复前世的记忆。前世萧玄觉醒记忆，除了因为他本身达到了天至尊之外，萧炎的大力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没有萧炎耗费心思帮忙，加上萧玄前世就是灵魂达到地境，那萧玄也不可能恢复这种记忆，所以恢复记忆的概率几乎无限趋近于零。更何况就算是恢复了记忆，他们还要谢谢咱呢。血刀圣者来自刀魔宗，来人一身暗红色袍服，面色冷漠，脸庞上有着几条横切而过的刀疤，隐隐间给人一种极度强横的凶煞之气。这些凶煞之气弥漫在一起，如同一头浴血咆哮的怒狮一般，令得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不过他此刻看向萧炎的目光却是有些忌惮和敬畏。萧炎现在的实力虽然远远不及萧玄，但是比起寻常强者并不弱。这段时间他也是亲手击杀了大量的魂族能量体，听说这些能量体当中还有着2尊1星斗圣，而且在萧炎手中也是未曾走过2招。魂族之人直接入轮回，没资格投好胎。也正是因为萧炎曾经说过这句话，才令得这些能量体更加幸福了。就算是演的，这小子演的也是挺认真的。血刀圣者，萧炎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目光含笑望着面前的红袍大汉：“你到我旁边来打个下手吧，我留你暂时有用。”萧炎笑呵呵地看着血刀圣者：“大人，血刀现在只想投个好胎，你还是给我个痛快吧。”血刀圣者听到萧炎的话，却是轻轻摇头：“老子都要死的人了，你还让我给你打工，未免太黑心了一些吧。”望着血刀圣者那一副抗拒的模样，萧炎却是微微一笑：“跟在我身边，我可以让你直接复活，不必投胎。当然，你要是不在意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
后面有炉子，你直接跳进去就行了。萧炎的声音是灵魂传音，落在雪刀圣者心中之后，先是令雪刀圣者微微一怔，旋即猛地看向萧炎。在看到萧炎那含笑的目光之后，雪刀圣者的眼中也是骤然爆发出一丝希望的光芒。他猛然回头左顾右盼，在发现没有人发现异常之后，这才连忙点头来到萧炎的身边。大人需要小的做些什么？雪刀圣者仿佛换了一个人，脸上没了往日的凶煞和死寂，多了几分谄媚与生机。也没什么，你就负责这些玉符就够了。萧炎随手丢给雪刀圣者一个纳戒，每收集到一个真灵之后，便是将这缕真灵投放在了玉符当中，然后随手递给雪刀圣者。雪刀圣者恭敬站立在萧炎的身旁，小心翼翼地接过一枚枚玉符。这不是雪刀吗？邪刀，你咋成了逝者了？都要死了，还给别人打工，真窝囊。一些熟悉的能量体在看到雪刀圣者安静立在萧炎身边的模样，都是感到好笑。这些人不管是斗圣还是斗尊级别的能量体，此刻开起玩笑来都是无所顾忌了，反正都要死了，也就没什么可以忌惮了。一群蠢货。雪刀圣者站在萧炎身边，冷笑着看着这群笑话自己的家伙。虽然不知道萧炎为什么要莫名其妙的对他如此优待，但是雪刀圣者却知道这是自己的一个大机缘。至于那些笑话自己的家伙，他却是只有心底偷偷冷笑。若是这些家伙得知自己有了直接复活的机会，他们怕是会羡慕嫉妒的发疯吧。不过这种秘密他显然是不敢说出来的，一旦说出来，这些能量体心中必然会诞生出复活的念头，如此一来怕是不会再一心求死，而是会拼了命的恳求萧炎也给他们一个复活的机会。到时候可就会大大耽误萧炎的计划，甚至直接让这些家伙开始反抗。若是如此，萧炎一怒之下或许就不会这么好说话了，更是会牵连之下连他也除掉都不一定。雪刀圣者好歹是活了上千年的老狐狸，这点心思他自然清楚。他只是冷笑地旁观着这些笑话自己的家伙，心中却是暗自爽快。对于这一切，萧炎都只是静静地看在眼里，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这血刀圣者前世对自己也算是有着些许恩情，而且本身也是极为机灵圆滑之辈，因此萧炎也打算还他一个人情，顺手将他复活了便是。单独复活一个能量体，虽然要花费一些代价，但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倒也不难。到时候随便再杀个魂族斗圣，把血刀圣者塞进去便是了。有了血刀圣者的帮助，萧炎的进程无疑是再度快了几分。在他的调教之下，血刀圣者甚至很伶俐地当起了解说员，让那些本来还有些抗拒的灵魂体们都是不再犹豫。在这种效率之下，短短7天的时间，天幕3层当中便是有着大半的能量体都主动跳进了萧炎的混沌熔炉当中。而在混沌熔炉的不断熔炼之下，萧炎体内那积累的至尊灵液也是在7天之内达到了一个极为惊人的程度。天幕3层的能量体所蕴含的能量果然是极为的浩瀚。萧炎内视看去，只看到自己体内的气海都快要被一片至尊灵液的海洋给填充满了。一枚9星斗尊级别的能量体在炼化之后都是能够得到上百滴至尊灵液，一枚半圣和斗圣又能得到多少？反正在萧玄灭杀了那魂族的6星斗圣之后，萧炎便是将其能量晶核足足炼化了1天1夜，才彻底转化成了至尊灵液。仅仅这一枚6星斗圣级别的能量晶核，其中所蕴含的能量便是凝聚出了足足数万滴至尊灵液，比整个天幕1层所有能量体都熔炼了还要多。而另一尊雷族的6星斗圣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经过萧炎的一番劝说，则是选择了主动分解。因为没有做出反抗，所以他的能量晶核所转化出的至尊灵液数量更是庞大，甚至于接近5万至尊灵液的数量，堪比整个天幕2层。仅仅7天，在将天幕3层大半的能量体都给彻底炼化之后，萧炎体内的至尊灵液已经超过了30万的数量。如此浩瀚的灵力，便是以萧炎的基础，也是绝对够他冲击至尊境界了。这还仅仅只是至尊灵液的方面，在灵魂方面同样提炼出了极为庞大的灵魂力量。哪怕这些都是残魂，可也是一些极为强大存在的残魂。这些时日当中，萧炎所提炼出的灵魂本源早就令他天境大圆满的灵魂本源彻底恢复。饶是如此，还是剩余了大量的灵魂本源。不过这些灵魂本源连天境大圆满都是孕育不出来了。萧炎望着混沌熔炉当中的大团灵魂本源，微微摇头。想到这里，他的目光不由得看向了整个天幕3层。至于剩下的人，既然你们不主动体面，那我也只能帮你们体面了。萧炎体表燃烧起绚丽火焰，脚步一踏，便是在血刀圣者惊骇的目光当中消失在原地。很快，天幕3层便是掀起了一场可怕的杀戮。直到萧炎将一名4星斗圣级别的能量体硬生生打碎之后，这些能量体才真正的发现萧炎的所有实力是何等的可怕。不过到了这一刻，任何的想法都已经晚了。萧炎对他们也没有多少的留情，
一个个都是被他直接打碎，能量晶核和残魂都是被丢到了混沌熔炉当中炼化。至于那最后的一缕真灵，萧炎倒是没有直接出手泯灭，而是任由其自然飘荡，最后缓缓地进入轮回转世。至于转世之后是富贵还是贫穷，是猪狗还是牛羊，那便不归他管了。好言相劝之下依旧不停，那他也就没有多余的善心了。又是3天过去之后，那原本还有些动静的天幕3层，在这一刻终于是彻底的寂静了下来。放眼望去，整个天幕3层只剩下来最后的4人：萧玄、血刀圣者，还有一位古族的斗圣老者。这位古族的老斗圣因为生前与萧玄有着些许的交情，所以漫长的岁月当中也算是唯一一个有资格与萧玄说几句话的人。因此在萧玄提出保留他的想法之后，萧炎也是干脆的点了点头。复活者老者也没啥问题，只要古族强者把材料凑够就行了，他自己所消耗的无非是些许功夫罢了。至于血刀圣者，则是成了萧炎贴心的马仔，懂事的侍奉在几人的左右。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也是不再多言，而是找到了一处僻静之地盘腿而坐。此刻他的体内已经是有着一片浩瀚的至尊灵液海洋，在将整个天幕彻底扫空之后，他体内的至尊灵液数量已经达到了恐怖的30万之多。这种数量的至尊灵液，即便是放在大千世界，对于地至尊以下的很多强者而言，都是一笔极为庞大的财富。对于巅峰时期的萧炎而言，这些至尊灵液自然不算什么，但对于现在的他而言，这些至尊灵液却是颇为的珍贵了。是时候该冲击至尊境界了。萧炎眼中也是闪过一丝亮光，只有恢复到了至尊境界，他的实力才可以说是再度发生一次根本性的跃迁。当然，若是能够凝练出至尊法身，那就更好不过了。若是能够凝练出至尊法身，那便是魂天帝他也是完全不惧，甚至有机会将其击杀也不一定。毕竟他的元神法身一旦彻底成长起来，可是超过了10大元始法身的超级法身，即便最初凝聚出的只是一个萌芽状态，也足以在大千世界名列前茅。靠着他的诸多手段，越级战斗并非难事，甚至可以越好几个级别。当然，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得先突破到至尊境界再说。想到这里，萧炎也是不再犹豫，双目缓缓闭上，所有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到了体内的气海当中。几乎是在萧炎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体内那原本平静无比的至尊灵液海洋便是开始瞬间沸腾起来。只见顷刻之间，一道道绚丽火焰不知何时已经在那至尊灵液的海洋上疯狂燃烧。在这种燃烧之下，那大量的被压缩凝聚的至尊灵液几乎是在瞬间化作了一道道庞大的灵力，最后在萧炎的体表化作一道庞大的灵力光团，将他的身形都掩盖在了其中。紧接着在萧炎的刻意控制之下，那堪称浩瀚的灵力便是宛如一道巨龙一般，带着一种刚猛的劲头，狠狠地冲进了萧炎体内的气海当中。伴随着这浩瀚灵力的疯狂涌入，萧炎那原本已经达到饱和的气海正在以一个可怕的速度迅速膨胀，而随着气海的迅速膨胀，一种剧痛也是开始从萧炎的体内蔓延开来。然而面对这几乎撕裂一般的可怕剧痛，萧炎的神色却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依旧纹丝不动地将那浩瀚的灵力疯狂地灌注到气海当中。而在萧炎这种疯狂的灌注之下，那气海也是被这可怕的力量冲击得越发扭曲，伴随着一道道可怕的剧痛，气海的中央开始不断的扭曲。当扭曲达到了极致，一个极为细小的黑点也是缓缓地从萧炎的体内浮现。伴随着这个黑点的浮现，一道古老奇特的波动也是从中散发出来，仿佛这黑点本身其实是一道奇特的小天地一般。至尊海本质上就是灵力修炼者在将灵力修炼到身体的极限之后，在体内的某个神奇节点开辟出的一方小天地。有了这么一方完全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修炼者的灵力储备自然会达到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而且在有了这一方小天地之后，他们也可以如同斗气大陆的斗圣强者一般，通过至尊海的力量引动天地之间的能量潮汐，从而使自身发挥出更加可怕的力量。这种修行体系和灵力在能量上远超斗气的质量，使得大千世界的至尊强者要比斗气大陆的斗圣强者要强横许多。一名一品至尊对上一名一星斗圣，只要前者不是靠外力硬堆上去的，那几乎是可以轻松碾压后者。按照后来萧炎的实验，一名普通一品至尊的战力应该是比2星斗圣还要略强些许，或许不是3星斗圣的对手，但想要在对方手中保命却也不难。如果当初暗杀萧炎的是一位3品至尊，那萧炎别说是反杀了，恐怕会被提前击杀也不一定。当然，一名普通的1品至尊就能拥有如此战力，那萧炎这个不普通的1品至尊所拥有的战力自然也就是更加的可怕了。轰隆隆，在那浩瀚灵力的不断冲击之下，萧炎的气海中央那小黑点仿佛是被激活了一般，忽然爆发出一道极为可怕的吸力。在这可怕的吸力面前，
气海当中的灵力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就被迅速吞噬。短短不过熟悉的时间，气海便是空空荡荡，丝毫灵力都不再存在。轰！在这气海尽数消失的瞬间，萧炎背后的空间忽然发生一阵扭曲，在这空间扭曲之间，隐隐约约似乎有着海浪呼啸的声音传来。若是仔细看去，便是能够看到萧炎的体内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道几乎完全由灵力所组成的海洋。海洋翻滚之间，那可怕的气息甚至令萧炎周围的能量都在沸腾。至尊海开辟。伴随着至尊海的缓缓出现，萧炎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再度变得更加厚实凝重。不过想要真正的晋升到至尊的境界，仅仅拥有至尊海还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还需要将气海完全打碎，真正的用至尊海来代替气海，成为身体的能量核心。这一关对于寻常强者而言也是极为凶险的一关，因为碎裂气海失败，恐怕不但会导致突破失败，更有可能因此沦为废人，甚至身体都炸裂开来。不过这一点对于萧炎而言自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以他对力量操控的精细程度，是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给我碎吧！萧炎轻轻呢喃一声，几乎是在瞬间，大量的至尊灵液便是被迅速炼化为庞大精纯的灵力。在这灵力的灌注之下，那气海很快就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然后在萧炎的注视当中轰然碎裂。轰！气海碎裂的那一刻，一道极为可怕的痛楚也是从萧炎的体内传来。然而对于这般痛楚，萧炎除去脸色略微苍白了些许之外，依旧是没有任何的波动。至尊海，给我吞了他们！萧炎依旧沉着冷静，心念一动之下，那位于气海中央的小小黑点便是爆发出一种极为可怕的吸力。气海碎裂之后，若是新的替代品储存这些灵力，那这般浩瀚的灵力一旦肆虐开来，哪怕是萧炎这堪比半圣的肉身也难免会受伤。好在萧炎对于这一切堪称是轻车熟路，心念一动之间，至尊海已经爆发出一道极为可怕的吸力。呼呼！在这可怕的吸力之下，那原本混乱不堪的灵力便是被再度疯狂吸收，最后在萧炎的体内化作一道庞大的漩涡，在那漩涡的核心当中，正是至尊海所在的那微小黑点。只见这黑点看似细小如芥子，但任凭萧炎之前积累的灵力是何等庞大，此刻都是被黑点尽数吸收。在这般近乎无底洞一般的吞噬吸收之下，萧炎那堪比半圣强者的庞大灵力，几乎是在短短半个时辰当中就被这微小光点尽数吸收。到了这一步，萧炎的至尊境界算是真正的初步完成了。当然，若是想要真正彻底的跨入到至尊境界，接下来需要做的自然是要将那堪称浩瀚的至尊海给填满。闭眼，给我练！到了这一刻，萧炎也是不再犹豫，那将整个天幕都给屠戮干净才得到的浩瀚至尊灵液，在这一刻便是毫无保留的被萧炎彻底的吞吸到混沌熔炉当中。正常情况下，一名至尊强者在刚刚突破之后，都是有着两种选择。第一种是放弃吞吸至尊灵液的机会，而是选择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吞吸天地之间的能量和灵力，从而令灵力与自身更加契合，如此便是可以让修炼者有机会走得更远。很多立志想要走到地至尊甚至天至尊的强者，在这时都会选择这种方式。虽然这种修炼方式并不能保证他们将来必然能够踏足那传说中的境界，但至少能在无形当中增加那么1成的几率。第二种方式便是直接炼化至尊灵液，以最快的速度令至尊海真正的圆满。这种方式的好处是速度快，见效也快，同样是很多人的选择方式。从理论上来说，这样做的确是有可能造成根基不牢的情况出现，但在快速掌握至尊力量的诱惑面前，很多人却是根本顾不得这一点了。萧炎选择的也是第二种修炼方式，但他的修炼方式跟情况还是有些特殊的。首先，他前世早有了这些方面的修炼经验，其次便是那大量的至尊灵液在经过混沌熔炉的再度提纯精炼之后，本身就已经化作萧炎无比扎实的灵力基础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辛辛苦苦的一点一点打磨基础，只需将那浩瀚的至尊灵液疯狂吞噬就够了。所以在混沌熔炉的疯狂炼化之下，一滴滴至尊灵液几乎是在瞬间蒸发，化作一道道精纯庞大的灵力灌注到萧炎的至尊海当中。在这般源源不断的炼化之下，萧炎的至尊海终于是在这一刻开始不断的缓缓上涨。如此速度大概是足足过去了半个月之后，萧炎体内的至尊海便是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程度。而此刻他所辛辛苦苦收集到的至尊灵液也终于是消耗了大半。而在感受到那终于被缓缓灌满的至尊海之后，那一直双目紧闭宛如磐石一般坐在原地的萧炎终于是缓缓地睁开了双眼。而几乎是在他睁开双眼的那一刻，那一直站立在不远处观看萧炎的萧玄，在这一刻也是瞳孔微微一缩，目光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的身影。轰隆！只见下一刻，一道粗达千丈带着浩瀚威压的灵力光柱便是从萧炎的身上骤然爆发。在这道光柱的爆发之下，
整个天幕3层那浓郁的能量雾气都是在疯狂颤动，灵力光柱浓郁磅礴，其中还隐隐有着些许绚丽的色泽在闪烁，仿佛一团彩色的火焰一般艳丽。几乎是在这光柱爆发的那一瞬间，除去萧玄之外，天幕当中那仅存的古族斗圣和血刀尊者都是一脸震撼，神色微变地看着那光柱所在的位置。尤其是血刀圣者，在那浩瀚的威压之下，他甚至隐隐有种跪伏下来的冲动。这样的冲动令血刀圣者都是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他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好歹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半圣强者，就算是高阶斗圣的威压，最多也就是令他感到有些压力罢了。在他漫长的一生当中，也唯有死后来到天幕，遇到萧玄这个9星斗圣巅峰之后，才隐隐有过一丝跪伏下来的冲动。而萧炎却是在突破的这一瞬间就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想到这里，血刀圣者忍不住打了个寒颤的同时，又不禁暗叹自己命好。虽然不知道萧炎为何莫名其妙地将其收为小弟，但萧炎越强，血刀圣者才越相信萧炎真的有希望把自己复活。浩瀚的灵力光柱带着炽热的高温，在天幕3层当中足足持续了1刻钟的时间，才缓缓地停止挥发。萧炎盘坐在原地，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了一抹笑容。突破到至尊境界之后，他的实力比过去一下子多出了10倍不止。此刻若是再遇到那魂无涯，无需任何手段，单凭体内那浩瀚的灵力，萧炎便是能够将其活生生打死。若是魂青和大天尊这样的废柴，萧炎更是可以一拳直接将其打爆。此刻的他虽然仅仅只是1品至尊的实力，但以他的灵力之精纯浑厚，便是大千世界的寻常3品至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就意味着他单纯的基础力量便是堪比4星斗圣中后期，即便是不用任何手段，他都可以与5星斗圣随意战斗。像魂殿殿主魂灭生之流，萧炎有着绝对的把握将之击杀。不过这些可都不是我这次突破的最大收获。萧炎咧嘴一笑，下一刻至尊海的中央位置，一道与他本人体型相差无几的金银小人便是从萧炎的体内骤然飞出。此番突破至尊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灵力战力上的突破，而是神魄，也就是灵魂的上限，在这强大身体的基础上被再度提高了。有着一具至尊级别肉身，他的灵魂力量完全可以恢复到地境的层次了。而拥有了地境灵魂的萧炎才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存在，他的战力将会达到一个仅次于古元和魂天帝的程度。除非是有着同样灵魂达到地境的9星斗圣，否则整个斗气大陆他将成为古元和魂天帝之下最强的存在。所以提升吧，我的灵魂力量。萧炎没有立刻起身，反倒是再度闭眼修炼起来。没有了修为和肉身的桎梏，他的灵魂力量上限可以直逼地境。当然，天境大圆满与地境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需要恢复的灵魂力量同样是极为庞大。除非是让萧玄再度燃烧灵魂之力，将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抽出来，要么就是把魂族给虚无吞炎准备多年的海量灵魂力量给吞噬，否则一时半刻还真是难以恢复。当然，比起其他人，萧炎最大的优势便是他根本没有瓶颈可言。他所需要做的唯一一点，便是让灵魂力量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直到彻底达到地境。所以在突破至尊之后，萧炎也没有急着离开天幕，反倒是继续闭目修炼。在他的体内还有着一些先前剩余的至尊灵液以及灵魂力量。到了这一刻，萧炎自然是懒得掩饰，而是直接毫不客气地大肆吞噬这些能量。在将所有的至尊灵液全部炼化之后，他的灵力修为也终于是达到了1品至尊的后期，灵魂力量更是几乎达到了天境大圆满的2倍。只是这一切距离萧炎想要的还是差得太远。不过既然没有了瓶颈，剩下的便是交给时间便是了。我萧族怕是要出现一位了不得的存在了。比起血刀圣者2人的震撼，萧玄则是满脸的笑容。不过这种笑容在出现片刻之后便是微微皱起了眉头。几乎是在萧玄皱眉的瞬间，萧炎也是略微睁开眼睛，朝着天幕的上空看了一眼，然后便是不再理会的再度闭上双眼。因为在他灵魂开始朝着地境越发接近的时候，那天幕当中的天幕之魂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缓缓意识到了萧炎的存在。事实上，在萧炎突破之前，无论他的实力强大到了怎样的程度，都是未曾引起天幕之魂的注意。哪怕是他的实力突破到了至尊境界，也只是令天幕之魂感到了些许诧异而已。但在萧炎的灵魂力量开始朝着地境迈进之后，那天幕之魂终于是感受到了一丝压力。地境灵魂是真正可以威胁到他的境界。不过这天幕之魂虽然已经诞生了灵智，但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类似于气灵的东西罢了。只是漫长的岁月让他吸收了天幕当中的太多灵魂和意念，才让他拥有了强大的实力和智慧。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不可能真正的像正常人类那样，在一发现威胁之后就能做出立即铲除的判断。就算他真的有这样的念头，
可在萧炎的身边，却还有着一个萧玄静静地站在那里护法。天幕之魂虽然没有太多感情，但岁月累积下来的智慧也让他知道，萧玄是绝对不会看着自己去抹杀萧炎的。他有些焦虑地徘徊在天幕上空，在感受到萧炎给他带来的日渐增加的压力的同时，却又无可奈何。萧炎依旧闭目而坐，心中却是已经冷笑不已。他对这天幕之魂自然是十分了解，知晓对方此刻也是不敢对他动手。不过他不主动对萧炎出手，却并不意味着萧炎就打算放过他。天幕本身可是一件极为不错的宝物，而这天幕之魂则是天幕这漫长岁月诞生出来的一个毒瘤一般的东西。灭了这个毒瘤，不但可以得到天幕，更是可以得到足以令人晋升递进的灵魂本源。如此机缘，如今的萧炎怎么可能错过？混沌熔炉。萧炎一边调动灵魂力量，吸收天地间游离的一种更加玄妙的灵性来增强灵魂本源，另一边心念一动，却是令100丈大小的混沌熔炉出现在头顶。伴随着混沌熔炉的快速旋转，原本还算平静的天幕便是再度动荡起来。首先是天幕3层，然后便是整个天幕的能量，在这一刻都是朝着混沌熔炉的方向汇聚，最后在混沌熔炉的上方汇聚成一道直径1000丈大小的能量漩涡。能量漩涡旋转之间，海量的能量都是落入到混沌熔炉当中，然后被混沌熔炉那可怕的高温淬炼提纯，最后转化为精纯的灵力，灌注到萧炎的至尊海当中。晋升到至尊境界之后，萧炎对于天地能量的掌控也同样更加强大，加上天幕当中的能量本就十分浓郁，因此虽然比不上直接炼化至尊灵液那般迅猛，但灵力积累的速度同样不慢。古老的空间已经是再度化作一片寂静，只有一道庞大的能量漩涡在天幕3层的中央不停旋转。严敬修，如此，那你我可就此说好了。古界当中，古元在相继与各族族长相互建立了空间通道之后，便是将他们送走了。然而此刻却是将炎族族长严敬的傀儡分身再度留了下来。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还记得萧炎进入天幕之前的一个小要求：收集异火。异火这玩意，古族也有，但却是金地焚天炎这等超级异火。先不说古族舍不舍得给，就算古族舍得，萧炎也是不愿意让薰儿付出的。而对于炎族而言，他们的异火虽然数量众多，但却也同样珍贵，尤其是排名前10的3大异火更是无比珍贵，怕是拿一枚现成的9品玄丹都换不来。不过炎族终究是掌握了培育火山实验的方法，以古元的面子开口跟严敬要一道火山实验也不算过分，只要报酬够了，一切都好商量。古元也没有让萧炎出手的意思，而是直接取出了古族的一枚9品宝丹作为交易，顺利的从严敬那里换取了火山实验。好说好说，既然你老兄决定帮助自己女婿，那我自然是不能不成人之美。更何况这萧炎可是咱们6族将来对抗魂族的一大底牌啊。严敬的傀儡分身笑呵呵地说道。不过那火山实验如今在我族当中的核心之地，不如等令女婿过段时间来我严族取得如何？望着古元那有些疑惑的表情，严敬却是哈哈大笑一声。古兄不要误会，只是我严族有着老祖遗留下的天岩峡谷，其中对于火属性修炼者有着不小的好处，也是培育火山实验的地方，想必对你女婿的会有所用处。当然如果那萧炎觉得不合适，我也可以派人将火山实验直接送到古族。听到严敬的说法，古元这才微微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便等萧炎出来再说吧。闻言，严敬也是哈哈一笑，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身选择了离去。事实上5族族长都是直接将这具傀儡分身留在了古界的客房当中，方便随时保持联系。当然身为一族之长，他们自然不可能时刻分神在古界，在傀儡分身进入客房之后，他们也会直接切断与这具分身的联系。在严敬进入客房切断分身联系的下一刻，远在100万里之外的炎族当中，严敬的真身便是已经睁开了眼睛。去，把圣女给我叫过来。严敬对着身边常年服侍的一位半圣说道。是，族长。那半圣连忙领命。片刻之后，一名身材妖娆、脸上戴着面纱的美丽女子便是来到了族长大殿当中。族长，您找我。女子身材修长，身披一身火红长袍，却是在无意之间露出水蛇一般的白嫩腰肢，一张脸蛋虽然被面纱遮盖，但是一双丹凤眼所绽放的光芒便是可以看出此女的不凡。在她的眉心之处，一团赤红的莲花仿佛燃烧一般，释放着淡淡的灼热。哈哈，火炙啊！严敬望着炎族圣女，此刻却是满脸的笑容。过段时间，那传闻当中的绝世天才萧炎有可能会来到咱们炎族做客，族长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拿下萧炎，你就是我炎族的大功臣了。严敬笑眯眯地说道。族长，我……火炙原本还带着些许严肃与紧张的神色，骤然变成了愕然与红润。你可是我族这一代得到红莲业火承认的女子，自当不凡。火炙啊，
你不是还想成为咱们炎族的第一位女族长吗？你要是能够拿下萧炎，以她的潜力，将来很可能帮助你上位炎族族长啊。严禁苦口婆心地给火炙做着思想工作，他的目光扫过，在发现火炙虽然愕然，但并没有太大的反抗心思之后，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远古八族当中，谁最有希望撬走那古猿的女婿？当然是我炎族的圣女火炙了。这可是同样修炼火焰斗气，并且同样得到一伙承认的。再其次，便是耀族那个血脉特殊的小丫头。至于雷族和灵族，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可能。十族那群蛮子就更不用提了。半晌之后，火炙缓缓从严禁的族长大殿走了出来，一张丹凤眼却是满是震撼与迟疑。这萧炎已经能够连斩3名斗圣了，而且听族长的说法，他将来肯定能够成为斗气大陆最巅峰的强者。火炙轻咬银牙，良久之后才出现在自己的宫殿当中。去，把族中那几个出名的狐妹子给我叫过来，我有事要找他们问问。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各族。耀灵啊，不要记恨萧炎，要想办法靠近他，最好能够将他拿下。族长，我没有记恨他。耀灵红着脸轻声道：哦，是吗？那实在是太好了。哼，我雷族虽然对那萧炎吸引力未必很大，但我雷族的美人也是不少，你们或许不是没有机会。孩子们，咱们灵族这些年衰败的有些厉害，一切都怪我这个族长啊。孩子们，灵族的未来可就要交给你们了，谁能拿下萧炎，我封她做圣女，不是少族长。你们，十族族长坐在族中，望着族中那些5大3粗的优秀年轻女子，忽然感觉有些头疼。在外界的这般热闹当中，天幕当中却是依旧如同过去那般寂静。眨眼之间，天幕当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0个月，而外界也是马上就要快2个月的时间了。而在这天幕当中近1年的时间当中，那天幕的无形当中，一双眼睛却是越发的有些焦躁不安。那是天幕之魂的眼睛，因为在那天幕3层的中央位置，一道盘坐下也足有数百丈的巨大身影，正静静地坐立在那里。那般模样，俨然就是一个放大了许多倍后的萧炎。只见他呼吸如雷，气息翻腾之间，一道道能量云雾在其鼻息当中，如同2条云龙升腾，一种隐隐令天幕空间震颤的气息正在萧炎的体内缓缓涌出。经过这接近1年的苦修恢复，他的灵魂力量终于是真正的要到地境的层次了。在这漫长时间的某一刻，萧炎终于是骤然睁开了双眼。下一刻，一道冲天的灵光便是从萧炎的体内暴涌而出，令整个天幕都在微微震颤。2品至尊。而萧炎那高达1000丈的灵魂之体，在这一刻从地面上缓缓站起身，一道宛如灵魂帝王一般的威压，直接令远处的血刀圣者都是忍不住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而萧炎的目光则是缓缓地看向了那开始微微震颤的天幕空间。在他看向那处天幕空间的同时，那片天幕空间在这一刻也是微微抖动起来。在古族斗圣和血刀圣者看不到的视线当中，一只巨大的面孔此刻正在冷漠和忌惮地望着萧炎的方向。天幕之魂。萧炎目光落在那张巨大的面孔之上，此刻的脸上却是带着些许的笑容。出来吧，不要让我主动去找你。淡淡的笑声在天幕当中回荡，令天幕的空间更加动荡起来。片刻之后，那虚无空间的尽头突然间传出轰隆隆的巨响，这巨响的声音宛如萧炎炼丹之时所产生的道道丹雷，充斥着一种极为可怕的气息。在这可怕气息出现的那一刻，血刀圣者原本就跪伏在地上的身体，在这一刻也是再度微微颤抖起来，就连那位古族斗圣的身体在这一刻都是不可察觉的紧张了起来。身为天幕能量体，虽然以他们的实力不可能透过虚无看到那隐匿在天幕每个角落的天幕之魂，但他们却是能够切实地感受到那种时刻存在于天幕当中的诡异力量。这是天幕的规则，结合无尽岁月陨落的各种能量体的残魂力量所凝聚出的一道拥有自我意识的东西。因为其本质上也属于灵魂的类型，所以才会被叫做天幕之魂。在这漫长的岁月当中，从天幕之魂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整个天幕便是开始被这意识逐渐的影响。到了后来，这天幕之魂更是开始引导所有灵魂体互相厮杀。天幕的一切都是因为这道天幕之魂而有所改变，所以血刀圣者等人都是对这天幕之魂十分的忌惮。唯有萧玄与萧炎此刻却是神色平常的望着那不断动荡的虚空。天幕之魂的力量的确是浩瀚无比，毕竟其灵魂本源已经是堪比地境灵魂。只可惜如今的萧炎也不是前世的萧炎了，现在的他不但灵魂力量顺利恢复到了地境层次，而且更是有着肉身支撑，加上各种手段，便是同为地境的古猿和魂天帝在灵魂交手当中也要逊色于他。从这一点上来说，随着萧炎真正的突破至尊境界，他现在的实力已经真正的超过了能量体状态的萧玄。毕竟如今的萧玄实际状态只能算是一道残魂，
哪怕地境灵魂赋予了他极为可怕的实力，又有着大量的能量作为支撑，但现在的他与真正的9星斗圣巅峰相比，还是弱了很多。这小家伙的强悍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比起血刀圣者和那位古族斗圣，萧玄脸上虽然带着些许惊诧的神情，但神色却是比两人从容了太多，甚至还满脸的笑容。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那微微颤抖的灰蒙蒙的虚空在这一刻开始迅速扭动，大量无形的灵魂波动开始飞快的凝聚，最后在片刻之后凝聚成了一道高达万丈的巨大脸庞。人类，你想干什么？巨大脸庞之上带着冷漠，一双仿佛没有感情的眼睛淡漠地盯着萧炎，仿佛高高在上的神灵一般。望着这张曾经令他颇为震撼的巨大脸庞，萧炎却是微微摇头一笑，也没什么，就是觉得这天幕应该是时候换个主人了。你这道畸形的生灵，也是时候该回归虚无了。听到萧炎的话，那一直神色淡漠的天幕之魂在这一刻终于是有了些许的波动，一双冷漠的眼睛深处多出了一抹忌惮之色，此刻正死死地盯着萧炎。你的意思是想要灭杀我？他的声音已经带着些许的杀机，在开口的一瞬间，便是令整个天幕都在隆隆作响，可怕的声势令血刀圣者都是微微颤抖。只是对于这道天幕之魂的波动，萧炎却是直接无视，他也是懒得与这天幕之魂废话。高达1000丈的灵魂之体上，此刻已经是缓缓有着一道道绚丽的火焰浮现，正是已经被他融入灵魂的地眼火源。也不要多说废话了，今日之后，这天幕的主人就是我萧炎了。至于你，还是乖乖的将自己的灵魂本源给我贡献出来吧。话音落下，萧炎都是不带犹豫，高大的灵魂之体直接面带笑容的朝着天幕之魂的方向走了过去。人类，你狂妄！听到萧炎的话，那天幕之魂淡漠的脸庞之上终于露出了一抹不安之色，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口中已经开始发出了阵阵咆哮。这咆哮之声威能强大，一道道蕴含着浩瀚灵魂力量的波动，直接令周围的空间都在颤动，大地之上更是裂开一道道波纹。仅仅是一些没有任何手段的咆哮，都是比得上当年一位天境大圆满施展黄泉天怒了。在这等声势之下，如同血刀圣者这样的灵魂体，怕是仅仅一波就要重伤，多经受几次便是会当场陨落，哪怕是那位古族斗圣也不可能坚持太久。然而这种波动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却是如同一抹春风一般，除了令他的灵魂有着些许的感触，便是再没有了任何的伤害。至于在他的身后，萧玄也是微微一笑，手掌一挥，磅礴的灵魂力量便是护住了身后的血刀圣者和古族斗圣。安心观战吧，这一战怕是会非常的精彩。萧玄乐呵呵地看着萧炎一步一步地朝着天幕之魂走了过去。这天幕之魂虽然有着地境灵魂的实力，但却是没有任何高端的灵魂攻击手段，只有一些最为粗糙、最为原始的灵魂攻击方式。换个方式来说，便是这天幕之魂可以说是地境灵魂当中体积最为庞大、战斗力却最为弱小的生灵了。所以他的所有攻击手段，在萧炎的眼中都是没有任何的威胁可言。前世的萧玄之所以需要燃烧灵魂才能强行降服这天幕之魂，是因为萧玄的实力本就不足巅峰时期的1/10，没有肉身的支撑，就连灵魂体都是残缺的，所以想要真正的降服这天幕之魂，也只剩下了燃烧灵魂这一条路子。然而萧炎却是有着强横的肉身作为支撑，灵魂更是比寻常地境更加完美，所以萧炎要对付这天幕之魂，自然是不需要拼的，连灵魂都要燃烧。更何况他的灵魂当中本来就自带火焰，融合了6种异火，并且有着火焰大道加持的地炎雏形，同样可以对灵魂造成燃烧伤害的效果。哪怕是不如地境灵魂燃烧来的威力可怕，但也堪比天境大圆满燃烧灵魂了。可恶的人类，你到底想干什么？给我滚开！见到萧炎一步一步朝着自己走来，那天幕之魂也终于是感到越发的有些惊惧起来。只见他张口一吐，一道道完全由灵魂力量凝聚成的100丈长矛便是从他的口中喷出，宛如一道道利剑一般，冲着萧炎爆射而去。这些灵魂长矛的运用手段虽然很粗糙，但却胜在灵魂力量极为庞大，就算是天境大圆满遇到，也要拼命抵挡。而实力未曾达到天境大圆满的灵魂体，若是没有特殊手段，便是只有陨落一个下场。如此可怕的威能，便是萧炎未曾突破之前也不敢轻易硬抗。然而现在的萧炎望着那一道道朝着自己爆射而来的灵魂长矛，却是冷笑一声：炎神之矛。萧炎话音落下，足足6条灵魂手臂便是从他背后骤然伸出，然后一道道同样长达100丈、燃烧着绚丽火焰的水晶长矛便是出现在这6条手臂当中。吃吃吃！一道道燃烧着绚丽火焰的水晶长矛，直接令天幕的空间都出现了一道道漆黑裂缝，然后带着无可匹敌的威势，直接与那天幕之魂的灵魂长矛撞击在一起。紧接着，那一道道令天境大圆满
都要无比忌惮的灵魂长矛，便是在天幕之魂惊惧的目光当中迅速融化。在这些浩瀚灵魂力量被融化之后，火焰长矛依旧带着锋锐炽热的力量，直接射在天幕之魂的脸上。啊！天幕之魂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他那高达万丈的脸庞之上，在这一刻已经出现了10几道直径数丈大小的漆黑窟窿，在那漆黑窟窿的边缘，还有着些许的绚丽火苗在升腾燃烧。人类，我跟你拼了！天幕之魂彻底恼怒了，他愤怒，同时也恐惧。他的内心很清楚，如果今天打不败这个该死的人类，那他的下场将无比的凄惨。只见他那万丈大小的脸庞忽然开始迅速蠕动，然后迅速凝聚缩小。在他凝聚缩小的同时，一条条手持刀枪棍棒的手臂也是从他的体内钻出。顷刻间，一头有着3头6臂、手持各种兵器、高达数千丈的灵魂怪物便是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他在天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融合了太多的能量体，一些能量体当中的残缺记忆也是被他融合，令他也拥有了一些战斗本能。当然，因为这些记忆残缺而驳杂，所以并不算何等的高深，任何一名与他实力相当的斗圣都能碾压他。而遇到萧炎，则是他彻底的悲剧。毕竟萧炎的战斗经验和手段可是比寻常斗圣又强了不知道多少，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萧炎大笑一声，高达1000丈的灵魂之体上燃烧着熊熊绚丽火焰，直接朝着天幕之魂栖身而进。此刻他甚至再度化作4肢状态，在天幕之魂愤怒的目光当中，轻易地躲开了他6条手臂的攻势，然后一拳狠狠地砸在了天幕之魂的胸膛之上。咚咚咚！被萧炎打死过的人都知道，一旦被萧炎栖身而进的下场是什么样的。天幕之魂那残缺不全的各种战斗手段，在萧炎的面前简直是如同儿戏一般，被他随意的拿捏。只见萧炎一掌横扫，便是直接斩断了天幕之魂的一条手臂。还不等天幕之魂发出惨叫，萧炎已经一只手扣住了他的下巴，巨力之下直接令天幕之魂的整个身体都倒飞起来。轰隆隆！可怕的战斗令天幕的空间都在不停的动荡，大的出现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裂缝。躲在萧玄身后的血刀圣者此刻更是吓得浑身瑟瑟发抖。地境灵魂的交战竟然如此恐怖，如此混蛋！混蛋！天幕之魂发出愤怒的哀嚎，可却凄惨的发现自己面对这个人类根本就无计可施，只能任其蹂躏。他发出不甘的嘶吼，身体再度涣散，似是要再度恢复方才那庞大的面孔模样。而就是在这个时候，萧炎的身躯却是在这一瞬间从1000丈膨胀到了数千丈大小。只见他双手燃烧着绚丽的火焰，宛如2柄钢刀一般，狠狠插入了天幕之魂的灵魂之体，最后在天幕之魂凄厉的嚎叫当中，直接将其身体撕裂。不等天幕之魂反应，萧炎的手臂却是再度变大，径直深入到了天幕之魂的体内。然后在天幕之魂惊恐的眼神当中，萧炎手掌狠狠一掏，无数火焰丝线缠绕之下，一道丈许大小、通体散发着晶莹光泽的灵魂光圈，终于是被从他的体内掏出。不要，饶了我！天幕之魂终于发出了惊恐的嘶吼，然而这些嘶吼在萧炎的面前却是没有任何的作用。望着那马上就要离开自己身体的晶莹光圈，天幕之魂体表的灵魂都是开始燃烧了。这可是他的灵魂本源，一旦被掏出，他的力量将会尽数流逝，用不了多久就要魂飞魄散。对于已经诞生了意识的生灵而言，没有什么是比死亡更令人恐惧的事情了。所以当萧炎掏出这晶莹光圈的时候，天幕之魂终于是彻底的疯狂了。然而哪怕是他燃烧了灵魂，一只大脚却是在这一刻狠狠地踹在了他马上就要凝实的身体之上。仅仅一脚，便是令那马上就要凝实的身体再度涣散。又是一脚，天幕之魂的身体被直接踹飞，甚至开始4分5裂。而他体内那道晶莹的光圈，却是在这一刻被萧炎牢牢地握在了手中。我的灵魂本源，我的灵魂本源！天幕之魂发出一道道疯狂的嘶吼，声音却是越发的虚弱。失去了灵魂本源，他的力量正在快速消散。你的诞生本就是一个错误，今日本帝就送你去超脱。萧炎一手握着灵魂本源，脚步往前走了几步，便是直接一脚踏下。顷刻间，那本已经裂开的天幕之魂发出最后凄厉的惨叫，身体直接被萧炎生生震碎，然后被萧炎体表的一火席卷，彻底焚烧成了虚无。天幕之魂陨落。望着那彻底消失的天幕之魂，萧炎的神色并没有多少的动容，也没有多少的怜悯。这天幕之魂本身就是天幕诸多生灵的怨念所凝聚而成，可以说本就是神智没有那么清晰的东西。这些年来，他对于天幕诸多能量体的迫害可是更加的可怕。万物相争，优胜劣汰，不灭了这天幕之魂，自己又如何得到这么一团灵魂本源，又如何炼化整个天幕？伴随着天幕之魂的死亡崩解，一场大战就此结束。而在这场战斗结束之后，
那原本动荡不断的天幕空间在此刻也是缓缓地恢复了平静。先祖，这道天幕之魂的本源便是暂时放在您这里保管了。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先是将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放到萧玄那里，然后便是再度盘膝而坐。不过这一次，他那浩瀚无比的灵魂力量却是如同潮水一般，顷刻间淹没了整个天幕。然后，一缕缕带着绚丽火焰的灵魂之力便是开始迅速在天幕的每一个角落蔓延。伴随着这些灵魂之力的渗透与炼化，天幕的每一个角落也是开始慢慢的被萧炎所掌控。前世的萧炎能够掌握天幕，除了因为灵魂力量达到了地境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炼化了天幕之魂的原因。而这一世，他却是选择了将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留下。这样一团可以帮助人进入到地境的灵魂本源，在将来复活萧玄的时候，绝对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在复活完萧玄之后，剩下的灵魂力量也足以造就好几位天境大圆满。至于萧炎自己，在灵魂达到地境之后，短期之内已经很难让自己的灵魂力量达到质变的程度。就算他的肉身之力达到9品至尊，也最多就是寻常地境的数倍罢了。除非达到地至尊的层次，否则他的灵魂之力不会再发生蜕变了。所以，即便是吞下了这团灵魂本源，对他的帮助也不会太大。好在萧炎对于天幕可谓是十分的熟悉，仅仅1个月的时间，便是将整个天幕彻底的炼化。当最后一缕灵魂力量将天幕彻底融合之后，整个天幕的空间在这一刻都是给了萧炎一种如臂驱使的感觉。也只有彻底的炼化天幕之后，才能为他接下来复活萧玄的计划做出更多的准备。在炼化天幕之后，萧炎这一趟天幕之行的目的也算是彻底完成了。只见他高达1000丈的灵魂体在这一刻开始瞬间缩小，眨眼之间化作巴掌大小，最后没入他肉身的至尊海当中。伴随着灵魂体的融入，萧炎的肉身在这一刻也是终于睁开了眼睛。小家伙，真的很了不起。萧玄望着萧炎，脸上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震撼，而是带着一抹笑容。多少年了，他的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好过。本以为萧族似乎离彻底消亡也不远了，谁能想到上天如此厚爱，竟然给了这么一位麒麟儿。他相信，只要再给萧炎一段时间，这个少年便是可以成长为斗气大陆的主宰了。听到萧玄的话，萧炎也只是嘿嘿一笑，目光这才落在了一旁的血刀圣者和古族斗圣身上。古路前辈，还要委屈你再在这天幕当中待上一段时间，陪一下我的先祖了。萧炎笑着看着那位古族斗圣，此人似乎是古猿的某个族弟，与古猿的关系就像是萧晨与萧玄一般。正是因此，他与萧玄更是同一时代的强者，两人才有些话题可聊。以萧炎目前的条件，还无法做到直接复活萧玄，所以也只能让萧玄再待在天幕当中一段时间了。而古路也是被萧炎考虑着暂时留在萧玄身边，毕竟现在的天幕基本已经被萧炎给清空了，所以也是前所未有的估计。哼，无妨，老夫都等了这么多年了，也不差那么2年，便是暂时陪萧兄再待上几年又如何？这古路倒是也想得开，若是没有萧炎，他最终的结局便是在天幕当中待上个1000年，便是彻底烟消云散了。听到古路的话，萧炎也是微微点头，再度冲着萧玄抱拳一拜之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血刀圣者。待会儿我会将你的生命印记慢慢从天幕当中剥离，过程会让你损失大量的灵魂力量，而且还有些痛苦，你忍一下。听到萧炎的话，血刀圣者却是没有丝毫的害怕，反倒是一脸的激动之色。鬼知道他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待了多久了，此事能够离开天幕，对他而言简直是一场了不得的大机缘，他都没想过自己这辈子还能活过来。见他点头，萧炎也是不再犹豫，信念一动之下，灵魂之力便是蔓延到了天幕的核心之处。天幕本身其实也是炼器的产物，当然一位斗帝强者炼制的宝物，其本身的价值若是放在大千世界还是颇为值钱的，虽然跟绝世圣物还有着差距，但算是上品圣物是绝对足够的。既然是圣物，那就有着他自己的本源，在那本源当中，如今已经仅仅剩下了3道生命印记，这3道生命印记自然是萧玄3人的。天幕的作用就是将这一缕生命印记烙印在天幕本源当中，从而通过天幕的特殊规则，将这残魂转化为天幕当中的能量体。当能量体被击杀的那一刻，这些生命印记就会自动从天幕本源上脱落。如果不是萧炎刻意收集，这些生命印记就会自然而然地进入轮回。只见萧炎心念一动，那天幕本源当中便是释放出一种神奇的光芒，然后在这光芒之下，血刀圣者的那道生命印记却是在这一刻被缓缓剥离。然而随着萧炎对这印记的剥离，血刀圣者却是发出一阵阵痛苦的嘶吼。一旦生命印记被从天幕当中剥离，他的灵魂将再度变成无所寄托之物，随之而来的是他身上的大量能量都在迅速消散，就连他的灵魂都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片刻之后，
当萧炎将这缕生命印记彻底剥离出来之后，血刀圣者的能量体在这一刻都是已经彻底崩溃，就连灵魂也是有些奄奄一息，看上去似乎的无比虚弱。也多亏了这家伙是半圣境界、寻常斗尊境界的能量体，一旦经历如此变化，很可能会因为灵魂力量不够强大而导致灵魂直接崩溃，就算是能够转生，也只能依靠投胎转世的方式。所以从天幕当中复活一个生灵，的确是存在着种种困难。如果不是血刀圣者对于萧炎前世有着一些恩情，萧炎也是根本懒得理会他。见到血刀圣者如此虚弱的模样，萧炎也是那界当中抽出少量灵魂本源，灌注到血刀圣者的灵魂当中。此刻的血刀圣者早已经化作巴掌大小的一团，落在萧炎掌心当中。在吞吸了一些灵魂本源之力后，那虚弱的灵魂才终于恢复了些许的凝实。做完了这一切之后，萧炎此番的天幕之行也算是真正的达到了圆满。将血刀圣者的灵魂收起之后，他目光再度望向萧玄，这才再度拱手：“先祖，古路前辈，就辛苦你们再在这天幕当中等上几年了，用不了太久，我就会回来复活你们。”听到萧炎的话，萧玄只是微微一笑：“放心去闯吧，我倒是很想看到你将来到底能走到哪一步。”闻言，萧炎也是微微一笑，与萧玄告别之后，也是不再犹豫，心念一动之间，那天幕的空间便是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缝。天幕如今已经被他彻底的炼化，来去自然也是轻松无比。距离八族所谓的下一次天幕开启，还有着足足10年的时间。10年之后，我早已可以将天幕改造成一件更加强大的圣物了。萧炎低头扫过那空荡荡的天幕，却是没有多说什么，然后便是转身离开了天幕当中。伴随着萧炎的离去，古老的天幕空间再度恢复了往日的寂静，甚至比过去更加的寂静，因为这浩瀚的空间当中已经只剩下了2道灵魂体。望着那离去的年轻身影，萧玄的眼中却没有丝毫的寂寞，反倒是有着一分久违的热血。萧炎的出现，让他那颗枯寂了上千年的心都是再度恢复了活力。真是上天眷顾你们萧族啊！当初所有人都以为萧族就要完蛋了，可没想到如今竟然走出来了一个这样的绝代天骄。萧玄身边的古路望着萧炎离去的身影，也是忍不住一阵唏嘘。古界天幕之外，一道曼妙倩影正在天幕所在的那片空间不远处的一座山腰上建立了一所洞府，此刻正在这洞府当中静静的打坐。这是一名看上去不过年方28的年轻美人，一袭青衣将其曼妙身材完美包裹，3000青丝如同瀑布一般随意倾洒在那柳腰之上。随着岁月的洗礼，那张曾经令乌坦城、迦南学院无数少年心动的俏脸已经是愈发的绝美，有时仅仅只是一个露面，便是足以令古族的无数青年才俊都为之疯狂。不过自从那个家伙来到了古族之后，那些原本对于少女有着强烈仰慕的古族天才们，便是一个个的如同斗败的公鸡一般都蔫了下来。没有办法，任你过去是何等层次的天骄人物，如何的光芒万丈，在那个还不到18岁的少年面前，都是如同萤火与皓月一般的差距。萧炎来到古族之后，的确是引起了不少古族天骄的好胜之心，但这些家伙的好胜之心却是被2巴掌就给彻底的拍碎了。第一巴掌便是当初从西北大陆回归的古青阳亲自承认自己不如萧炎，让这些家伙老实一些。仅此一句话，便是令这些天骄们备受打击。然后便是萧炎来到古族之后，仅仅一个威压，便是令黑鹰军的一些年轻之辈跪服下去，连反抗的力气都是没有。这时以古妖为首的一些年轻天骄们心中还是有所不服，无论如何总要亲自被这家伙亲自打败才能死心吧。然后古妖的爷爷便是一个大逼斗，把古妖掀翻在地，第2个巴掌紧随其后。人家在这个年纪已经连杀3名魂族斗圣了，你们拿什么跟人家比？孩子，我不希望你死在自己的愚蠢面前。这一巴掌彻底的将这些古族天骄们给打懵了。在这些古族天骄们还在以自己的父辈和爷爷辈为追寻目标，追求半圣乃至斗圣的时候，那个少年却是已经拎着3颗斗圣强者的脑袋来到了古族。这还怎么玩？于是乎，萧炎这一次的古族之行甚至压根就没有出手，仅仅只是一些名声，便是已经令这些所谓的古族天骄彻底绝望了。嗡！一道细微的空间波动在天幕空间的上方轻轻颤动，令原本双目紧闭的轩儿骤然睁开了那一只紧闭的美眸。紧接着整个天幕所在的空间都是迅速动荡了起来，而伴随着天幕空间的动荡，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轩儿的身侧，正是一身麻衣的古元。此刻他那双向来平淡的眼睛也是微微眯起，眼中都是露出了些许的震撼之色。这天幕怎么？古元一双眼睛此刻也是死死地盯着天幕的方向，眼中带着莫名的光芒。父亲，天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萧炎哥哥不会有事吧？见到古元这副神情，轩儿那原本平静的小脸在这一刻瞬间变得紧张了许多。这应当不会吧？望着女儿那张担忧的脸庞，
古元的嘴角微微抽搐，最后只是无奈的轻叹一声道：“听到古元这般说法，薰儿这才微微点了点头，一双美眸却是没有丝毫的放松，而是依旧专注地盯着那动荡的天幕空间。轰隆隆，伴随着一阵动荡，就在这天幕的动静快要震动整个古族的时候，那不停颤抖的空间终于是裂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紧接着一道身穿黑衣的年轻修长身影便是从中走了出来。而在那身影走出的瞬间，古元的目光却是落在那天幕之上，眉头却是忽然皱得更深了。不过他的目光在天幕之上扫过片刻之后，便是再度将目光转向了萧炎所在的方向。而当他的目光落在萧炎身上的那一刻，古元的瞳孔在这一刻也是终于忍不住的微微一缩。之前无论是天幕空间的动荡也好，还是天幕的种种变化也罢，虽然令他眉头微微皱起，但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而这一刻，当他目光看向萧炎的时候，他终于是连眼神都是变了。虽然不清楚萧炎的身上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在萧炎出现之后，古元明显是感受到萧炎身上多出了一种令他都感到威胁的感觉。这种感觉虽然并不强烈，但要知道他古元是什么人啊，那可是如今这片天地的至强者之一了，想要对他产生威胁，至少得是9星斗圣级别的强者了吧。想到这里，古元看向萧炎的目光则是更带着几分的震撼。相比于古元的震撼，他身边的薰儿此刻却是根本不懂得这些。在看到萧炎从天幕当中走出来的那一刻，这丫头便是已经激动地站了起来，一双美眸顿时变得轻松了许多。见到萧炎能够平安从天幕当中走出，他便已经是十分的开心了。而萧炎在从天幕当中走出之后，也是很快就看到了那远处山腰上站立起来的少女，当下嘴角便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脚步一踏，一层淡淡的空间涟漪泛起，下一刻便是已经出现在了那少女的面前。见到萧炎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薰儿甚至都顾不得古元就在自己的身边，直接便是一头撞向了少年的怀里。想我了吧？萧炎轻轻抚摸着少女的3000青丝，嗅着后者那淡淡的体香，也是露出一抹笑容。薰儿轻轻点着小脑袋，片刻之后才想起古元就在身边，这才红着脸离开萧炎的怀抱。唉，望着这对卿卿我我的年轻人，古元也只能是无奈的摇头一叹。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将目光看向了萧炎，眼中也是带着些许好奇的神色。看样子你在天幕当中也是得到了不小的机缘。古元看着萧炎笑道，现在的你身上总有一种令我都感到有些威胁的力量，方不方便跟我说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实力了？听到古元的话，萧炎也是微微咧嘴一笑，侥幸在天幕当中晋级到斗圣层次了，而且灵魂力量也达到了地境的层次。萧炎望着那神色渐渐呆滞的古元，忍不住微微笑道，现在的我9星斗圣之下，应该没人能奈何得了我了。听着萧炎那轻描淡写的话语，古元和薰儿对视一眼，都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是，怎么晋升斗圣和灵魂达到地境，在你嘴里就跟放屁一样简单呢？斗圣也就算了，毕竟古元心里早就有了准备，以萧炎之前所表现出的天赋，这次进入天幕肯定是可以达到斗圣的。但是你忽然莫名其妙的就把灵魂提升到地境了，那可是地境啊，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境界，就连远古8族的族长很多都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还有什么叫9星斗圣之下没人能够奈何得了他了？这话是你一个18岁不到的少年该说出来的吗？古元觉得自己已经一次又一次的尽可能去高估萧炎了，但萧炎的每一次进步之大，都是已经超越了他的想象力范围。不过无论萧炎怎样的变态和不可思议，这对于古族包括其他各族而言都是一件大大的好事，唯独对于魂族或许是一件极为巨大的麻烦了吧。想到这里，古元的脸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笑容。听你的意思，咱们似乎可以与魂族开战了。震撼归震撼，古元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带着些许的期待。在得知萧炎所透露的诸多魂族信息之后，饶是以他这个古族族长，此刻都是对魂族十分的忌惮，恨不得立刻灭了魂族。闻言，萧炎沉吟片刻之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此事的确可以与其他5族的族长商议了。以萧炎现在的实力，虽然对上其他8星斗圣都是有着战胜的把握，但若是对上魂天帝和古元，最多也就是能够保命的份罢了。按照正常道理来说，他至少也要凝练出至尊法身之后才能对抗魂天帝。但是时间不等人，他想要拥有对付魂天帝的力量，至少也得炼化了净莲妖火才行。但若是想要炼化净莲妖火，就必然会被魂族发现。以魂天帝如今对他的忌惮而言，恐怕为了灭杀萧炎，他宁愿举足出动，也会想办法击杀自己。再不济，估计也会破坏自己的炼化净莲妖火的事情。为了能够顺利平静的炼化净莲妖火，萧炎决定先下手为强，趁着地境灵魂的底牌未曾暴露，给魂族来个狠狠的重创。最起码也要做到，即便是离开了自己，其余6族也有足够的实力去将魂族毒死在魂界当中。到了那个时候，他便是可以从容的
去炼化净莲妖火，慢慢提升实力了。萧炎赞同了古元的想法，不过在古元颇为心动之际，却是提醒古元不要将自己实力达到地境的消息暴露出去。此事除了在场的3人，便是其他各族的族长都不能知道，一旦被他们知晓了，那萧炎地境灵魂所可以爆发的效果便是不会这么大了。听到萧炎的话，古元也是笑眯眯的点了点头，心中对于萧炎这个女婿则是又高看了一分。不但天赋强大，实力可怕，此子就算是智谋也不是什么短板。真是想不到，当年只是想让轩儿在外界历练一番，却是给我带回来了个好女婿啊！想到这里，古元也是笑眯眯的看了轩儿一眼，令后者的脸庞瞬间变得再度红润。哈哈，你们的事情自己把握好分寸便是，老夫也不想多管了。古元哈哈一笑，离别之前却是再度叮嘱萧炎道：对了，炎族那边的事情我已经跟炎镜商量好了，双方的意见是交换火山实验。不过那家伙似乎很想让你去炎族一趟，似乎炎族当中有着什么对你有利的宝物一般。古元呵呵笑道：不过你若是不愿意去，也可以选择不去，我自有办法让那炎镜将火山实验送过来，邀请我去炎族。萧炎闻言也是微微一怔，对于火山实验这个结果，虽然他的心中早有预料，但是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依旧是有些无奈。毕竟这火山实验对于如今的他而言，实力增幅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就算是用来凝练至尊法身，也不过是个凑数的罢了。既然如此，我便是前往炎族一趟吧。萧炎沉吟片刻，还是点了点头。他也想去炎族亲自谈判一下，看看能够得到一道更好的火焰。毕竟异火榜排名第6、7、8的3种强大异火都在那炎族当中，虽说这些都是几乎不可再生的强大异火，对于炎族的珍贵性不可言喻，但是萧炎还是想试试能不能搞到一道。若是能够用这些异火代替火山实验，拿他将来凝聚至尊法身，自然是能够有着更大的好处。很好，这是炎族的族长请柬，你持着这枚请柬前往炎族，路上便是不会遇到任何的阻拦。古元也是微微点头，在他的心中，萧炎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成长为与他平起平坐的强者了，所以对于萧炎的选择，他已经是没有任何资格干扰，只是笑呵呵的将一枚火红色玉简丢给萧炎之后，便是消失在了原地。等到古元消失之后，萧炎这才摇头一笑，将那枚火红色玉简收起之后，这才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轩儿。萧炎哥哥，被萧炎这么盯着，轩儿的脸庞却是有些暗淡。望着这一幕，萧炎也忍不住微微一愣，目光看向了身旁的轩儿，有些不明所以。妮子，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吗？萧炎眉头微微皱起，望着身旁少女那绝美的脸庞，有些疑惑和不解。没有，轩儿微微摇头，只是觉得萧炎哥哥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让我感到有些望尘莫及的样子。轩儿这话说的也是没有任何的毛病，他自从回到古族之后，借助着古族的资源和自身的血脉之力，修炼速度可谓是极为的恐怖。而今不过16岁的年纪，便是已经达到了斗宗级别，这等天赋便是放在远古8族也是1等1的存在。然而无论是怎样的天才，站在如今的萧炎面前，都是只有被降为打击的份。毕竟萧炎只是比他大了不到半年，可萧炎的实力却是已经快要赶上了古元。这种实力，很多所谓的天才便是一辈子都未必能够达到，就算薰儿有着这样的潜力，怕是也需要很久才能达到这一步。望着这绝美小脸上的暗淡之色，萧炎嘴角也是微微抽搐，当下也无奈地揉了揉少女的脑袋。你不要自卑，不是你太菜，只是哥实在是太优秀了。啊？薰儿有着呆滞地抬起小脑袋，萧炎这才咧嘴一笑，跟你开玩笑的。薰儿，我能够走到这一步是有着一些运气在里面的，你没必要因此而感到压力。萧炎将少女拉到自己面前，一双修长的手掌将那张绝美的瓜子脸捧在手心，感受着掌心传来的美好触感，一双眼睛也是落在了那少女微微眨巴着的双眸之上。这张脸庞无论是看多少年都不会腻，无论经历多少事，再看到这张脸庞也会怦然心动。无论我将来走到怎样的程度，你都是我最重要的女孩，用不了多久，你就是我萧炎的媳妇儿了，并且永远都会是。望着那眼睛渐渐湿润的少女，萧炎却是咧嘴一笑道：薰儿，你还记得当年家族聚会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听到萧炎的话，少女的脸庞更是多了一份红润，就连娇躯都是忍不住微微一颤。我萧炎将来肯定是要娶薰儿做老婆的。6年前，少年那稚气却霸道的声音令整个萧家的宴席都在震撼，也一直回荡在少女的心间。你放心，这一次我要让所有的荆棘都乖乖匍匐在我的脚下，没有任何人有资格成为我们的阻碍。对于少年的话，少女从来未曾有过任何的怀疑，但她本以为这条路对于少年而言会是十分的漫长和艰辛，结果短短不到6年的时间，这少年便是以一个令全大陆都震惊的速度迅速成长，以至于在这般年纪就已经如此从容地站在了他的面前，没有任何他想象当中的压力。
族中的长老对此拍手叫好，族中的年轻一辈无人敢跳出来大声说话，族中的年轻女子对自己只有羡慕，因为面前的这个少年实在是太过璀璨，他的光芒遮盖了整个大陆漫长历史的所有天才。八族天骄，特殊体质，神品血脉，一切的一切在少年的面前都是黯然失色。他就像是那天空中的太阳，在他没有出现的时候，斗气大陆的天骄是群星璀璨的，但当他出现之后，人们的视野当中便只剩下了这一个人。萧炎哥哥。薰儿晶莹的眸子当中缓缓浮上一层雾气，萧炎也是满脸笑容的看着怀中的少女。前世的时候，他用了将近20年的生死艰辛，才能傲然的站在这个女孩的身边，让他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女孩的眼光是何等的准确。而这一世，他仅仅用了6年的时间，就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跳出来多说什么。重生的快乐，或许便是莫过于此了吧。所以，你跟彩铃、小医仙他们也说过这种话吗？听到这句话的瞬间，萧炎甚至以为自己是不是听错了，直到望着那张被自己捧在手心的俏脸上所露出的一抹狡黠之色后，他才有些苦笑不得地看着这个妮子。好你个丫头，竟然敢拿我开涮了！萧炎忍不住恶狠狠地捏了捏少女的脸蛋。薰儿错了，薰儿下次不敢了。下次？你还想有下次？萧炎冷笑一声，两手抱着少女的小脑袋，对着那一抹红润便是狠狠地啃了下去。看我不轻烂你的嘴！哦。良久之后，萧炎望着怀中那羞涩的满脸通红的少女，这才嘿嘿一笑。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下次还敢不敢？不敢了。薰儿连忙摇了摇头，一双美眸故作害怕地说着，但是其中却是始终跳动着灵动的光芒。闻言，萧炎也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萧炎哥哥，你真的不需要金地焚天炎吗？沉默当中，薰儿却是忽然抬起头看着萧炎轻声问道。不需要，金地焚天炎虽然强大，但对我来说并非是必需品。萧炎轻轻摇了摇头，这金地焚天炎是被古族一代代使用驯化得来，其效果大致与焚炎谷的九龙雷罡火一般，只有古族的历代传承者才能最为顺利地将之炼化。换句话说，这金地焚天炎当中早就有了古族历代强者赋予的烙印，到了薰儿这一代，更是同样与薰儿绑定在了一起。这是古族的传承之火，就算薰儿愿意，古族和萧炎也都不会愿意的，因为一旦将金地焚天炎从薰儿体内剥离，对于薰儿的本源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一旦萧炎将金地焚天炎炼化了，那这古族历代赋予的烙印可就要彻底消失了。失去了历代强者烙印的金地焚天炎，恐怕也只有古元这种层次的强者才有绝对的把握炼化。至于薰儿，在他达到这一层次之前，都很难再度得到金地焚天炎的认可了。虽然知道面前这个女孩的心思，但萧炎可不愿意让她再为自己如此了。这个女孩已经为自己付出了够多了，更何况金地焚天炎与净莲妖火之间虽然只差了一个名次，但差距却是并不小。相比之下，萧炎自然是更加的倾向于净莲妖火。听到萧炎拒绝，薰儿也是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乖巧的将脑袋依靠在萧炎的肩膀上。萧炎也是没有作怪，只是轻轻把玩着一缕青丝，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说着一些悄悄话。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哪怕什么都不做，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古族休息了一夜之后，翌日清晨，萧炎便是离开古族，朝着炎族的方向前进而去。值得庆幸的是，炎族是远古8族当中距离古族最近的一个古老族群，它的位置大概是在中州的东北方向。如此接近的距离，加上双方早已开辟出空间通道，萧炎从古界到炎界的速度可谓是快到了极致。短短一炷香的时间，他便是已经穿过了空间通道，来到了炎界。哈哈，你就是萧炎吧？不愧是萧玄的后人啊！我在古界的时候就已经久仰大名了。萧炎进入炎界之后，便是被2名炎族战士给拦下。在他出示那枚族长信物之后，不过片刻，炎镜的身影便是已经迅速出现在了萧炎的面前。那玉简之上自带着他的一丝灵魂印记，一旦萧炎进入炎界，他几乎是可以立刻知晓。炎镜族长，我也久仰大名了，只是没想到你会如此热情。萧炎笑着冲炎镜拱了拱手，炎镜的目光则是在萧炎的身上上下打量，几乎是在他看到萧炎的第一眼，面前的这个不过少年年纪的家伙，便是给他一种隐隐有些危险的感觉。这一点令他感到颇为的不可思议。哼，听古元说你去了天幕，看样子这是在天幕当中收获不小啊。炎镜一边邀请萧炎进入炎族的宫殿做客，一边笑呵呵地说道：托了先祖萧玄的福，在天幕当中侥幸达到斗圣层次了。萧炎也是边飞边笑道：他是地境灵魂的消息现在的确是不能泄露，但成为至尊也就是斗圣的消息却是可以透露一些了。反正过不了多久，与魂族的大战便是要开启，到时候他参战的实力还是要展露出来的。已经进入斗圣层次了。听到萧炎的话，
严禁原本还笑呵呵的脸庞，在这一刻也是情不自禁地抽了一下。这就是说，这萧炎当初在连斩魂族3圣的时候，还没有晋升到斗圣层次，还不到斗圣就能够发挥出如此逆天的战力了。如今这萧炎晋升斗圣之后，实力又该是何等的了得！而且能够在18岁不到的年纪就晋升到斗圣，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吧？这种天赋，纵观大陆古今，无论是萧玄还是魂天帝，或是历代天才，在这个年纪都是距离斗圣层次还有着极为遥远的距离。而且这位年轻的斗圣还有着越级而战的实力，真不知道古元这老东西到底是哪只脚踩了狗屎运。严禁心中那个纳闷啊，论起血脉天赋，古元便是他们这一代8族族长当中的佼佼者，结果他的女儿好像又是古族的下一代神品血脉传承人，仅仅如此已经足够让别人羡慕嫉妒了。可这家伙竟然又找了这么一个女婿，你个老家伙可不要先得意，看老子想办法把你的女婿给撬走。严禁心中阴暗地想着，远古8族之间的关系总是这般的微妙，既存在竞争，也存在联盟，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不想看到其中一方太过强大，因为一方太过强大了，便是会对其他各族产生威胁，就如同现在的魂族，便是已经对其他各族产生了威胁，所以6族之间便是会联手抗衡魂族。倘若有一天古族也这般强大了，那其他各族也会联手对抗古族，或许不会像对付魂族这般同仇敌忾，但肯定会暗暗提防。毕竟大家都是活了上千年的老狐狸，怎么可能会把自家族群的安危寄托在别人是否善良的前提上？两人很快便是来到了炎族的待客大殿当中。随着两人的入座，炎族的高层也是很快来了许多人，8位斗圣层次的长老，还有很多可以被称作青年才俊的年轻一代，都是来到了这大殿当中。可以说，对于萧炎的到来，炎族可谓是十分的重视了。而萧炎也在这些人当中看到了很多的熟人，对于炎族的这些高层，萧炎也是并不陌生。且不提当初大家一起对抗过魂族，有过些许的交流合作。在萧炎成为斗帝并且建立无尽火域之后，炎族也是成了无尽火域当中的一个庞大力量。在斗气大陆一脉的诸多力量当中，炎族可谓是萧族、古族之后的第3大力量。毕竟萧炎最为擅长火焰之道，所以无尽火域当中适合火属性修炼者的资源占比也是最为庞大。炎族依靠着这个优势，一跃超越了其他各族，成为无尽火域的其中一支主力军。所以萧炎对于炎族的这些高层实在是不陌生。当然，这些人现在对于萧炎却是有些陌生了。对于面前这个绝世天才，他们过去也只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不过在听到严禁介绍到萧炎已经跨入斗圣之境的时候，他们的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了惊愕与震撼。这位是火灵长老，这位是火药长老。严禁先是跟萧炎介绍了8位炎族的斗圣长老。炎族身为仅次于魂族、古族的大族，族中自然不可能仅仅只有8位斗圣长老，只是这8人的身份地位都不一般，其中最弱的一位都是有着3星斗圣的实力，足以看出炎族对于萧炎的重视。而在这8位长老之后，便是炎族年轻一代的一些天骄人物，其中又以火炫和火炙为首。这2人不过20多岁的年纪，已经达到了斗尊境界，论起天赋，与那古族的古妖都是相差无几，算是炎族年轻一代最为优秀之人。对于这2个家伙，萧炎自然也是颇为熟悉，前世的时候便是与这2人有所交集。这2人在今后的无尽火域，可也都是达到了地至尊大圆满的境界，也勉强算是无尽火域的高层了。尤其是现在，这2人更是得到了八荒破灭焰和红莲业火的承认，身上的异火连现在的萧炎都是颇为的眼馋。不过那火炙看向自己的眼神怎么感觉总是有些古怪，不光是火炙，就连严禁看向自己的目光也是有些怪异。一场丰盛的宴席结束之后，严禁这才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萧炎，又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火炙。萧炎啊，既然好不容易来了我炎族，除了要炼化火山实验之外，也可以顺道在我炎界好好逛一逛的。毕竟你也是火属性的斗气修炼者，而我炎族可以说是如今斗气大陆上最为擅长火焰之道的种族了，所以多走走看看对你也是颇有好处的。要知道，我炎族的天炎古帝可是斗气大陆第1位靠着火焰之道成就斗帝的强者啊！那火山实验所在的天炎峡谷对你或许有很大的帮助。听到严禁的说法，萧炎虽然有些无奈，却也只能故作礼貌地点了点头。严禁这话若是前世说给萧炎，那的确是可以给萧炎带来不小的好处，只可惜对于现在的萧炎而言，已经提不起任何的新鲜感了。天炎古帝的确是一位在火焰之道上很有天赋、很了不起的斗帝强者，只不过对比起后来的萧炎而言，却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毕竟萧炎是依靠火焰之道走到了天至尊，然后又走到了神灵境界的人。不过对于炎族的好意，他也是不好意思拒绝，当下也只能点了点头。呵呵，我就知道你会感兴趣。严禁也不知道萧炎的想法，
他还以为现在的萧炎应该颇为高兴，当下便是笑道：“接下来就让火炙陪你在岩界当中走走，然后带你去天岩峡谷炼化火山实验吧。你们年轻人之间应该是有更多的话题的，我这老家伙跟你在一块倒是有些无趣了。”严禁一脸笑眯眯的，却是令萧炎感到更加古怪，总感觉这老家伙似乎是在藏着掖着什么。不过他如今终究是在人家的地盘，沉默片刻之后也是没有拒绝，而是将目光看向了火炙。被萧炎的目光注视，火炙那面纱之下的脸庞却是微微一红。好在她终究是炎族圣女，心性也不一般，很快便是直接来到了萧炎的身边，一双丹凤眼也是笑着看着萧炎：“萧炎兄弟，如果对我不嫌弃的话，那便是由我给你带路做个导游可好？”望着火炙那一双明亮的美眸，萧炎沉思片刻之后也是微微一笑：“那就麻烦火炙小姐了。”见到萧炎没有拒绝，火炙心头也是莫名的一跳，然后也是微微点头，玉手轻轻伸出，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请。”望着两人那缓缓离去的方向，大殿之上的严禁在这一刻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心中也是隐隐有些期待。早在情报上就得到过消息，这萧炎虽然是古元的女婿，但她也不只是一个女人，听说她在西北大陆还有好几个红颜知己。严禁心中也是洋洋得意，火炙身为炎族圣女，无论是资质、气质还是容貌都是上上之选，放眼整个远古八族，也就古元那个女儿或许能够压她些许。虽然的确是有着很大的竞争压力，但这萧炎又不止一个女人，她既然花心，既然还有着别的女人，那也不差火炙这一个。严禁倒也没指望火炙能够将萧炎迷得神魂颠倒，只要能够分一杯羹就够了。这么好的女婿，总不能被你古元独占了吧？天空之上，两道身影踏空而行，目光则是在岩界的大地上四处浏览。比起古界的郁郁苍苍，岩界的色泽自然是偏向火焰的红色。虽然温度并没有明显比古界高出太多，但其中的火属性能量的确是颇为的浓郁。大地之上，时不时有着一道赤红色的河流流动，那其中所流动的也不是河水，而是赤红色的岩浆。在这岩浆河流的两岸，则是生长着大片颜色偏向赤红的火属性植物药材。这些植物药材在吸收浓郁火属性能量成长的同时，也将那狂暴可怕的火属性能量给吸收压制。外界足以令斗王强者心动疯狂的火属性宝物，在此地虽不说遍地都是，却也是颇为的常见。在那岩浆河流的中央，甚至有着一座座玉石铸就的莲台，其中时不时有着一些炎族强者在其中修炼。大量的火属性能量在经过这些莲台净化之后，都会变得精纯许多，在其中修炼速度也同样会快上许多。这里的确是堪称火属性斗气修炼者的天堂。萧炎兄弟，叫我萧炎就好了。我只是很好奇，你究竟是如何在这个年纪就修炼到斗圣层次的呢？而且你竟然还能越级战斗。火炙陪在萧炎身边，一双美眸颇为好奇地看着萧炎，这的确是令他极为好奇的一点。一般来说，修炼速度极快的强者在远古八族并不罕见，毕竟这些大族都是有着深厚的底蕴。若是真的要堆积，虽然很难堆出来一个斗圣，但也可以轻松的让一个少年直达9转斗尊巅峰。但这种情况在远古八族当中都是没人会真的这么干，因为一来这样浪费的资源，怕是同样培养一个9转斗尊巅峰的10倍；二来这个被填鸭式培养出来的强者战斗力也会差得要命。正常情况来说，修炼如此之快的强者斗气都会颇为的虚浮，对于自身力量的掌控也会根基不稳。这种人通常是被别人越级而战的，而不是越级而战别人的才对。然而萧炎显然是一个例外，而且还是在这个年纪达到了斗圣。要知道，就算是魂族和古族想要将一个人硬生生的培养成斗圣，都是需要耗费无比惊人的代价的。更何况这个年轻的斗圣根基还是如此的扎实，甚至能够越级而战，当然是开挂了。萧炎心中微微吐槽，脸上却是露出一抹和善歉意的笑容，侥幸罢了。见到萧炎这副表情，火炙便是知道萧炎不愿多说，只能当自己是白问了。不过脑海当中回想起那些狐妹子们教给自己的套路，还是忍不住继续与萧炎找些话题。不愿多说就算了，不过我可否向你请教一些问题？火炙明亮的眼睛看着萧炎，按照那些狐妹子教给自己的方法，这种绝世天才肯定是喜欢上进的有个性的女子。闻言，萧炎也是微微点头，这一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见到萧炎点头，火炙心中也是多出了些许的兴奋。他对于萧炎虽然没有到了那种一见钟情的花痴程度，但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成就的绝世天才，也的确是很感兴趣。女子都是慕强的，除非是萧炎的女人那样，大家一起共同甘苦共患难过，彼此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利益，否则第一面的印象难免会因为对方的相貌、天赋、实力来判断。很显然，萧炎绝世天才的潜力和实力令火炙这个炎族圣女都是颇为心动，这也是对于严禁的建议，
火炙没有太大拒绝的原因。关于异火的控制手段，控制异火除了需要灵魂力量足够强大，你本人与异火的亲和融合程度也是极为重要。当你对异火的掌控达到一个程度之后，你对火焰的掌握将会超越火焰本身，会达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两人一问一答，不知不觉之间，火炙那原本看向萧炎只是有些好奇与目的性的目光，已经开始不自觉地微微闪烁着星光。对于火属性斗气修炼的种种技巧，对于异火的操纵手段，甚至就连炎族功法的一些缺陷和改进方式，萧炎都带给了火炙完全不一样的视角。这种宛如醍醐灌顶一般的感觉，直接是令火炙对萧炎的看法再度提升到了一个极高的层次。对于火炙那渐渐变化的目光，萧炎自然是将这一切都轻松地收到眼底，当下心底也只能是无奈的一叹：我这该死的魅力！萧炎真的只是想要闲来无事跟这位炎族圣女聊聊天，顺道指点一下她的一些修行困惑也没有关系。毕竟虽然现在只有2品至尊的实力，但论起真正的境界，他却是神灵。以萧炎前世的境界，别说是指点一下火炙，就算是指点炎镜，甚至就算是天炎谷地复活了萧炎，也是能够指点一番的。这也就导致他的每一次指点都是令火炙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多了几分仰慕。如果说过去的火炙对于萧炎只是好奇的话，那此刻的火炙对于萧炎就真的有了些许的心动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在这个年纪达到这个成就的？火炙心中惊叹，萧炎给他解答的很多疑惑，甚至比炎镜亲自指点他都要更加清晰明了，令他有种此刻回去闭关必然会实力大进的感觉。如此优秀的人，难怪会令那古族的古轩儿都如此依恋。火炙心中开始回想着那些狐妹子教给自己的各种招式，他现在真的很想将萧炎拿下。两人几乎在岩界当中逛了半天，将岩界的一些奇特之地都给逛了一遍之后，才朝着最终的目的地前进。天岩峡谷可以说是岩界当中最为重要的一处核心宝地。说是峡谷，可若是走到近处观看，才能知晓这道峡谷是何等的巨大。整座峡谷足足绵延上千里，几乎是在走到这峡谷的附近，便是能够感受到周围那本就浓郁的火属性能量再度浓郁了几分。在这峡谷当中，一道道蜿蜒的岩浆河流都是从一处地脉当中涌出，在那地脉的周围，则是有着足足8座火山依次连绵。而萧炎的目光也是很快落在了这8座火山的其中2座之上。只见这2座火山的中央，一道道冲天的火苗明显释放着比其他火山口更加炽热的高温，那种气息是属于异火的气息。果然，炎族果然有着成熟的培育火山实验的方法。萧炎咧嘴一笑，缓缓地降落在地上，在他的身旁，火炙也是瞬间降落在地上。只不过，这位炎族的圣女在落地的时候，似乎是不小心踩到了一块石头，身形忽然一个踉跄，朝着萧炎的方向扑了过来。一阵炽热的微风吹过，露出那面纱之下一张精致美丽的脸蛋。扑通！火炙忽然狼狈地趴在了那遍地赤红的地面之上，他有些错愕地抬起头，却是看到了萧炎有些无奈的脸庞。圣女殿下，请你自重。这一刻，趴在地上的火炙忽然感到有着难以言喻的羞耻感从内心涌来。他望着不远处的一条石头缝，忽然想要直接钻到那里面。自己主动勾引着萧炎，却是被这家伙直接躲开了，而且还当场拆穿了自己，这让火炙有着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望着那趴在地上不愿意起来的火炙，萧炎似是也意识到自己这么说似乎有些不妥，这才无奈地蹲下身子将火炙扶了起来。被萧炎拖着手臂，火炙目光环顾周围，在发现周围没有什么人了之后，这才微微松了口气，只是一双美眸看着萧炎，却是有些羞耻与不满。同时，那张精致俏脸上的红晕已经是到了拿面纱都遮掩不住的程度。自己堂堂炎族圣女主动倒贴，这家伙竟然是如此的不识趣，还让自己如此的丢失面子。一时间，火炙对于萧炎的好感都是瞬间消失了许多。似是看穿了火炙的想法，萧炎却是无奈一笑：火炙小姐，实在是我大意了，我也是没有想到一位斗尊强者竟然会出现踩不稳地面这种事情发生，不怪你，是我自己功夫修炼的不到家。火炙有些气呼呼地回了一句，旋即便是有些红着脸回过头，不愿再面对萧炎。遇到这种情况，他也是尴尬的不知道跟萧炎说什么了。见到火炙不再说话，萧炎也是没有多言，他已经将自己的感情分给了5个女人，若是再分给几个的话，未免也太过分了一些。以他萧炎的实力与魅力，若是真的要开后宫的话，那斗气大陆9成以上的美人怕是都逃不过他的掌心，仅仅一个火炙又算得了什么？美色对于萧炎的诱惑力并不算大，因为美色在他面前从来就不是稀缺资源。接下来我是否可以挑选一道火山实验炼化了？见到火炙不吭声，萧炎这才继续问道。闻言，火炙虽然心中有些羞恼，但看了一眼那天岩峡谷当中的2座山峰，当下也只能是无奈的点了点头。
我族现有的火山实验也只有2道是成熟的，你可以任选1道进行炼化。火雉说完便是不再理会萧炎，而是转身到了一个地方独自生闷气。从小到大，她都是炎族的天之娇女，无论是容貌、资质还是身份，都是受到整个炎族年轻一代追捧的对象。然而今天到了这萧炎的面前，却是被对方如此的不在意。明明刚才还给自己孜孜不倦地讲述着修行当中的各种知识，现在却是如此冷漠了。想到这里，火雉的心中便是越发的郁闷，也不知道是在生萧炎的气，还是为自己的失败而感到难受。见到火雉这副模样，萧炎却仅仅只是摇头一笑。天之娇女，他见过的实在是太多了。至于火雉那矛盾复杂的心思，他更是一眼看透，却没有多说。类似于这种天之娇女，虽然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和培养，无论是实力还是见识都是不凡，可他们同样因为眼界太高而难以有几个异性能够走进自己的法眼。所以这些人的确很强大，但在感情上的经验却也并不丰富。不过对于这些，萧炎也是懒得提醒。他既然不愿意跟这位炎族圣女有着超越友谊的事情发生，那便是干脆不要给对方希望。总是吊着人家，其实是对别人更深的一种伤害。脑海中掠过这些念头之后，萧炎也是不再多言，而是转身就来到了那天岩峡谷的8座火山的其中一座。古老的火山高达数百丈，时不时便是有着一道道磅礴狂暴的火属性能量涟漪波动。天岩峡谷作为天岩谷地，这位炎族始祖亲自在炎界开辟的峡谷还是不凡的。尤其是这8座火山的下方，其实是整个炎界的一处核心节点。在这8座火山的下方，是天岩谷地亲手布置的一座连接着斗气大陆地底浩瀚岩浆世界的一座大阵。这座大阵将斗气大陆那浓郁无比的火属性能量汇聚，最后为炎界提供了极为庞大的火属性能量源泉。而位于这大阵最上方的8座火山内部，自然也算是整个炎界当中火属性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也只有在这种地方，才能成为孕育火山实验的天然场地。火山口的内部，一道小型的岩浆湖泊在其中不断的翻腾，时不时有着一道道气泡从中涌动。但萧炎的目光却是并不在那岩浆当中，而是将目光放在了那岩浆湖泊上方燃烧着的赤红火焰之上。火山实验诞生于千年不灭的活火山当中，是一座活火山历经100年当中的岩石精华与火属性能量不断的压缩精炼，最后凝聚成了一道小小的火山神石。这火山神石诞生之后，所蕴含的火焰会比寻常岩浆的温度高出许多，而且随着岁月的变换，这火焰的温度会越发的高涨，最终诞生一丝灵性。到了这时，便是可以换作真正的火山实验了。萧炎目光扫过下方的岩浆湖泊，手掌伸出，一道道绚丽的火焰便是从他的体内迅速浮现，眨眼之间便是化作一道数丈大小的火焰手掌。而在那绚丽火焰出现的那一刻，整个天岩峡谷当中的所有岩浆、火山口都是微微沸腾起来，就连那2座燃烧着赤红火焰的火山口，在这一刻都是微微颤抖，其上的火焰就仿佛遇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存在一般，竟然主动躲进了岩浆当中。不但是这些岩浆火焰，就连那远处的火雉在这一刻都是微微色变，因为在那绚丽火焰出现的那一刻，他竟然清晰地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红莲业火竟然微微颤抖了起来，那种感觉就仿佛是臣子遇到了君王，隐隐有着一丝膜拜与畏惧并存的感觉。在红莲业火的影响之下，就连火雉本身都隐隐有着一丝朝着萧炎跪下膜拜的冲动。虽然这种感觉并不强烈，还做不到真正的影响他，却也依旧令火雉都感到有些震撼。而接下来，在他震撼的目光当中，萧炎则是直接操纵着那火焰手掌深入到了岩浆当中，仅仅只是一捞，一道绚丽火焰便是包裹着一枚拳头大小、通体金红色的石子从岩浆湖泊当中飞出，最后稳稳地落在萧炎的掌心当中。在落到萧炎手中之后，那金红石子之上升腾的红色火焰微微颤抖，似是极为的畏惧一般。但是萧炎对此却是懒得浪费时间，以他如今的实力，想要炼化一道位列异火榜第17的异火，可以说是轻而易举。只见他手掌轻轻一握，那绚丽火焰瞬间将那金红色的石头包裹吞噬。仅仅片刻，那金红色石头之上便是没有了任何火焰浮动，只剩下那巴掌大小的金红色石头被萧炎随意的把玩着。而火雉则是发现，萧炎那原本就无比可怕的绚丽火焰，在这一刻似乎变得更加可怕了一些。虽然这种感受并不明显，但却是真实存在的。一道火山实验对于如今的萧炎而言，的确是可以顷刻炼化，没有任何难度。而这道异火对于萧炎的增幅也是没有多么明显，甚至难以让他的修为有着多少的提升了。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手指在那金红色石头之上轻轻一点，便是再度将那金红色石头丢回到了岩浆湖泊当中。这金红色石头就是孕育火山实验的火山神石，其本身不但是承载火山实验本源的载体，也同样是一样颇为不俗的天才地宝。修炼者手持着火山神石修炼，
便是可以起到与那青莲地心火的莲台一般加速修炼的神效。除此之外，此物若是刮下来一些粉末加入，无论是炼药还是炼器，都是有着不小的帮助。若是将整个火山神石投入，足以担当一些九品丹药或是斗圣兵器的材料之一。不过，此物最为珍贵的，其实还是能够再度孕育火山实验。萧炎这么一个点化，或许便是能够令这火山神石在100年之后再度孕育出一道火山实验的幼苗。走吧。顷刻炼化了火山实验之后，萧炎也是并没有太多在这天岩峡谷当中待着的心思了。炎族虽然有着3样对他作用都是不小的异火，但每一样都是被炎族的历代强者驯化，早已如同金地焚天炎、九龙雷罡火一般，成了人家的传承至宝。这种级别的火焰，他们是不会轻易拿出来进行交换的。不过萧炎现在倒是也不太在意，因为他的心中自然有着其他的打算。见到萧炎这就打算离开，火炙的脸庞之上也是露出一抹呆滞，不过还是有些郁闷的点了点头，带着萧炎再度去找严静了。一路之上，这位炎族圣女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似乎也无话可说。见此情形，萧炎也是无奈的一笑：“火炙小姐，方才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何必一副闷闷不乐的表情？”听到萧炎的话，火炙的脸上先是微微一怔，旋即也是连忙冲着萧炎笑着点头，只是其眼底却是闪过一抹细微的暗淡。“什么？你已经把火山实验给炼化了？这么快？”族长大殿当中，严静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萧炎，心中感到萧炎炼化速度之快的同时，也是将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火炙身上。见严静将目光投来，火炙有些脸红而无奈地摇了摇头。严静顿时明白了：“火炙啊，你先回去休息吧，我还有2句话要跟萧炎说一下。”严静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让火炙先行回去之后，整个大殿便是只剩下了他与萧炎2人。“萧炎啊，你觉得火炙这个丫头怎么样啊？”火炙离开之后，严静终于笑着开口了：“还不错，若是好好培养的话，将来潜力还是很大的。”萧炎微微笑道：“啊。”听到萧炎的话，严静都是忍不住微微一愣，半晌之后才无奈地摇了摇头：“你小子倒是挺会装傻充愣的，老夫是问你对于这火炙可有那方面的意思？”严静干脆将话题彻底扯开，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老夫听说你在西北大陆也有几个红颜知己，如此看来那古元的闺女也不是你唯一的挚爱。既然如此，你再多出来一个女人也没什么的。”严静目光笑盈盈地看着萧炎道：“你既然做的古族的女婿，又为何做不得我炎族的女婿？”严静目光灼灼地看着萧炎道：“只要你做了我炎族的女婿，我炎族的资源完全可以向你倾斜。你若是与火炙结成伴侣，红莲业火的本源你自然也能得到一些，甚至等老夫将来逝去，那九幽金族火都可以传承给你。”严静给萧炎开出的条件也可以说是非常丰厚了，如此资源和优待，若是放在其他各族，怕是会令那些个天骄们都心动万分。然而萧炎在听到这些话之后，眉头却是微微皱起。“严静族长！”萧炎声音都沉重了几分，一种无形的气势从萧炎身上散发，竟然是令严静都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压力。“严静族长，请你自重一点，火炙小姐很优秀，但并不是炎族交易的工具，而且我萧炎也不是随便的人。”在严静微微抽搐的目光当中，萧炎却是非常郑重地说道：“我萧炎可不是见了女人就走不动道的人，另外我和我的女人之间都是真爱，请你尊重一点。”话音落下，萧炎便是不再理会一脸呆滞的严静，转身朝着外界走去。既然火山实验已经到手，那这炎族也就没必要多待了。本以为这严静邀请自己来到炎族是有什么事情，却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想对自己用美人计。萧炎！一道厉喝却是忽然从萧炎的身后响起，令萧炎脚步微微停顿。“这事儿你可别跟古元说啊！”严静略带几分尴尬的声音从萧炎身后传来，令萧炎这个主宰境强者都是险些一个踉跄。这老家伙前世怎么没发现他是这种人呢？萧炎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严静，却见他正一脸尬笑，忍不住嘴角微微抽搐了2下。下不为例。萧炎深吸一口气，脚步一踏便是消失在了原地。对了，既然我已经回归，那接下来对付魂族的事情便是可以开始了，或许明天你就会接到消息了。淡淡的声音在原地回荡，却是令原本一脸尬笑的严静脸庞开始缓缓变得凝重了起来。对付魂族的计划即将开始了吗？他的目光穿过岩界的空间，落在一名炎族的3星斗圣长老身上，微微叹了口气。没想到远古8族都被魂族渗透到了这种程度，竟然有着这么多斗圣都被替换了。不过若是魂天帝知道自己辛苦1000年的布局被忽然一锅端了，怕是会直接暴怒吧。严静咧嘴一笑，然后才将目光再度投向萧炎消失的方向。听这小子的意思，是他已经可以在这场战斗当中充当一面大旗了吗？想到这里，严静的目光再不复方才的嬉皮笑脸，
取而代之的是凝重和震撼。虽然古元早就跟他们通过气了，虽然他们也都知晓了萧炎的潜力早晚会有这一天，但他还是没有想到，短短2个月的时间，萧炎就已经达到了可以在这场战斗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程度。不过无论如何，既然决定了动手，那便是容不得任何的嬉闹了。跟魂族这样一个隐藏极深的庞然大物翻脸，任何失误都会带来难以挽回的代价。接下来怕是要掀起一场真正的腥风血雨了啊！这样的战争，斗气大陆已经有了上千年未曾出现了吧？严禁轻叹一口气，过去的1000年当中，整个斗气大陆因为战斗而陨落的斗圣强者屈指可数，但这一次却是不知道要有多少斗圣强者要陨落了。严禁一边想着，还是来到了火炙所在的宫殿，将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无论如何，总要给火炙一个结果。等到严禁离开之后，火炙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大殿当中，面纱之下，贝齿轻轻咬着红唇，有种难以言喻的失落。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可以令自己心动的男人，只可惜对方却是对自己不感兴趣。错过这个，不知道自己今生还有没有机会遇到下一个了。对于严禁和火炙心中的想法，萧炎倒是并不知晓。炼化了火山石焰之后，他也是懒得多待，而是很快回到了古界当中。有着空间通道的存在，他想要回归古族自然是十分之快。你回来的这么早？当古元看到那从炎族通道当中出来的萧炎之时，也是忍不住微微有些错愕。此刻的时间其实也不过是刚刚到了晚上而已。萧炎早上离开古族，用了1炷香的时间就赶到了炎族，然后在炎族的招待下吃了个丰盛的宴席，然后又被火炙拉着在炎界当中转了半天，最后用了顷刻间的时间将火山石焰炼化，然后又用了1炷香的时间就回到了古界。所谓的早出晚归，差不多也就这么回事儿了。火山石焰而已，对于我现在的实力炼化起来并没有太大的难度。萧炎望着古元那错愕的眼睛，不由得笑道。听到萧炎的话，古元这才回过神来，不由得点了点头。的确，异火这种东西对于斗圣之下的强者而言，的确是了不得的天地奇物，威力大的吓人。即便是最为弱小的异火，对于斗尊强者都是有着一些帮助，但对于斗圣强者而言，普通异火所带来的增幅和困难就没有这么大了。斗圣强者凭借着体内那浩瀚无比的斗气，完全可以强行炼化异火，令后者都是没有多少反抗的力量。如古元、萧玄、魂天帝这种境界的强者，除非是排名前5的异火，至少也得是金地焚天炎这种层次的异火，才会让他们费些力气。至于寻常异火，都是可以被他们直接强行炼化。萧玄巅峰时期可是曾经强行奴役了3种异火，而且这3种异火的排名虽然不到前5，可每一种都是不凡。但就是这样的3种异火，却是可以被他强行炼化，并且挤在一起。如此便是看出9星斗圣巅峰的强大。寻常斗圣虽然做不到这一步，但炼化排名15往后的异火同样是轻松无比。连寻常斗圣都可以如此轻松，那这一火对于如今同样算是斗圣的萧炎而言，的确是没有任何难度。既然你已经炼化了火山石焰，那么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对于萧炎的种种惊奇行为，古元这边可以说是早已习惯了。比起萧炎的强悍，他更关心的还是接下来的动作。魂族这个已经悄无声息出现在各族头顶的一座阴云，接下来自然是开战了。听到古元的话，萧炎却是咧嘴一笑。我进入天幕之前说的那些话，岳父应当已经跟各族族长都说了吧？古元闻言也是微微点头，都跟这些家伙说好了。你出关之前我们还有所联系，如今6族当中所有斗圣级别的长老都被我们用血脉之力悄悄探查了一遍，情况果然是如同你说的那般，几乎每个古族当中都有着一位斗圣长老被魂族夺舍渗透了。说到这里，古元眼中都是有着一丝后怕，魂族的手段实在是可怕，如果不是萧炎提醒，他们这些老家伙怕是现在都还蒙在鼓里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魂族发难，那其余各族必然会被打个措手不及。不过随着萧炎的出现，这种情形却是在不自觉之间被攻守一行了。现在被蒙在鼓里的反倒是魂族一方了。闻言，萧炎却是笑着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也可以率先动手了。那便麻烦岳父通知一下各族族长，最近这段时日，我们也可以共同制定一下接下来的计划了。萧炎笑呵呵地说道，只要这场战争当中重创魂族，那他便是可以从容地去炼化净莲妖火，然后就出至尊法身。一旦就出至尊法身，那他的战力将真正的达到斗帝之下最为强悍的一个层次。听到萧炎的话，古元也是目光微微一凝，旋即也是轻轻点头。我知道了，一会儿我就会通知各族族长，明天就直接进行会议。听到古元的话，萧炎这才微微点了点头。虽然远古8族这一代的族长，除去萧玄和魂天帝之外，都不是什么有大魄力之辈，但好在他们也都不是傻子，知道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尤其是在得知魂族当中还有着吞灵族的力量之后，
他们对于魂族的忌惮更是达到了极点，特别是十族、灵族这些弱小一些的族群，一旦被魂族盯上了，几乎是必然灭亡的结果。所以在得知魂族有着吞灵族的手段之后，最想将魂族率先灭掉的，反倒是其相对弱小一些的古老族群。在萧炎的布局之下，魂族已经不知不觉之间陷入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萧炎哥哥，你身上怎么有别的女人的味道？夜色微凉，薰儿依偎在萧炎的肩膀上，那娇俏的小鼻子却是微微皱了起来。今天去炎族的时候被他们的圣女带着逛了一圈，所以难免沾上了一些气味。萧炎坐在一块古老的石头上，脸上也是露出一抹尴尬之色。在炎族的时候，那火炙或许是存在一些对自己的意思，所以身上也是点缀了一些炎族特有的高级香料，虽然闻起来的确很香，却也被萧炎沾上了些许。炎族的圣女，薰儿原本就微微皱起的眉头，这下子皱得更深了。你这妮子别瞎想了，我跟她没有发生任何事，就只是逛了逛。萧炎看着小妮子狐疑的目光，摇了摇头。那就好。薰儿小嘴微微撇了撇，然后才笑着说道：萧炎哥哥，以后可不许背着薰儿偷人哦。他的话音落下，却是看到萧炎的脸色变得严肃了许多。笑话，我萧炎看上的女人还用偷吗？被萧炎这么盯着，薰儿却是多了几分不安，不由得可怜兮兮地看着萧炎。萧炎哥哥对不起，薰儿下次不这么说你了。光对不起就完了？萧炎低头看着薰儿，令少女忽然有些紧张。那萧炎哥哥想要怎么样啊？我要惩罚你。远处的山巅之上，古元目光若有若无地落在那月下相拥的年轻男女身上，最后不由得微微叹了口气。哎，我这闺女平时也挺有主见的，怎么一遇到这个小子就被拿捏成了这样？古元心中也是十分的无奈，不过其目光当中也是露出了一抹不爽。好你个浓眉大眼的严静，老夫本以为你是想做个顺水人情，结交一下萧炎，没想到你个老小子竟然想撬我女婿。虽然萧炎回来之后什么也没说，但是以古元的眼力劲，最终还是从蛛丝马迹当中察觉出了一些不对劲。经过他的种种推测，最后才发现那严静之所以对于萧炎如此的热情，竟然是想要依靠美色将萧炎这个潜力股给挖走，当真是用心险恶啊！跟老夫这么玩，你小子等着吧！古元冷哼一声，消失在了天际。而在远处，刚刚被萧炎惩罚完的薰儿却是面若桃花的趴在萧炎怀里，鼻息之间的呼吸都是急促了些许。薰儿，萧炎一手揽着那柔弱无骨的柳腰，低下头看着那脸色羞红的少女。等到这次战斗结束，远古六族之间必然会有一次隆重的会面，到时候我会把你带过去，让那些家伙知道你才是我的女孩。萧炎话音落下，薰儿一双美眸已经是水汪汪的看着萧炎，他自然是知道萧炎如此做是为了什么。萧炎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让他为之心安。毕竟萧炎这一世表现的实在是太过耀眼，以至于薰儿这个古族大小姐神品血脉都是感到了一丝压力。萧炎哥哥，薰儿眼泪都滑落出来了，然后在萧炎的宠溺的笑容当中，主动地搂住了萧炎的脖子。翌日，两道人影坐落在古族能量最为浓郁的一处山崖位置，浩瀚的能量在两人的吸收之下，都是化作一道漩涡，朝着两人冲来。只不过，当这浩瀚能量落到两人身前的时候，却是有着大部分化作两条长龙钻进了萧炎的鼻息，剩下的小部分才被薰儿头顶的天灵盖缓缓吸纳。对于已经到了至尊境界的萧炎而言，他吸纳能量的速度自然是比薰儿要快了不知道多少。饶是如此，对于达到至尊境界之后的萧炎而言，这种修炼速度依旧是十分的缓慢。毕竟到了他这一步，每次晋级所需要的能量都是一个海量。不过虽然修炼速度慢了下来，萧炎却是依旧不急不躁，并没有因为修炼速度慢了就停止修炼。所谓积土成山，积水成渊，任何强者的出现都是在一日一日的积累当中诞生，机缘和宝物只是加快了这个进程，却并不代表可以直接完成。嗡！就在这时，萧炎面前所剩放着的一道玉符，在这一刻却是微微一震，传来些许的波动。另一只闭目的两人都是睁开了双眼。是父亲传来的消息，看样子其余五族的族长都到了。感受到这一波动，萧炎也是缓缓站起身。既然五族族长都到了，那就该好好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大事了。心中如此思虑，他目光转向一旁的薰儿，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好好修炼，我去就回。话音落下，萧炎已经是消失在了原地。而薰儿目送着萧炎离去的身影，少女的双眸也是微微闪光。萧炎哥哥，马上又要绽放出夺目的光彩了呢。古界，一座古老的大殿当中，6道身上流露着强大气息的身影盘坐其中。除了古元之外，其他5人都是傀儡身躯。这5人自然是远古五族的族长。此刻，这5人都是盘坐在一个蒲团上，彼此都是颇为期待的看着古元身旁的一个蒲团。这个蒲团自然是给萧炎所准备的。当然，比起其他4族的族长，
炎族族长严禁的眼神总是有些不自然，因为古元今天看他的眼神也很不友好。嗡！伴随着一道空间波动，大殿当中的空间忽然多出了一道缝隙，紧接着便是一道身穿黑袍的年轻人从中走了出来。近乎是在这年轻人走出来的瞬间，5大族长的目光都是齐刷刷地看向了他，羡慕、好奇，种种目光汇聚在这年轻人的身上。原因无他，就是因为面前这个年轻人就是那个以17岁的年龄连杀了3名斗圣的萧炎。以如此年纪闯出如此战绩，纵观斗气大陆漫长的历史，也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了。所以对于萧炎，饶是以5大古族的族长都是十分的好奇和看重。这等天才只要不陨落，将来的成就绝对是可以轻易站立在斗气大陆的巅峰的。就是不知道这年轻人将来有没有希望冲击一下那个传说中的地境。萧炎在进入这大殿的瞬间，也是很快观察起来了其他5族的族长。5族当中，药族族长药丹、雷族族长雷莹以及朝着自己挤眉弄眼的炎族族长炎镜，他都是见过的。倒是灵族族长灵海和石族族长石平是他从来未曾见过的。这2位在前世的时候，萧炎还没来得及一睹真容，就已经被魂族悄悄灭掉了。不过今日也算是终于能见到一次了。毕竟5族族长的傀儡，除了面容略显僵硬以及实力较弱之外，本身的相貌没有太大的区别。萧炎见过5族族长岳父。萧炎走进大殿，直接坐到了古元的身边。而古元在听到这一句岳父之后，脸上也是顿时出现了笑容。虽然平时被这小子叫岳父，总有一种被偷家的感觉，但当着其他各族族长的面被这个绝世天才叫做岳父，却是脸上十分有光。于是乎，古元也是主动的向5族族长引荐。哼，这是我女婿萧炎，也是萧玄最为看重的后辈。听到古元的话，5族族长都是嘴角微微抽搐，尤其是严禁那本就有些僵硬的脸庞，更是显得有些难受。不过无论如何，礼数总是需要做到的，于是众人也是纷纷与萧炎点头示意，算是表达自家的善意。只是内心深处，他们却是有些无奈。看样子，这古元真是又得了一乘龙快婿啊！将来灭了魂族，这天下岂不是要成为古族的天下了？5族族长相互对视一眼，彼此眼中都是有些担忧。不过权衡利弊之下，当下还是先围住魂族最为重要。毕竟古族就算称霸天下，也未必会对他们赶尽杀绝。但魂族弄不好，下一个就要对他们动手了。哼，既然咱们的正主来了，那我们就商量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对付魂族吧。灵族族长灵海几乎是率先开口的一位。8族当中，以灵族和10族实力最弱，尤其是灵族，更是只有他一位高阶斗圣。一旦魂族发难，他们真是连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多少。说得不错，萧炎，说一说你的计划吧。10族族长跟着开口了，他们2族自然是最希望搞死魂族的。闻言，萧炎也是没有废话，很快便是带着古元加入了这场谋划。根据力量对比，魂族明面上只有39位斗圣，算上被萧炎斩杀的3人，也是剩下了足足36位。而这些其实都只是明面上的，实际上魂族的斗圣强者全部加起来怕是足有50多位，而且这些还不包含卧底在6族当中的夺舍斗圣。如此看来，魂族的力量足以灭掉任何一个单独的势力，就算是古族，也最多能够让对方付出一些惨重代价罢了。不过好在如今6族已经联合在了一起，6族当中古族最为强大，斗圣强者实际加起来也是超过了40位之数，其次便是雷族和炎族。这2族虽然实力不如古族，但每一族的斗圣强者数量都是有着20位左右。在之后便是药族、灵族、10族3族，这3族这些年可以说是日益衰败，特别是后2族血脉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枯竭。不过饶是如此，后3族的斗圣强者加起来也超过了30位之多。尤其是药族，虽然顶尖战力比起炎族雷族差了许多，但药族却有着至少3位9品炼药师坐镇，这般可怕的人脉一旦彻底动用起来，也是可以招来几位斗圣强者助拳的。因此6族的斗圣强者全部加起来，数量怕是要达到魂族的1倍之多。然而纵然是数量达到了一个优势，可在巅峰强者的数量上却是魂族更占优势。魂族有着1位9星斗圣巅峰，1位9星斗圣初期，4位8星斗圣，8位7星斗圣。反观6族阵营却只有1名9星斗圣巅峰，3名8星后期，6名7星斗圣，古族3位，雷族1位，炎族1位，药族1位。这种阵营除非是直接将魂族4大元老直接抹杀，否则绝对是魂族占据着绝对的优势。1名8星斗圣足以抵得上10名20名低阶斗圣的联手，哪怕这8星斗圣的状态已经类似于活死人。真该死，那魂族4元老当年不是已经陨落了吗？怎么还能以这种状态存活下来？灵族族长此刻都是有些苦恼，这4名8星斗圣对于他们而言是一个最大的暗手，任何1名8星斗圣出手，
都是足以令10族、灵族发动护族大阵才能抵挡。若是没有护族大阵，2族甚至举族之力也很难长时间抗衡一位8星斗圣。萧炎将两人的目光看在眼里，也是忍不住的微微一叹。这就是族群弱小的悲哀。这2族若是放在中州其他势力的眼中，都是比丹塔还要可怕的存在。可仅仅一位8星斗圣，便是足以令他们焦头烂额。那4位魂族的8星斗圣都是魂族的底牌，在我们没有将魂族逼到难受之前，魂天帝是不会让他们主动出手的。萧炎目光扫过众人，笑道：“若是这4人出手，诸位可将这4人交给我来对付。”听到萧炎的话，原本还有些焦灼的几人都是微微一怔，目光不由得看向了萧炎，然后便是微微咽了一口唾沫。你一个人同时对付4名8星斗圣？灵族族长这一刻直接站了起来，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萧炎。就连其他人此刻也是一脸的茫然，看着萧炎满脸震撼。被众人如此围观，萧炎也只能是无奈的一笑。4名8星斗圣同时上场，就算是古元也不可能直接无视。这4人联手，实力怕是足以媲美一位9星斗圣中期强者了。就算是前世达到地境灵魂的萧炎，最多也只能抗衡其中1位罢了。然而这一世的萧炎却不是前世的萧炎可以比拟的，虽然基础力量相差不大，但攻击手段却是高明了不止一个层次。地境灵魂酝酿的大杀招，足以给魂族一个巨大的惊喜。当然，这个底牌现在是不能直接说给其他几人的，萧炎也只能解释为是萧玄留给自己的一个后手，可以令魂族4魔圣暂时失去战力。听到萧炎如此说法，其他人才有些释然的点了点头，在惊叹萧玄可怕的同时，也是多了一份认可。对了，萧炎啊，不知道你本身的战力现在大概能够发挥到什么层次了？在确保魂族4魔圣的事情之后，雷族族长雷莹这才有些好奇的将目光看向了萧炎。闻言，其余众人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他们都只知道萧炎如今实力算是踏入到了斗圣层次，却并不知道萧炎真正的战力到了什么层次。见到众人好奇的目光，萧炎沉吟片刻之后才低声道：“那魂殿殿主魂灭生以及魂虚子2人便是交给我来对付吧。”伴随着萧炎的话音落下，大殿当中的气氛在这一刻也是再度凝固。5大族长在这一刻都是有些不可置信的将目光看向了萧炎。魂灭生和魂虚子交给你来对付。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严禁忍不住率先开口了。萧炎，你难道有着对付7星斗圣的实力了？众多族长当中，除了古元之外，严禁是唯一一个见到过萧炎真身的人。昨天相见之时，他虽然隐隐能感受到萧炎的身上有着一种让他都感到有些危险的气息，但在严禁的猜想当中，也应当是萧玄留给萧炎的一些手段才对。可直到今天听到萧炎说可以对付魂虚子了之后，他才是真的感到有些震撼。魂虚子那可是7星斗圣初期的斗圣强者，论起战力几乎与药族族长药丹极为接近了。最为关键的还是这萧炎如此的年轻，侥幸从天幕当中得到了一些机缘，击杀他很难，不过拖住他应该没什么问题。见到严禁这副表情，萧炎也是故作谦虚的笑了笑。以他如今的实力，若是不动用灵魂力量的话，所爆发的威能的确是最多相当于7星斗圣而已。只是7星斗圣在萧炎眼中算不上什么，但在远古8族当中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强者。整个远古8族，就算是将萧族陨落的那些强者加起来，都不到20位7星斗圣。这等战力已经算是十分接近斗气大陆的天花板了。听着萧炎这故作谦虚的话语，5位族长却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是有些说不出话来了。尤其是10族族长和灵族族长，此刻更是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如此说来，这萧炎的实力似乎已经是超越了他们了。这让这2位活了上千年、位高权重的老家伙一时之间都是感到有些自闭了。望着5人脸上那宛如被打击到了的表情，古元的表情却是有些精彩。如果让这些家伙知道萧炎的真实实力，那这些家伙恐怕会遭受到更大的打击吧。一想到大战之时，萧炎会在关键时刻展露出地境灵魂的可怕力量，古元的心中甚至都多出了几分担忧。他很担心，若是萧炎动用了地境灵魂的灵魂攻击，那恐怕不但魂族的强者会遭到重创，就算是自己这边的人也会被那一幕给吓懵了。还好萧炎提前打了一剂预防针，否则这些家伙到时候可就要错失良机了。好了好了，赶紧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古元心中偷笑的同时，也是点醒了众人。而5族族长这才从方才的震撼当中回过神来，看向古元的目光却是更加的羡慕嫉妒了。这老东西怎么会得到如此好的女婿？经过众人商议，最终的战斗步骤也是被他们都整理了出来。古元负责对付魂天帝，严禁和雷莹加起来负责对付虚无吞炎。6族阵营的6位7星斗圣分别对付魂族剩余的6位7星斗圣，然后便是10族族长石平和灵族族长林海暂时对付2位7星斗圣，
等到萧炎解决了魂灭生之后，负责对付魂虚子，两人则是转而联手对付一名7星斗圣。至于魂族隐匿的4位8星斗圣，等他们出现的时候，便是萧炎发动那致命底牌的时候。一旦发动之后，严禁和雷莹会瞬间从虚无吞炎的战场当中暂时脱离出来，然后用最快的速度斩杀其中2位8星斗圣。除此之外，最后一位实力达到8星层次的黑烟王古烈，则是负责调度大军。等到雷莹和严禁脱离之后，直接率领大批斗圣结成阵法，拖住虚无吞炎。以上便是高阶斗圣战场的一些详细部署。至于中下层的斗圣强者，则是联军一方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毕竟联军一方的中低阶斗圣数量几乎是魂族的1倍之多，即便是各族都会派遣1、2位斗圣负责镇守老巢，但依旧是占领着绝对的优势。而若是论起斗圣之下的层次，那联军一方则是占据了碾压的优势了。毕竟远古血脉对于实力最大的限制就是晋升斗圣这一关，如果忽略最顶尖的斗圣强者，那各族之间的强者数量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差距了。在斗圣以下的战役上，联军阵容的斗尊强者数量绝对是对方的3倍不止。这也是6族联盟即便是没有萧炎，也依旧至少能在魂族进攻下自保的底气。所谓蚂蚁多了咬死象，这些强者实力在斗圣面前或许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但当全部聚集在一起并且凝聚成阵法之后，那威势却是足以令斗圣强者都忌惮。做完这一切的部署之后，6族族长都是相互对视一眼，特别是其他5族的族长都是不约而同地闭上了双眼。古元也是看了一眼萧炎，轻声道：“我去召唤族中高层商议一下。”萧炎微微点头，古元便是离开了大殿。见到众人都离去，萧炎也是没有丝毫的焦急，只是缓缓闭上双眼，闭目凝神，等待接下来的大战。诸位，魂族的事情大家都是知晓了。为了确保我族的长胜，确保我族不会成为魂族的血脉资粮，我已经与其余5族族长商议完毕，这是我们共同制定的作战计划。古界大殿当中，古元几乎是将古族的所有斗圣强者都召集了起来，足足40多位强悍气息凌厉，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带着肃杀之气。能够成为斗圣之人，哪怕是有着血脉之力的加持，可是其本身的心性又岂是一般？这些在族中身居高位，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老家伙们，哪一个年轻的时候不是杀伐果断之辈？魂族的那群杂碎竟然偷偷灭杀了古阳长老，甚至还派人夺舍了他的灵魂，此仇不报，简直是我古族的奇耻大辱。一群古族斗圣彼此相互对视，眼中都是带着浓郁的煞气。与魂族开战，对于过去的他们而言，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在得知魂族拥有吞灵族的手段之后，他们便是明白这一战是不得不打了。严界、严禁望着麾下汇聚的族18位斗圣强者，也是双目带着杀意。诸位，火鹫长老已经被魂族夺舍了。严禁神色凝重地望着麾下的众多斗圣强者。早在得知了卧底消息之后，5族族长便是已经那种动用族文的力量，悄悄探查了族中的所有斗圣强者，甚至就连斗尊都是被他们一一排查。只是在发动大战之前，他们都是不敢直接将对方揪出，生怕打草惊蛇。什么？火鹫长老被魂族夺舍了？族长，你在开玩笑吧？听到这句话，炎族各斗圣都是不可置信地看着严禁。那火鹫长老可是一位3星斗圣，放在炎族也是极有分量的一位斗圣强者，负责看守炎族宗祠。没有开玩笑，魂族布局已久，不但夺舍了火鹫长老，准备偷走我族的驼舍古地狱，更是得到了当年吞灵族的手段。如果不及时灭了魂族，我族将来或许就会沦为魂族的血食。严禁神色严肃，声音却是令炎族的众多斗圣都是脸色巨变。这是我与5族族长商议的计划，一旦各族完成通气，战争立马开始。诸位长老，关系到我要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我灵族这些年衰败的有些厉害，若是魂族动手，我灵族怕是会第一个遭受攻击的。为了我们10族能够继续存续下去，战什么狗屁魂族，咱们雷族可不怕他们，干他娘的！在6族族长的动员之下，6族所有值得信赖的斗圣强者都是得到了各自的动员和部署。而他们在完成这一会议之后，很多负责战事的斗圣便是以训练的名义开始召集各族的军队，将各族的军队都给汇聚起来。这一切看似剑拔弩张，但却是并没有显得太过明显，以至于6族当中少有的一些魂族卧底都是很难发现，即便是有个别发现了，也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将消息传到魂族当中。毕竟真正有能力迅速联系魂族高层的，也只有那些卧底夺舍的斗圣强者。这种堪称超大规模的战役，若是放在平时，绝对会有着泄密的风险。然而在吞灵族这3个字的面前，所有种族、所有斗圣却都是保持了统一的立场。原因很简单，一旦魂族将来动手，所有人都跑不了。只要你体内还有着斗的血脉残存，那便是魂族接下来的目标。就算你是斗圣，能够侥幸逃离，你的族人、家人也难以幸存。
越是弱小的族群，在魂族的压力面前，反倒是越发的团结紧张，因为他们的心中都是清楚，一旦魂族发难，他们将是最早遭难的一批人。吞灵族的存在，让魂族已经直接站在了六族的对立面，因为魂族触动的不只是他们的利益，而是生死。这般可怕的动员，足足持续了3天的时间。毕竟，一个远古族群的整体调动的确是极为庞大的事情，像古族这种早有预料的还好，仅仅1天就已经全员部署完毕，而其他各族却是需要悄无声息之间完成整体的部署，所以速度自然是要慢上许多。时间一直持续到第3天，当十族族长最后一个整个傀儡的眼睛之时，所有的部署已经彻底准备完毕。都准备好了吗？见到十族族长睁眼，古元将目光看向了其他各族的族长。炎族准备完毕，雷族准备完毕，药族准备完毕。看着5族族长那自信的脸庞，古元与萧炎相视一眼之后，也是不再犹豫。既然都准备好了，那就动手吧。闻言，5族族长也都是神色凝重的点了点头。动手，动手，给魂天帝一个惊喜！炎界，炎族宗祠附近，一名身穿火红长袍的老者跟着另一名身穿长袍的中年男子飞到了附近的一座山峰之上。炎明，你把我叫到这里干什么？老夫可不能离宗祠太远了，否则一旦出了什么事，这责任谁担当得起？哼，火救长老放心，这宗祠很快就要换人看守了。前面的中年男子微微一笑，笑容却是带着几分戏谑。换人看守？老者脸色微微一变，目光在扫过严明脸上的笑容之后，心中更是微微一跳，隐约多出了一分不安之色。胡说八道，老夫看守了宗祠这么多年，哪能说换就换？更何况我怎么从来没有得到过族长的示意？听到老者的话语，那名为严明的斗圣强者却是冷笑一声。族长过去的确是没有说过这种话，不过族长马上就会跟你说了。话音落下，那火救长老便是感受到身后有着一道可怕的气息缓缓浮现。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一座座山峰之上都是有着一道道赤红流光飞来，一瞬间足足10来位斗圣强者便是将他团团包围。望着这一幕，老者脸上闪过一抹慌乱之色，回过头的同时便是看到炎族族长炎镜已经站在了自己的身后。族长，火救长老看着炎镜，脸上缓缓露出一抹笑容，只是这笑容隐约有着些许的不自然。哼，火救长老，从今天起你就不用再待在这宗祠负责看守了。炎镜望着火救长老笑呵呵地说道。不在宗祠看守了，那老夫该去什么地方？火救长老脸上笑容隐约有些难看，却是不再执意留在宗祠，他怕这样下去会被对方彻底看穿。然而炎镜的下一句话却是令他紧张的心直接沉入了谷底。去哪里？当然是去地狱了。炎镜咧嘴一笑，却是令火救脸色大变。族长，你到底是在说什么？老夫到底做错了什么，竟然开出这样的玩笑？望着那一脸辩解的火救，炎镜却是无奈地摇了摇头。魂族的家伙，火救长老怕是早在100年之前就遭遇你们的毒手了吧？话音落下，炎镜的双目都是爆发出冰冷的目光。一位3星斗圣，对于他们炎族都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听到炎镜的话语，那火救长老的脸庞在这一刻已经是难看到了极点。你都知道了？他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炎镜，后者却是冷笑一色，会给你。不光是我，你们魂族的布局，现在远古6族已经都知道了。等杀了你，我们就该去灭了魂族了。听到炎镜的话，那火救长老的脸色在这一刻甚至变得苍白了几分。不可能，你们怎么可能突然知道？是谁？到底是谁告诉你们这个秘密的？他目光慌乱地看了一眼周围，却发现四面八方早已被炎族的斗圣们围得水泄不通。完了，这次不光是我完了，就连魂族都有大麻烦了。火救长老心中绝望，望着那将自己团团包围的炎族强者，忽然狞笑一声：想让我死，你们炎族也得付出一些代价。话音落下，他体内便是有着极为恐怖浩瀚的波动传来，令周围的炎族斗圣都是脸色微变。不好，他想自爆。一名斗圣话音刚刚落下，天地间的火属性能量便是如同沸水一般翻滚起来。下一刻，一道赤红身影已经是出现在了火救长老的面前，蒲扇大小的手掌携带着浩瀚的天地威能，直接狠狠地拍在了他的头颅之上。轰隆！8星斗圣后期的可怕威能直接在这一刻轰碎了火救长老的脑袋，继而庞大的劲力更是穿过下方，将他的身体和整座山峰都拍成了烟粉。与此同时，金色的火焰也是直接席卷一道残魂，将之生生焚烧成了虚无。火救长老死！哎，灵魂达不到地境，果然是做不到古元这般啊。炎镜站在虚空当中，无奈地摇了摇头。他的灵魂力量修炼多年，也只是天境大圆满而已。灭杀火救完全不能像古元那般直接灭杀灵魂，
甚至肉身都能保留。不过无论如何，这个隐藏的祸患算是被彻底的铲除了。接下来便是要开启真正的战争了。严禁目光扫过周围那些脸上些许复杂神色的斗圣强者们，也是不再犹豫。诸位，速速下去召集军队，待我号令一下，战争立刻开始。闻言，众多斗圣的脸上也是迅速平息了各种神情，纷纷郑重的点头回去整合军队。同样的一幕还发生在其他各族当中。耀寒长老，你被魂族夺舍了多少年了？真没想到你们魂族布局竟然如此之深。魂族的狗杂碎，竟敢夺舍我雷族长老！看老夫将你灵魂丢进雷狱当中，受尽天罚！魂族竟敢谋划我灵族，真以为我灵族是好欺负的不成？你小子在我十族藏得挺好啊！魂界，魂天帝身穿一袭儒雅长袍，一头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一双眼睛却是在微微皱起。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感觉最近隐隐有种不安的感觉，似是有着什么大麻烦要到来一般。自从那个叫做萧炎的小子出现之后，他魂族这些时日便是未曾遇到过一次好事，堪称是屡屡碰壁。但即便是如此，也不该让他都隐隐之间有种不祥的预感才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魂天帝眉头微微皱起，正要开口呼叫影子，手掌那界当中忽然有着一道清脆的响声传来。听到这声音的那一刻，魂天帝便是忍不住脸色微变。只见他灵魂力量瞬间渗透进入其中，很快便是发现了其中一枚碎裂的玉符。他的那界当中有着很多道玉符，这些玉符都是魂族斗圣强者的本命玉符，与宗族祠堂的玉符倒是相差不多，但比起宗族祠堂，很多魂族隐藏强者的本命玉符同样在他的那界当中。隐藏在炎族当中的暗子竟然也被发现了。看到那枚玉符的那一刻，魂天帝的脸色便是无比的难看。每一枚暗子都是他魂族一位货真价实的斗圣强者啊，而且这名斗圣在将来发挥的作用绝对不会低于一名7星斗圣。然而这枚暗子就这么被发现了。古族、炎族，魂天帝内心正有着怒意翻滚，便是再度听到咔嚓一声，又一枚玉符碎裂了，而且是埋藏在雷族的那枚暗子。混蛋，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刻饶是以魂天帝的心性都是忍不住想要发狂，然而不等他发飙，又是咔嚓咔嚓咔嚓3道响声陆续传来。望着那接连破碎的5道玉符，魂天帝在这一刻都是脸色微微发白，倒不是他受了什么伤，纯粹是心态有些绷不住了。他布局上千年，在最近几百年当中接连在6大古族当中埋下的暗子，在这短短1炷香的时间当中竟然被尽数铲除。这种变故饶是以他的心态都是有些崩溃了。不过在心神短暂的崩溃之后，他那张阴沉的脸庞便是已经变得无比凝重。从古阳被发现之后不久，其他6族的暗子便是被陆续发现，看样子其他6族已经发现了我魂族的一些秘密。魂天帝强压着内心的怒火，让自己尽量冷静下来。那6族的族长虽然都是一些庸碌无能之辈，可能够同时发现这个问题，想必这6个家伙已经悄然结成联盟了。这下子麻烦了。魂天帝顾不得其他，直接便是浩瀚气息充斥整个魂族，将魂族所有强者尽数召集起来。远古6族单独对付一个他魂族有把握吃下任何一族，也就古族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当远古6族的强者彻底联合起来，那便是一股连魂族都不敢轻视的力量了。或许论起强者质量他们不如魂族，但若论起数量却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一旦这6大种族联手，便是魂天帝都无法无视了。不管他们是不是已经结成了联盟，我都不能轻视。既然布局已经失败，接下来就只能用最惨烈的手段了。魂天帝冷静思考，心中已经做出了最为狠辣的决断。魂族大军也是在他的调动之下开始迅速集结。与此同时，古界的大殿当中，古元望着5族族长和萧炎，同样神色凝重。诸位，魂族对我6族的威胁实在是太大了，此战集结了我们各族几乎所有的力量，就算不能彻底灭掉魂族，也要将魂族重创的再无威胁我们的力量。大军出发！不错，大军出发！各族族长都是纷纷点头。一时间，远古6族的斗帝空间当中都是风起云涌，一支支古老战船腾空而起，一名名斗尊斗宗率领着大量斗王斗皇登上战船，浩浩荡荡的大军宛如一道道漆黑乌云遮蔽天空，声势浩大。大战起！轰隆隆，在各族子民震撼的目光当中，一道道宛如黑云一般的战船，一道道宛如蝗虫一般的强者身影在天空汇聚。任何一族，哪怕是如同灵族、十族这样相对弱小的远古种族，也是能够轻易拿出至少上百位斗尊强者。而在这些队伍的最前方，5族的族长则是各自施展自己的神通，直接将那早已准备好的空间通道瞬间扩大。6族当中，以10族的位置距离魂族最近，加上10族相对弱小，则是更不容易出现一些纰漏。因此，6族联军直接将10族的10界当成了战争的根据地。
伴随着6大族长的动手，原本仅仅数丈直径的空间通道，在高阶斗圣的伟力之下，几乎瞬间将直径扩展到了100丈大小。紧接着，一道道庞大的军团便是随着众多族长的指挥进入。萧炎，我们也出发吧。古界天空，古猿的身后同样是黑压压的一片，连同古族3仙在内的足足30多位古族斗圣都是跟随在他的身后。古族作为实力仅次于魂族的超级势力，一旦全军发动，自然是不可小视。望着这一幕，萧炎也是微微点头，目光落在身边面带担忧之色的少女脸上，便是出手轻轻揉了揉她的脑袋。不用担心，等我回来。闻言，薰儿那双美眸这才微微放松。别人不知道萧炎的实力，他却是清楚知道萧炎现在到底是何等的可怕。父亲，萧炎哥哥，我会在族中替你们祈祷，等你们平安回来。薰儿微微点头，他如今不过刚刚踏入到斗尊层次，若是放在寻常地方，倒也算是顶尖强者了。但若是放在这次的战场当中，却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无论是萧炎还是古猿，都是不可能让这小妮子跟过去的。闻言，古猿和萧炎对视一眼，也是忍不住微微一笑。放心吧。话音落下，两人也是不再犹豫。很快，古族那浩浩荡荡的大军便是跟随着两人一同进入到了空间通道当中。随着众人的离去，古界的空间当中也是仅仅只剩下了几名斗圣负责留守。薰儿望着大军离去的方向，也只能是双手微微合十，心中默默祈祷。这一天对于10族的子民而言，无疑是震撼的。他们本以为族中全部强者出动，已经是极为轰动的一幕了，但他们很快便是错得离谱。因为随着5道巨大的空间通道出现，一道道丝毫不弱于10族，甚至比10族更加强大的军队，都是依次缓缓地从空间当中不停地飞出。那种场景简直是比蝗虫过境还要可怕。昔日即便是在族中也十分难见的斗圣强者，在这一刻仿佛不要钱一般，一个一个走出。那颇为罕见的斗尊强者，此刻更是密密麻麻。至于再往下的，倒的确堪称是如同蝗虫一般。整个世界足足有着一块直径1000里的巨大地面，被10族族长石平亲自清场出来，然后容纳6族当中的联军。这一刻，足足上百位斗圣汇聚在天空中央，上千位斗尊强者各自林立在一艘艘战船之首，在其身后则是跟着一道道以斗宗强者为首，大量斗皇斗王汇聚而成的小队。这样的一幕，即便是一些身处其中的斗圣强者都感到有些壮阔，更何况是那些身处于大军当中的寻常强者。他们从出生以来，加入族中军队以来，都是未曾见到过这般浩瀚的军团。身为其中的一员，更是忍不住感到有些热血沸腾。至于下方那些10族子民，望着这一幕，更是目瞪口呆，浑身发颤。如此浩荡的大军用来对付魂族，真的是足以令魂族自傲了。在这大军的中央位置，7名强者则是汇聚于核心，这7人正是6族的族长和萧炎。虽说其如耀丹、石平、林海之流实力甚至都不一定比得上古族3仙或是雷族炎族的个别强者，但他们终究是一族之长。如古族3仙虽然强大，但也不可能去指挥10族大军。因此这场战争的主要负责者和指挥者还是以6族族长为首。当然，此刻的6族族长却是齐齐将目光投向了那站在古猿身旁的少年身上，因为他们的心中也是同样十分的清楚，6族联军虽然强大，但想要战胜魂族依旧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双方之间的实力，即便是依靠强者数量上的弥补，也最多做到不相上下罢了。能够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还需要看场间的这位少年。想到这里，饶是以6族族长，包括古猿，都是忍不住有些唏嘘。谁能想到，一个不足18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有了左右这场战争的实力。6族的100万大军几乎汇聚了斗气大陆大半的斗圣斗尊，如今都要听从于面前这个少年的安排。更令几人包括古猿都有些震撼的是，面对这100万大军如此权势，萧炎的脸庞竟然依旧是无比平静，没有一丝波澜。出发，今日一战必然重创魂族。在众人的目光当中，萧炎依旧目光从容，声音却是可以在100万大军的每个人心中响起。此子的心性实在是可怕到了极致。望着那平静下令的萧炎，6族族长相互对视一眼，都是对萧炎更加的高看了一眼。坐拥如此权势，却依旧面不改色，这是何等的心性。他们却是不知道，这般大军对于萧炎而言的确是不算什么。毕竟前世萧炎在斗气大陆就曾组建过不弱多少的天府联盟，之后到了大千世界更是无需多提。这般大军看似强大，但在萧炎的无尽火域当中却是太过平平无奇，随便一个地至尊的麾下都是能够凑出这等数量的大军，而萧炎的麾下地至尊又是何等之多。出发！听到萧炎下令，众人也是不再犹豫，10族族长率先走出，磅礴斗气调动整个10界空间。下一刻，一道直径1000丈的巨大入口便是出现在了10界入口处。紧接着，以7人为首，
浩浩荡荡的百万大军便是对着那入口鱼贯而入。这一日，魂族和石族所在的中州西域，所有生灵都是颤颤巍巍的匍匐在地，敬畏地看着天空之上那宛如黑云一般的浩瀚大军。下至普通生灵，上至斗尊半圣，在见到这一幕之后，身体都是在不由得颤抖。这是何等声势？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般场景，哪怕是很多半圣乃至斗圣都是未曾见到过啊！中州要变天了！这一刻，所有中州西域的强者心中只剩下了这么一个念头。当然，这些强者当中，一些实力达到高阶斗尊乃至半圣的强者，几乎都是与魂族有所关联。因此，在看到这浩荡大军前进方向的那一刻，便是已经有很多人发了疯一般的赶忙朝着魂族的方向逃窜。面对这一幕，萧炎等人却是并未过多阻拦，反倒是任由他们去给魂族报信。他不怕魂族出来迎战，就怕魂族不肯出来迎战。毕竟以魂族的实力，若是打定了主意死守魂界的话，就算是6族联军，怕是都拿他们没什么办法。族长，不好了，6族联军打过来了！那远古6族如今已经联合在了一起，正发动百万大军朝着我魂族的方向前进。魂天帝站在一处山巅，听到麾下不停传来的报告，脸色越发的阴沉了起来。该死，这远古6族到底是如何知晓我族隐藏的诸多秘密的？魂天帝双目带着杀意，却是无可奈何。本想不必付出太多代价，就能将这6族一点一点的蚕食，却没想到被6族提前发现了自己的目的。不过，既然早已无望暗中得到驼舍古地狱，那也只能从你们的手中强行抢走了。魂天帝望着身后那同样浩浩荡荡的魂族大军，嘴角不由得发出一声冷笑：一群愚蠢的家伙，以为联合起来就能是我魂族的对手吗？通知4大元老准备好死亡之剑，这一次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输得更惨。4位8星斗圣同时催动死寂之门发动的死亡之剑，威能绝对堪比1位9星斗圣前中期全力爆发，而且攻击范围更是要比1位9星斗圣还要广阔。没有这4位8星斗圣，魂天帝面对6族联军的确是有着不小的压力。毕竟魂族强者质量虽然更高一些，但数量上终究是处于劣势。但若是有了这4位8星斗圣，那便是一道极为沉重的砝码，足以令胜利的天平直接倾斜到魂族一方。在这4位8星斗圣布置的大阵面前，除了古元，没有任何人能够100%的逃走。即便是雷炎2族的族长稍有不慎，也要被困在其中。这一网之下，足以灭掉联军大半的战力，甚至足以让其中1、2个古族彻底灭亡。这才是魂天帝最大的一张底牌。魂灭生，魂天帝忽然开口，一道身影也是迅速从大军当中飞出。族长！魂灭生站在魂天帝身后躬身行礼，显然是魂天帝发现了6族当中发生的弊端，直接将魂灭生从魂殿当中召集了回来。一位5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在这场大战当中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不小的，在这种关键时刻也就没必要守着魂殿了。如今的魂殿也只剩下了1位半圣和几名高阶斗尊留守。魂天帝目光扫过魂灭生，也是微微点了点头。此番大战，我想那萧炎既然也拥有了斗圣战力，那他应当也会参战，古元不会放过这么一个磨砺他的机会的。想到萧炎，魂天帝内心更是十分阴寒。虽然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内心隐隐有种预感，最近发生的这些糟心事情，恐怕都跟那个萧炎有所关联。灭生啊，倘若等下发现了那萧炎的身影，你无需理会他人，一定要全力灭杀那萧炎。只要你能击杀萧炎，你就是我魂族的大功臣。在魂天帝的眼中，此番战争魂族几乎是必胜的局面。毕竟4位8星斗圣同时施展死亡之戒，除了古元，谁能有100%的把握逃掉？但万一这萧炎不在死亡之戒的范围内，或是阴差阳错的侥幸逃掉了呢？如今的整个斗气大陆，除了古元之外，最让他感到有威胁的，并不是什么炎镜雷影，而是那个尚未成长起来的萧炎。倘若此人能够成长为下一个萧玄，他一人便是能胜过其他5族的联手。他也知道击败古元容易，但想彻底击杀对方很难，因此萧炎才被列为了他必杀的第一目标。只要杀了萧炎，再重创一下联军，那这所谓的6族联盟对他便是没有了多少威胁。听到魂天帝的话，魂灭生也是内心微微一颤，杀意升腾而起。族长放心，我若是没能顺利斩杀那萧炎，那我也就没脸再继续担任这魂殿殿主了。魂灭生向魂天帝表达心意，立下了军令状。闻言，魂天帝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目光也是落在了身后的那些魂族斗圣身上。各位记住，此番大战灭杀萧炎才是你们的第一目标，不光是魂灭生，你们当中无论是谁，只要能够击杀萧炎，便是可以奖励1枚9品玄丹。听到魂天帝的这句话，原本只是一脸躁动，隐隐有着杀戮欲望的魂族众斗圣在这一刻都是直接沸腾了起来，
就连魂灭生脸上都是带着狂热。九品玄丹便是放在魂族也是1等1的至宝了，一枚九品玄丹下肚，他这个5星斗圣便是可以一步达到6星斗圣，甚至有望触摸到7星斗圣的门槛。这等宝物，哪怕魂族有着魂虚子这样的顶尖炼药师，也绝对不超过10枚。毕竟一枚9品玄丹所需要的天材地宝和各种能量都是堪称浩瀚，而且炼制起来极为费神。至于9品金丹，整个魂族明面上只有1颗作为镇族之宝，当然魂天帝的手中有没有额外的就不知道了。总之，仅仅一枚9品玄丹的悬赏，便是令所有7星斗圣之下的强者都疯狂了。就算是那些7星以上的强者，也是个个心动。只是他们也明白，一旦大战开始，自己怕是很难有机会抽出手去击杀萧炎，毕竟他们的责任更加重大。望着身后那一群满脸火热的魂族强者，魂天帝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萧玄，用不了多久，你这个最为耀眼的后辈就要到天幕当中去陪你了。不对，我连进入天幕的机会都不会给他的。魂天帝目光缓缓抬起，下一刻，他浩瀚的力量便是直接撬动了整个魂界。哧啦，一道长达数千丈的巨大裂口出现在了魂界的天空。出发！他们既然敢来攻打我们魂族，那就让他们永远的留在这里。魂天帝的声音回荡在整个魂界，下一刻，无数浓郁的黑雾伴随着阴冷的笑声，令整个魂族大军都仿佛化作了地狱阎罗。结！这一天，生活在魂界周围的诸多魂族异民和一些魂族的附庸势力，都是看到了那宛如末世一般的场景。2道庞大无比、有着无数惊人气息的浩荡军团出现在了魂界附近的天空之上。魂天帝，你暗中驱使虚无吞炎，将末代吞灵族族长的力量吞噬，让魂族成了下一个吞灵族。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两军的最前方，毫无疑问是实力最为强悍的古元和魂天帝。吞灵族的秘密，你们竟然连这都知道了？听到古元的话，魂天帝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愕然。吞灵族的手段是魂族最为核心的秘密之一，与魂族4元老一样，是魂族最大的底牌。魂天帝都是没想到古元竟然连这个秘密都知道了。废话少说，这些年来被你魂族无声覆灭的远古种族恐怕也不止一个了吧？古元望着魂天帝，也是发出一声冷笑。今日我们6族联军，就是为了防止你魂族再干出吞灵族那般丧心病狂之事。今日，要么你把虚无吞炎交出来，要么我6族联军直接踏平了你魂族，你自己选吧。古元话音刚刚落下，一道漆黑的火焰便是直接焚灭空间，朝着他爆射而来。老东西，就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也想对付我们？阴冷的笑声在天际回荡，却见下一刻便是有着无边无际的神秘黑色火焰在天空当中席卷，最后在魂天帝的身旁迅速凝聚成一个黑衣男子。黑衣男子浑身黑岩缭绕，全身密布着一道道诡异的黑色符文布，一对眼瞳宛如黑洞一般，弥漫着一种恐怖的吞噬之力，浑身散发着一股极端古老与诡异的气息。他的身影刚刚出现，便是一脸冷笑着看着古元，只是他的目光扫过联军阵营，却是与魂天帝一样，掠过古元之后，看向了古元身旁的少年身上。那少年自然是萧炎的身影所在，只不过看到萧炎的时候，魂天帝只是眉头微微皱起，但虚无吞炎的那一双仿佛黑洞一般的眼瞳，却是在这一刻微微一颤，露出一抹难以置信的神色。在他出现的那一刻，萧炎原本戏谑看着魂天帝的目光，也同样是看向了虚无吞炎，一双眸子深处绚丽火焰微微跳动，却好似盯着什么绝世美味一般。这么一盯，忽然令虚无吞炎内心隐隐有种发毛的感觉。不知为何，望着那个看上去平平淡淡的少年，虚无吞炎的心底竟然升起了一丝莫名的恐惧感。好诡异的小子，难怪魂天帝一定要弄死他，这小子必须死。虚无吞炎在看到萧炎的第一眼，就下定决心，此战谁都可以不杀，但萧炎必须得想办法弄死。而萧炎的目光在虚无吞炎身上扫过之后，也是忍不住咧嘴一笑。真可惜啊，他现在的实力，即便是借助地境灵魂，也做不到直接镇压虚无吞炎，顶多是借着地炎的特性，让虚无吞炎拿他没有办法。想要强行炼化这家伙，还是太过困难。否则，若是能够直接炼化虚无吞炎，那他今天就能将魂天帝的脑袋给拧下来。在这剑拔弩张的氛围当中，魂天帝却是淡漠地看了一眼古元和联军的众多族长。哼，交出虚无吞炎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说罢，他的嘴角也是露出一抹讥讽的冷笑。一群没用的废物，斗帝的血脉留在你们的手中也是浪费。既然今天你们主动送上门来，那我魂族也是不客气了。今日若是将你们尽数吞噬，那对我魂族倒是有着莫大的好处。古元，早在1000年前萧玄死的那一刻，你们这些臭鱼烂虾便是再也成不了气候了。动手吧，不要跟这些家伙废话，吞噬他们的血脉之力，夺了他们的驼舍古地狱，抹除他们在这世间一起的痕迹。事已至此，
魂天帝已经是没有了丝毫的掩饰，大手一挥，身后的魂族大军竟是率先一步主动出击，铺天盖地的黑雾伴随着桀桀怪笑传来，令整片天地都仿佛陷入到了阴曹地府当中。这魂天帝还真是无比自信啊，若是没有萧炎，怕是真的会被他得逞。望着这一幕，古元等人都是忍不住瞳孔一缩，因为事实就像萧炎所说的那般，在魂族大军出动的那一刻，已经有着足足8到7星斗圣级别的气息爆发开来。动手吧，关系到我等生死存亡的一战开始了。望着这一幕，古元也是大手一挥，身后6族联盟的100万大军也是齐齐出动。顷刻间，原本平静的天空瞬间变成了一片杀戮的海洋，一道道强大的气息冲天起，彼此交错，强大者甚至令空间都在震荡。至于古元，则是早已一脚踏出，与魂天帝站在了一起。虚无吞炎阴冷目光直奔萧炎而来，却是被2道身影直接拦下，正是雷莹和严禁2人。该死的狗皮膏药！虚无吞炎心中怒骂，这2人1对1都是被他完全吊着打，可2人若是联手，虽然依旧不是他的对手，可要拖住他却也没有太大难度。杀了这个萧炎！除了9品玄丹之外，本圣令赏一道地蝎子火。无奈之下，虚无吞炎直接对着魂族的众多强者下令。而在听到这个奖励之后，那原本就朝着萧炎围攻而来的众多魂族强者，此刻更是无比的眼红。萧炎，拿命来！一瞬间，足足6位斗圣强者朝着萧炎围攻而来，其中最弱的一位也是3星斗圣，最强者则是魂灭生和另一位魂族的5星斗圣。他们也是知晓萧炎的实力，实力太弱者也是分不到这一杯羹。望着那朝着自己猛冲而来的6尊斗圣强者，萧炎脸上也是缓缓浮现出一抹充斥着杀意的笑容，尤其是目光在扫过魂灭生之后，更是笑意盈盈。既然你们主动送上门来，那就拿你们试试我现在的实力吧。话音落下，萧炎体内的至尊海在这一刻瞬间沸腾，浩瀚如海的灵力夹杂着绚丽的火焰翻腾，顷刻间，一道极为庞大的气息从他体内彻底爆发。在这道浩瀚气息之下，无论是交战的魂天帝，还是即将冲到萧炎面前的魂灭生，都是忍不住脸色微微一变。尤其是虚无吞炎，在看到萧炎体表升腾的绚丽火苗之后，更是脸色巨变。这股气息虽然不是斗圣，却是比寻常斗圣还要可怕。他竟然已经走到了这一程度。魂灭生望着那气息暴涨的萧炎，神色微变，心中压力骤增的同时，杀意也是愈发的明显。就是因为萧炎，他这个魂殿殿主如今都快成了光杆司令了，偌大的魂殿甚至只剩下他这个殿主是斗圣，这让魂灭生无比的痛恨萧炎。于是他与其他斗圣相互对视一眼，便是各自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杀招。天魔斩、魂魔掌，顷刻间6道攻击同时朝着萧炎进发，萧炎却是丝毫不慌。下一刻，6只燃烧着绚丽火焰的灵力拳头便是被他瞬间轰击到了6个方向。咚咚咚咚咚咚，伴随着6道巨大的炸裂声响，一马当先的魂灭生率先感受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道袭来。那可怕的拳光在击碎了他的斗技之后，残余的劲力依旧是令他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好几步。如此可怕的劲力令他忍不住脸色微变，而当他目光扫过周围，更是看到其中最弱的那名3星斗圣已经被拳光轰中。轰隆！可怕的拳光炸开，那名3星斗圣即便是使出浑身解数，也依旧身体皲裂，吐血倒飞出去。倘若他身上的长袍不是一件颇为不错的宝物，此刻怕是肉身已经炸裂了。仅仅1个回合，便是硬抗下了6位斗圣的攻击，更是令其中2位斗圣直接重伤。这一刻，所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都充斥着震撼，魂族之人看着萧炎更是满脸的惊恐。只不过萧炎却是没有留给他们惊恐的时间，只见他体内浩瀚力量迅速翻涌，顷刻间一尊长达1000丈、燃烧着绚丽火焰的巨大手指便是已经出现在了天地之间。魂灭生，今日就拿你这位魂殿殿主第一个祭旗吧。萧炎冷笑看着魂灭生，口中缓缓吐出5个大字：大荒焚天指。轰隆！伴随着一声低喝，浩荡的声音令周围所有正在厮杀的2大阵营强者都是心中莫名的一阵发寒，目光都是不由自主地望向了天空之上。只见伴随着那浩瀚的灵力波动传来，一根燃烧着绚丽火焰的1000丈手指直接朝着魂灭生的方向狠狠镇压而下，所过之处，方圆万丈的空间都是直接崩裂，令无数人脸上露出骇然的神色。这样的一幕自然也是被魂族的众多强者收在眼中。怎么可能？这萧炎的实力怎么强到了这种程度？围攻而来的6位魂族斗圣都是神色大变，萧炎方才随意的施展了6拳，却是拳拳都达到了5星斗圣后期的威能，正因如此，才能让魂灭生和另一位5星斗圣强者不由得倒退几步。而至于其他实力低于5星斗圣的，更是直接处于下风。
特别是那位3星斗圣，仅仅一招便是直接重伤，这般实力便是放眼整个战场，那也足以算是绝对的强者了。相比于远古6族的早有预料，魂族的强者在这一刻无疑是惊骇的，尤其是与古猿交战的魂天帝，在看到这一幕之后，更是杀意暴涌，恨不得直接出手击杀萧炎。当然，比起其他人，此刻位于大荒坟天指下方的魂灭生才是真的浑身发寒。他望着那一根宛如擎天巨柱的手指，一股莫名的生死危机从他的心底不由得生出。天幕之行之后，萧炎明面上的实力的确只是一名2品至尊，换成斗气大陆的强者，也就是一名2星斗圣左右的实力。然而，寻常大千世界的2品至尊都可以凭借灵力那更高一级的能量越级挑战3星斗圣，萧炎的灵力更是比寻常至尊精纯了10倍，因此萧炎的真正基础力量已经完全堪比5星斗圣。加上那随着晋级之后再度强化了一层的肉身力量，这才能够让萧炎在方才的第1轮交锋当中以1敌6，还能顺手重创一名魂族斗圣。当然，方才的战斗，萧炎只是发挥出了最为普通的战力而已，他真正的手段却是那前世记忆当中的诸多神通。到了斗圣这一层次，大家谁手里没有几个天阶斗技，因此想要越级而战，对于斗圣强者而言，几乎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然而，萧炎的任何一道神通都是超越了天阶斗技的可怕手段，即便是在斗圣层级的较量当中，也是能够令他占据绝对的优势。就比如面对面前的魂灭生，论起基础力量，他甚至要比魂灭生还略差一筹，但若论起攻击手段，他却是要足足碾压魂灭生数个层次。巨大手指之上燃烧着绚丽无比的火焰，隐隐之间甚至有着一抹大道韵味蕴含，令这手指明明只是5星斗圣层次的力量，可勾动的天地之力却是能爆发出10倍的威力。这就是火焰大道的力量，比起斗圣斗帝乃至天至尊那粗糙的利用体内能量来引动天地之力，这是从最根本的直接勾动天地规则来进行战斗，那般威力自然是比这种粗浅的战斗要强横得多。混蛋，我就不信你一个毛头小子就能对付得了本店主了。恐怖的生死危机传来，魂灭生也是忍不住脸色巨变，磅礴的黑色雾气自其体内汹涌传来，几乎是在眨眼之间，便是在他的手中凝聚出了一道巨大的盾牌。这是一道通体由漆黑斗气凝聚而成的盾牌，其上同样有着古朴神秘的花纹，看上去也是威能不俗。在凝聚出这道盾牌的同时，魂灭生身上更是再度凝聚出一道漆黑战甲。万魂魔盾，万魂魔甲，万魂朝拜。魂灭生接连暴喝3声，随着巨大盾牌和漆黑战甲的出现，他的身后更是同时有着足足上万道凄厉的灵魂体在嘶吼，朝着大荒坟天指和萧炎的方向发出凄厉的灵魂冲击。这3道斗技，每一道最低也是天阶中级斗技，最后那招万魂朝拜更是一道灵魂天阶斗技，乃是魂族先祖所创，威能已经十分接近黄泉妖圣的黄泉天怒。在发出这道灵魂攻击的同时，魂灭生甚至将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另一名魂族5星斗圣。灵魂攻击乃是魂族最为引以为傲的攻击手段之一，这萧炎年纪轻轻就能拥有如此成就，想必灵魂和意志并不算强大，哪怕他拥有炼药师的天赋，但灵魂力量又能修炼到何等层次？魂灭生的这招灵魂攻击可是足以令天境灵魂都无比痛苦，就算是天境大圆满，在猝不及防之下都会呆滞片刻。在这种高等级的战斗之间，片刻的呆滞便是有可能决定生死。只要这萧炎陷入片刻的呆滞，另一名魂族斗圣便是可以迅速出手击杀乃至重创对方。是，无数凄厉的嘶吼带着可怕的灵魂波动，朝着大荒坟天指的方向冲击过去，令大荒坟天指之上的绚丽火焰微微跳动，然后这大荒坟天指便是毫无阻碍地继续落下。望着这一幕，魂灭生神色微变，尤其是看到那可怕的灵魂冲击在掠过萧炎之后，后者的脸上甚至没有一丝的波动，更是令他瞳孔缩成了针眼大小。怎么可能？魂灭生发出一声惊骇的嘶吼，下一刻，那擎天巨柱一般的手指却是已经直接按在了他的盾牌之上。咔嚓！在另外几名魂族斗圣惊骇的目光当中，那巨大黑色盾牌先是发出一声轰鸣巨响，然后便是有着道道裂痕迅速出现。等到魂灭生反应过来的时候，那巨大盾牌已经直接崩碎。而在轰碎了这一道天阶中级的防御斗技之后，巨大手指表面的绚丽火焰仅仅是微微暗淡，便是继续携带着滔天威能落在了魂灭生的身上。给我挡！给我挡住啊！魂灭生浑身斗气运转到了极致，竭力抵抗着这具大手指的威能。然而，这具大手指上的火焰跳动燃烧之间，便是令他的斗气如同残血遇到沸油一般迅速蒸发。紧接着，那比他强横了10倍不止的手指便是狠狠地落在了他的身上。然后，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当中，这位魂殿店主便是如同蚂蚁一般被那巨大的手指直接从高空摁下，最后狠狠地砸在地面之上。而那巨大手指
在将后者按落在地上之后，依旧是沉默了足足100丈的深度，才缓缓的停止。仅仅一招魂灭生败，这一刻，整个战场都是出现了短暂的寂静，所有人都是悄悄地咽了一口唾沫，尤其是魂族之人更是露出骇然之色。跑！不知是谁说出了这么一句话，原本围攻向萧炎的其他5位魂族斗圣都是瞬间朝着远处逃窜。望着那疯狂逃窜的魂族强者，萧炎嘴角缓缓露出一抹笑容，手中印结变化，心念一动之间，那原本1000丈大小的大荒焚天纸忽然迅速崩解凝聚，7种火焰在周围迅速旋转凝聚，最后压缩成了一道直径不过100丈大小、有着绚丽色泽的火焰圆环。直径100丈大小的火焰圆环，在这片充斥着斗尊斗圣的战场当中，并不算太过显眼，但就算是一些高阶斗圣，在看到这火焰圆环的那一刻，都是忍不住瞳孔微微一缩。只见下一刻，萧炎便是操纵着那火焰圆环，朝着逃窜的几人瞄准了过去。佛怒轮回，轮回死光。话音落下，一道直接足足有着上百丈大小的巨大绚丽火柱，便是从中猛然爆发。是，绚丽火柱带着令人心悸的可怕速度，以及令周围空间都直接焚灭的可怕高温，直接落在了那名已经重伤的3星斗圣身上。啊！那名3星斗圣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只是这凄厉惨叫仅仅持续了片刻，便是彻底消失。等到萧炎将那可怕的火焰光柱转向魂族的其他强者之时，这些强者的脸上都是露出了惊恐的神色，直接便是发疯了一般的疯狂逃跑。因为那名3星斗圣原本所在的地方，已经与空间一同被彻底焚烧成了虚无。仅仅3个回合，便是重伤了1位5星斗圣，灭杀了1位3星斗圣。如此战绩，堪称恐怖如斯。这一刻，所有人看向萧炎的目光都是带着敬畏与忌惮，哪怕是6族族长，包括魂天帝在内，都是无比忌惮地看着萧炎。杀了他，此战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一定要杀了萧炎。魂天帝仅仅这么一句话，便是令那原本死寂下来的战场再度爆发出惨烈的厮杀。只是这一刻，魂族所有实力在5星斗圣之上的强者，却都是将目光投向了萧炎。毕竟萧炎所表现出的实力和潜力，也是让他们明白，今日若是不能将萧炎抹杀，哪怕是能够将其他6族都重创，也是没有丝毫作用。此子的天赋和实力实在是太过可怕，怕是用不了多久就能成长为下一个萧玄了。萧炎的表现让魂族的所有强者都产生了剧烈的危机感，只不过在经历了方才的一幕之后，那些实力连5星斗圣都不到的魂族强者实在是失去了对萧炎出手的勇气。望着这一幕，萧炎依旧神色平静，双目当中没有任何的波澜，而是将目光直接投向了高阶斗圣的战场。在那里，6族和魂族的高阶斗圣正厮杀的惨烈，其中最为吃力的便是10族与灵族的2位族长了。如同萧炎所言，魂族不但有着魂族4魔圣，更是有着魂虚子和另外3名7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在这等可怕的阵容面前，即便是6族所有的7星斗圣加起来，都是比魂族少了足足2位。因此，魂虚子和另外1名魂族斗圣都是被10族、灵族的族长硬生生的拖着的。这2族族长的实力仅仅只有6星斗圣，若是长时间消耗下去，对付这2位7星斗圣几乎是必死无疑。好在这2人终究是一族之长，10族和灵族虽然现在不行了，但祖上终究是阔过，族中的宝物底蕴也是不少。因此2人虽然是6星斗圣，但手中的几样镇族之宝却是连寻常7星斗圣都不曾拥有。即便如此，2人也依旧处于下风，被对方牢牢地压制着。魂虚子，萧炎手中火焰变换，一道巨大的火焰掌印凝聚，直接一道炎帝印逼退了魂族的另一位6星斗圣魂阡陌，脚踩着虚空，便是朝着魂虚子的方向杀去。魂族足足8位7星斗圣，萧炎却毫无保留地将目标放在了魂虚子的身上。一来是此人修为只有7星斗圣初期，二来便是整个魂族也只有魂虚子身上有着虚无吞炎的弟子火。借助着这道虚无吞炎的弟子火，魂虚子虽然只是7星斗圣初期，但战力却是丝毫不弱于7星斗圣中期甚至后期。因此灵族族长林海此刻几乎是被魂虚子疯狂的蹂躏。萧炎，魂虚子目光也是饱含杀机的看着萧炎。他虽是第一次见到萧炎，但也知道萧炎对于魂族的威胁何等可怕，当下也是要冲上去想要干掉萧炎。灭！萧炎脚步迅速踏过虚空，身后一道绚丽火环旋转之间，却是再度爆发出一道火焰光柱，直接落在了脚下的深坑当中。那道深坑当中，魂灭生已经浑身铠甲碎裂，连骨骼都是断裂了不少，此刻正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他正想挣扎着起身逃离，便是看到一道庞大的绚丽火焰光柱朝着自己爆射而来。萧炎，魂灭生脸上露出惊惧之色，可那火焰光柱却是已经垂直落下，伴随着一道凄厉的惨叫，那已经破碎不堪的大坑深处，无数岩石泥土在这可怕的高温之下直接化作了沸腾的岩浆，
而魂灭生的身影则是已经彻底的消失不见。魂灭生，死！萧炎，老夫杀了你！似是察觉到了魂灭生的死讯，不远处的六星斗圣魂阡陌瞬间满脸杀机的想要冲向萧炎，然而他的身影很快便是被2名雷族斗圣拦住。老东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还想对付萧炎？先过了我们这关再说吧。雷族除了族长雷音之外，还有着1位7星斗圣和足足3位6星斗圣，在这个战场当中都是极为耀眼的存在。魂阡陌，你倒是应该感谢这2位雷族斗圣救了你一命。萧炎瞥了一眼魂阡陌，冷笑一声，脚步几个闪烁，便是直接来到了魂虚子所在的位置。萧炎，你终于来了！见到萧炎到来的那一瞬间，灵族族长和魂虚子几乎异口同声的叫道。只不过灵族族长的脸上却满是解脱，而魂虚子的脸上则是满脸杀机。抱歉，杀魂灭生浪费了一点时间。萧炎看着狼狈无比的灵族族长笑道：林海族长，你去与石兵族长联手吧，这魂虚子就交给我来对付。听到他的话，林海也是微微松了口气。这魂虚子毕竟是1位7星斗圣，拥有了虚无吞炎子火的魂虚子，实力并不弱于其他7星斗圣中后期，让林海与他单打独斗，即便是林海有着灵族祖传的一些宝物丹药，可依旧是无比的吃力，长期消耗下去怕是会有着生命危险。不过正是因此，林海这才无比忌惮地看了魂虚子一眼道：小心，这家伙手里的异火十分难缠。话音落下，林海便是一溜烟地朝着石屏所在的方向离去，与石屏联手对付魂族的另外1位7星斗圣。虽然知晓魂虚子的难缠，但林海觉得萧炎再不济也不会有生命危险。能够在这种年纪拥有这般实力的天才，怎么可能会是傻子？伴随着林海离去，萧炎与魂虚子在此刻也是四目相对，杀机四起。你的异火十分强大，我手上的虚无吞炎子火似乎极为的渴望。魂虚子站在天空之上，身后神秘的黑色火焰疯狂涌动，在萧炎到来的那一瞬间，那黑色火焰便是在魂虚子体内发出了忌惮与贪婪2种同时出现的情绪。显然，对于萧炎的异火十分的渴望，却也侧面映衬了这一火的强大。听到魂虚子的话，萧炎望着那跳动的黑色火焰，同样是带着一抹笑容。是吗？我对你的虚无吞炎子火也是十分的眼馋呢。他说的的确是实话，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吞噬火山实验所带来的增幅已经几乎是微乎其微，也就是施展斗技的时候，能够令他的斗技威力更强上几分，却也强得有限。然而，这魂虚子手中的虚无吞炎子火却是非同寻常，此火乃是虚无吞炎的弟子火，几乎可以称作虚无吞炎的一道分身，威能远超寻常异火。即便是忽略其可以吞天噬地的恐怖属性，也依旧可以堪比那一火榜排名7、8位的异火。而若是加上这可怕的吞噬属性，那这子火的威力怕是足以与八荒破灭焰、生灵之焰这些火焰相提并论。萧炎现在的实力虽然几乎不可能强行吞下虚无吞炎的本体，但是吞下这么一道分身一般的子火却并非不可能。一旦吞下，对他将来凝聚至尊法身将会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这也是萧炎为何不与其他魂族斗圣动手，一出手便是直奔魂虚子而来的原因。小子口气倒是不小。听到萧炎的话，魂虚子脸上闪过一丝冷笑，下一刻，那漆黑火焰从他体内铺天盖地的飞出，最后在天空之上化作一条条漆黑火龙。听说你还是一名炼药师，那就让老夫今日看看你的控火手段到底到了什么程度。话音落下，那海量的黑色火龙便是疯狂汇聚，最后在魂虚子的身后凝聚成一条身长超过1000丈的漆黑火龙。虚无吞炎，给我吞了它！魂虚子冷笑一声，下一刻，那身长超过1000丈的漆黑火龙尾巴微微一甩，直接令周围空间化作烟粉，所过之处，空间、能量，甚至大量的物质都被瞬间吞噬，最后带着可怕的威能朝着萧炎直奔而来。望着那朝着自己直奔而来的漆黑火龙，萧炎的脸上不但没有丝毫的惧色，反倒是一脸的兴奋，那副表情直接是看得远处的魂虚子都是心中发毛。根本地丸斗火，你可算是找对人了。萧炎咧嘴一笑，下一刻，同样铺天盖地的绚丽火焰也是从他的体内疯狂涌出，最后再度压缩凝聚，眨眼之间，一道身高1000丈的火焰巨人便是出现在了这片天地之间。只见这火焰巨人通体燃烧着绚丽火焰，一道道火焰凝聚而成的铠甲覆盖其上，铠甲之上有着神秘的火焰纹路，宛如活物一般跳动，隐隐约约之间仿佛勾动着天地间的火源本源。他的脚下有着无尽绚丽火海燃烧，仿佛从火焰当中走出来的神灵一般。绝世神通炎神，在踏入到至尊境界，有了近乎无尽的灵力支持之后，这道绝世神通终于可以发挥出一丝真正的威力了。几乎在这火焰巨人出现的瞬间，那原本朝着萧炎狂奔而来的黑色火龙却是莫名的打了个寒颤，
身形似乎都想要停止，然后撤退。面对这道火焰巨人，即便他是虚无吞炎的紫火，此刻也依旧隐隐约约有着一种仿佛面对神灵一般的畏惧。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来自于火焰本质的压制，纵然双方的力量相差没有那般明显，可那种高高在上的气息依旧令他窒息。在这火焰巨人出现的那一刻，不但那紫火产生了一抹畏惧，就连那远处与雷炎两族族长交战的虚无吞炎，在看到这一幕之后，都是内心一跳。虽然对于这神秘火焰神灵并不认识，可他的内心在这一刻却是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寒意，仿佛隐隐有着一种被支配过的恐惧在他内心涌现。这个萧炎到底是什么人？虚无吞炎眼中杀机涌现，直接隔着遥远距离便是给魂虚子传音：魂虚子，杀了他，我晋升帝，剩下的灵魂本源都是你的。话音落下，魂虚子原本还算平静的眼睛瞬间便是血红了起来。这一刻，他体内的血液都在沸腾，海量的斗气都是在疯狂涌入那黑色火龙当中。剩余的灵魂本源都是我的，给我杀了他！话音落下，那黑色火龙也是被那海量的斗气强行打消了内心的一丝恐惧，带着撕天裂地的可怕威能，朝着火焰巨人狠狠冲了过去。所过之处，斗圣之下的强者只要沾到一丝，便是会直接被烧成虚无。然而，面对这无比可怕的黑色火龙，那火焰巨人俊朗的脸上却仿佛有着一抹笑容勾起。下一刻，他那千丈身躯便是骤然扭动，宛如一张拉开的大弓。紧接着，那完全由火焰组成的拳头便是直接撕裂空间，狠狠地砸在了那硕大的龙头之上。咚！伴随着一道宛如洪钟大吕一般的可怕声响，方圆万丈的空间几乎是在瞬间塌陷。萧炎的脚步不受控制地倒退一步，而那黑色火焰巨龙在这一刻也是骤然停止了冲击，身体连续颤抖，仿佛承受了莫大的冲击。这样的一幕，直接是令周围交战的众多强者都是瞳孔微缩，脸上露出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就连远处的魂虚子在这一刻都是神色微变，看向萧炎的目光多了几分惊骇。要知道，这道黑色火龙虽然是虚无吞炎的火焰所化，可却也是他魂虚子的斗气催生出来的力量，只是借着这火焰的可怕，所以火龙的威能连一些七星斗圣中期的强者都不愿轻易硬抗而已。即便是萧炎本身的火焰极为的强悍，对于虚无吞炎的威力并不是太过在乎，但即便是最基本的冲击力，也依旧是达到了七星斗圣初期的威能了。面对如此可怕的威能，这萧炎竟然站了个不相上下。如果是别人也就算了，可联想到萧炎的真实年龄，这些人就有些坐不住了。不过在想到萧炎方才那般干脆利落地解决了魂灭生之后，他们在骇然的同时也就有些释然了。萧炎身体融合在炎神当中，一双跳动着绚丽火焰的巨大眸子盯着远处的魂虚子，也是微微摇头。到了至尊境界之后，天火三玄变能够带给他的增幅已经是极为弱小，与其施展天火三玄变，倒不如施展自己的绝世神通炎神，增幅更加可怕。可无论他如何的增幅，他的真实修为也仅仅只是二品至尊而已。寻常二品至尊，就算是遇到魂灭生，都只能勉强保命。他能够直接与一名七星斗圣大战，已经是将二品至尊的修为发挥到近乎极致了。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他不愿动用地境灵魂这个底牌的情况下。想到这里，萧炎的目光却是看向了那被自己打得倒退些许的火焰巨龙。只见那火焰巨龙漆黑的头颅之上，不知何时已经出现了一个数丈深的拳印。这拳印虽然深，但对于这般庞大的体积而言，倒也不算什么。但在那拳印的中央，却是有着丝丝绚丽火焰残留，绚丽火焰的周围有着无数黑色火焰，二者彼此纠缠吞噬。虽然绚丽火焰仅仅只剩下了一星半点，却仍是在那海量黑色火焰的围攻下，坚持了很久才被湮灭。而在萧炎的拳头之上，却是有着些许黑色火焰正迅速融入他的拳头当中，令那绚丽的火焰拳头隐隐多出了几分诡异的黑芒。不愧是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即便是一道子火，带给我的感受也是如此的美味。萧炎高大身躯咧嘴一笑，论起战力，在不动用地境灵魂的情况下，他与魂虚子几乎是不相上下。但若是论起火焰，即便是他这地炎如今只是处于成长状态，也依旧是在本质上超越虚无吞炎本体的神级火焰。或许现在还达不到虚无吞炎本体的威能，但对付一道子火实在是太过容易了。魂虚子，怪就怪你炼化了这虚无吞炎的紫火吧，否则不借助地境灵魂，我还真的很难击杀你。萧炎咧嘴一笑，下一刻千丈之高的巍峨身躯便是直接朝着那黑色火焰巨龙厮杀而去。虚无吞炎，给我撕了他！见到萧炎竟然主动出手，魂虚子也是眼皮子微微跳动，体内斗气再度汹涌地灌注到黑色火龙身上，令后者身上的黑色火芒大涨。啊！在如此浩瀚斗气的供养之下，黑色火龙眼中原本的恐惧和忌惮也是消失了些许，嘶吼着朝着萧炎厮杀而来。望着那冲击而来的黑色火龙，萧炎不禁反笑，
当下便是直接双手合十，硬生生地抱住了那硕大的龙头。给我过来吧！萧炎低喝一声，下一刻，在所有人震撼的目光当中，那黑色火龙硕大的身躯便是被萧炎硬生生地抱着托起，最后狠狠地将周遭的空间都给狠狠摔碎。在两者交战的那一刻，炎神体表的绚丽火焰和那黑色巨龙身上的黑色火焰便是已经在细微处进行了同样的厮杀，只不过在那绚丽火焰的面前，那黑色火焰却是明显不低，一丝丝漆黑的火焰很快便是被那火焰巨人身上的火焰吞噬吸收。在异火榜上，如果说第4名往后的火焰都是臣子的话，那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便是异火当中的王者。然而王者或许可以有多个，但是帝皇却仅仅只能有一个，那便是帝炎。更何况这帝炎更是经过萧炎这位神灵注入了火焰大道的帝炎，他的威能虽然远远比不上现在的驼舍古帝，但本质却是比斗气大陆深处的那枚帝炎更加的可怕。他是火焰当中的神灵，哪怕是幼生期的神灵，弱小的神灵也就是神灵，本质上要超过斗气大陆所有的异火，威能也是同样如此。任何火焰想要吞噬他，只有被他反吞噬的份。帝炎，给我吞！萧炎低喝一声，一双手掌忽然如同鹰爪一般狠狠地扒在黑色火龙的身躯之上，伴随着绚丽火花和黑色火花的激烈碰撞，大片黑色火焰龙鳞被萧炎直接撕下，而萧炎的火焰手掌也是出现了道道伤痕。只不过当这黑色火焰龙鳞落下的那一刻，便是被直接捏碎成了无数黑色火苗，最后被那手掌之上的火焰直接吞噬。吃，丝丝黑色火苗被不断的吞噬，千丈火焰巨人在与黑色火龙交战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伤痕都是在迅速修复，而且随着那黑色火焰的融入，整个火焰巨人的身上都是隐隐散发出一丝丝黑色诡异的光芒。不好，这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竟然能够吞噬虚无吞炎的紫火。远处的魂虚子望着这一幕也是忍不住脸色大变，那黑色火龙本质上是由他的斗气催化出来的虚无吞炎紫火，所以他对这火龙的感应自然是无比的清晰。交手片刻，他便是明显的感受到双方看似都在损耗，实际上黑色火龙身上的火焰正在不断流失，而萧炎的火焰巨人在吞噬了这些火焰之后，却是仿佛吃了什么补品一般，正在不断的增强壮大。这种变化因为双方一时难以快速分出胜负，所以看上去并不明显，但魂虚子心中却是十分清楚，此消彼长之间输的肯定是自己这一方。混蛋，这家伙的火焰竟然能够吞噬虚无吞炎的紫火，这到底是什么诡异的东西？魂虚子忍不住微微打了个寒蝉，当下便是要调动那黑色火焰巨龙回来。虚无吞炎可是这天地之间排名第2的异火啊，其本质更是以吞噬为名，有着吞天噬地的可怕威能。自己手中这道子火虽然不如虚无吞炎的本体，可是威能也远超寻常异火。可那萧炎手中的异火竟然连虚无吞炎的紫火都能克制吞噬，实在是太可怕了。魂虚子很显然也是认识到这萧炎实力与他相差无几，而且火焰上更是对他形成了克制。好，在他的催动之下，那黑色火焰巨龙也是巨大尾巴一个甩动，试图甩开萧炎逃离战场。虽然只是一道地子火，但它本身也是有着一丝灵性所在。方才的交战当中，这黑色火龙明显察觉到了自己不是这绚丽火焰的对手，这种不敌并不是力量上的差距，而是本质上的克制。想跑？望着那想要匆匆离去的黑色巨龙，萧炎却是冷笑一声。他今日之所以专挑魂虚子下手，为的就是这魂虚子身上的虚无吞炎紫火，还是留下来吧。几乎是在那黑色巨龙转身逃离的瞬间，一双长达数百丈的火焰手臂已经狠狠地抓住了那硕大的龙尾。给我回来！火焰巨人低喝一声，任由那黑色火龙如何挣扎，他的双脚都是纹丝不动。而在二者交汇之处，那一双火焰手掌已经是宛如鹰爪一般，深深地插入黑色火龙的体内。烈！五指之上，绚丽火焰化作丝丝细线，蔓延到黑色火龙的体内。伴随着火焰巨人的一声低喝，一块直径超过100丈的黑色火焰被从那火焰巨龙的身上硬生生地撕下。几乎是在那黑色火焰被撕下的同时，火焰巨人的身上已经有着一条条火焰小龙迅速分化出来，直接钻入到那大片黑色火焰当中，疯狂吞噬。好！黑色火龙发出一道凄厉的嘶吼，一双龙眼当中却是更加恐惧，当下便是想要赶紧逃离。然而萧炎又怎么可能放过这么一道美食？只见火焰巨人另一只手依旧死死扣住那火焰巨龙的身体，磅礴力道传来，当下便是要将火焰巨龙拉过来，再度撕下大片的火焰。混蛋！望着这一幕，魂虚子脸色一寒，他自然是看出了萧炎的举动到底是想要干些什么。这家伙是摆明了要将自己这大量子火凝聚的火龙给活吞了。萧炎，你一个不过10几岁的毛头小子，真以为老夫怕了你不成？魂虚子也是怒了，
若是真让萧炎得逞了，他今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子丢光了不说，那黑色火龙当中更是包含了大量的虚无吞炎之火和他的斗气，一旦被萧炎真的吞噬，那他也会损失不小的元气。既然你要打，那就杀个痛快。魂虚子也是不再迟疑，立刻再度将浩瀚灵魂力量和斗气都传递到火焰巨龙身上。火焰巨龙发出一阵嘶吼之后，在恐惧与愤怒的双重叠加之下，直接是回过头来朝着萧炎的方向狠狠撕咬了过去。这一刻，双方阵营的所有强者都是看到了令自己永生难忘的一幕。只见那七族战场的一处核心区域当中，一道高达1000丈的绚丽火焰巨人与一条漆黑的火焰巨龙剧烈的厮杀在了一起。明明是两道火焰，可给人的感觉却是比两个生灵的厮杀更加凶残。黑色火焰巨龙浑身伤口，时不时有着大片身躯缺失，超过1000丈的身躯死死地缠绕着火焰巨人，试图用那可怕的力道令那火焰巨人直接崩溃。那一只硕大的龙头甚至在这一刻狠狠地咬住其中一条手臂，似乎随时要将这火焰巨人的手臂咬断一般。而那火焰巨人1000丈的身躯之上同样是有着不少的伤口，只是他的双目更加的凶残。在所有人胆寒的目光当中，火焰巨人另一只手握住了火焰巨龙的脖子，然后张开嘴狠狠咬在火焰巨龙的脖子之上。吃啦！大片的黑色火焰宛如黑色血肉一般被撕下，然后被那火焰巨人如毛饮血一般吞入腹中。黑色巨龙再度发出凄厉的咆哮，他怕了。一番征战下来，萧炎的火焰巨人看似受伤，却是在一直吞噬对方的力量。几番交战下来，黑色火龙已经消耗了近半的火焰本源，而萧炎的地炎却是在吞噬了大量的虚无吞炎之火之后变得越发的强大。而且因为这黑色火焰当中蕴含着不少魂虚子的斗气，萧炎甚至间接地炼化了不少属于魂虚子的力量。虽然这些力量在经过转化提纯之后已经不足原来的1/10，但终究是一位7星斗圣的浩瀚斗气，无形之间不但弥补了萧炎的消耗，甚至令他的修为都略微精进了一丝。差不多了。望着那被自己撕咬的缺一块少一块的火焰巨龙，萧炎双目凶光再度暴涨，在那黑色火龙闪躲的瞬间，直接双手扣住了对方的上下颚。不好！远处的魂虚子在这般斗火的大战当中本来就已经心生退意，结果便是看到了这一幕。不等他匆忙调动那火焰巨龙逃跑，撕天裂地的可怕力量便是已经从那双有力的手臂之上传来。吃啦！宛如血肉撕裂的声音传来，大片的黑色火焰如同血液一般洒落天地，最后被火焰巨人身上蔓延出来的绚丽火焰快速吞噬。黑色火焰巨龙在这一刻被萧炎硬生生的撕裂，那被分裂成2半的身躯尚且来不及凝聚逃窜，便是被大片绚丽的火焰小龙疯狂吞噬。吃！伴随着一道道漆黑火焰被不断的吞噬，那高达1000丈的绚丽火焰巨人身上也是越发的多出了一道诡异的黑色火焰。这一幕令不远处一些余光扫过的强者都是忍不住心中发寒。噗嗤！远处的魂虚子在看到这一幕之后更是脸色一白，当场喷出了一口鲜血。那黑色火龙乃是他所学会的一种顶尖控火之术，不但蕴含了他的大量斗气和火焰，更是融入了他的大量灵魂力量。如今黑色火龙被萧炎生生撕裂，大量的火苗都是被吞噬炼化，令他当场便是伤了元气。该死，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可怕？望着那隐隐多出了几分诡异黑色的火焰巨人，魂虚子眼中隐隐露出了一丝惧意。萧炎的实力和潜力在这些年早已在魂族当中传来，令魂族的所有强者都是不敢轻视。可他再如何不敢轻视，都是想不到这萧炎在这个年纪便是已经有了媲美7星斗圣的实力，甚至在火焰和控火之术上，对方更是能够碾压他这个9品炼药师。怪物！魂虚子再也不想跟萧炎战斗了。其他7星斗圣与萧炎战斗或许还能坚持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与萧炎战斗却是被克制的死死的，甚至时间长了，他甚至会出现陨落的危险。当下他脚下流光闪过，便是想要逃跑。他打算将那位与林海和石平大战的7星斗圣换过来，跟萧炎战斗，他的结局必然会无比的凄惨。想跑！望着那脚下升起流光的魂虚子，萧炎冷笑一声，火焰巨人1000丈身躯直接踏破虚空，朝着魂虚子追杀而来。同时一道道绚丽火焰直接化作一条条火焰锁链，以一个更加迅猛的速度超越魂虚子，将对方的前路彻底封锁。火焰天地，炎神剑，无数火焰锁链快速封锁了魂虚子前方的空间，顷刻间以萧炎为直径万丈以内的空间直接化作了一片绚丽的火海。在这火海当中，一道道绚丽的火焰锁链疯狂地朝着魂虚子的身体缠绕而去。每一道火焰锁链虽然不能对魂虚子造成何等的伤害，但却是可以让他的速度慢得可怕。比起这宛如陷入泥沼当中的速度，萧炎则是宛如闪电一般，眨眼便是来到了魂虚子的面前。咚！一拳砸上，饶是魂虚子施展出各种高阶斗技，
依旧是如同炮弹一般被轰飞出去。然而，不等他彻底卸力，那宛如魔鬼触手一般的火焰锁链便是再度朝着他缠绕而来，令他的速度再度慢了下来。七星斗圣就是耐打，萧炎一拳一拳的接连轰出。方才的交锋虽然令魂虚子受了一些伤势，可却并不算致命。以对方七星斗圣的实力，还是足以在萧炎手中撑上一段时间的，只不过就是无比狼狈而已。于是，在远古七族所有人的目光当中，魂虚子便是被如同沙包一般被萧炎疯狂的轰击着，每一拳打飞出去不到1000丈，便是有着一道道锁链再度缠绕。等到魂虚子好不容易稳住身形的时候，下一拳已经再度袭来。在这般连绵不绝、此消彼长的攻击之下，魂虚子在硬抗下数百拳之后，终于是再度喷出一口鲜血，脸色惨白。若是说方才他只是受了些许伤势的话，那在这般进攻之下，他的伤势明显是加重了许多。炎神界乃是萧炎诸多神通的前身，本身便是可以令萧炎对异火所在的天地有着莫大的掌控权。在这炎神界当中，萧炎可以通过地炎源源不断的吞噬天地间的能量恢复自身，而魂虚子所能吞噬的能量却是少得可怜。在这里面战斗，仅次于在萧炎的混沌熔炉当中战斗，硬接了数百拳之后，魂虚子体内的斗气都消耗了大半，一位七星斗圣甚至隐隐出现了斗气枯竭的趋势。反观萧炎却是生龙活虎，状态与之前几乎无恙。这一刻，魂虚子终于明白，萧炎竭力爆发之下的实力的确只是堪比七星斗圣，但若是打起持久战来，超过90%的七星斗圣都有可能会陨落在他的手中。萧炎，你若是杀了我，魂族是不会放过你的。感受到体内那越发稀薄的斗气，魂虚子脸上终于是露出了一丝恐惧。废话，不杀你，魂族就能饶了我？萧炎再度一拳将魂虚子轰飞，片刻后再度出现在魂虚子的面前。萧炎，这是你逼我的。魂虚子再度喷出一口鲜血，他已经有些坚持不住了。你算个什么东西，哪有资格被本帝逼？萧炎大笑一声，拳头再度砸下。今日你死定了，你的虚无吞炎子火我也吃定了。萧炎，魂虚子喷出一口鲜血，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怕是撑不过10拳就要被萧炎活生生打死了。无尽的屈辱、怒火和求生的欲望在他心中酝酿，最后化作一道不甘的嘶吼：族长救我！这声音带着求生的欲望迅速传遍天地，令无数强者惊愕的同时，也令与古猿交战的魂天帝险些被古猿击中。哼，魂天帝，你们魂族今天怕是要完蛋了。听到这叫声的那一刻，古猿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笑容，他看着萧炎的方向也是忍不住心中一跳。虽然那对萧炎的实力早有预期，但是当看到萧炎像打狗一样追着魂虚子到处跑的时候，依旧是令他倍感震撼。萧炎，魂天帝目光也是落在了那萧炎的身上，嘴角都是在微微抽搐。尽管够了高估这个小子的实力，可在他的预期当中，萧炎能够有5星斗圣的战力就已经顶了天了，因此才安排魂灭生出手灭杀萧炎。然而他无论如何都是想不到，魂灭生仅仅一个照面就被萧炎灭杀了，甚至就连魂虚子都快要被萧炎干掉了。我承认，这小子的天赋实在是令人震撼。魂天帝一掌逼退古猿，一双眼睛透露着令人心悸的光芒。本来这份大礼是准备给你们古族或是联军专门准备的，不过若是能够灭掉这个小子，就算是暴露了这张底牌也值得了。魂天帝冷笑一声，声音已经在天际彻底的响起：动手，就算是放走所有人都一定要将这个萧炎彻底的灭杀。话音落下，以萧炎为中心的一大片战场空间的4个方位忽然剧烈动荡起来。下一刻，4道带着腐朽气息、威压却是强得令人心颤的苍老身影便是从4个方向缓缓走出。4道苍老的身影身后，隐隐有着一道古老腐朽的棺材虚影浮现。而在这4人从棺材当中走出的那一刻，4道庞大到令人心悸的气息便是已经在这片天地之间回荡。魂元天、魂瑶，望着那从虚空走出的4道身影，古猿等人的神色在这一刻都是变得无比的凝重，甚至如林海、石屏这样的强者，此刻更是脸色微白。尽管对于魂族高层的计划他们早有预谋，尽管对于魂族的底细他们早已透过萧炎知晓，但当他们真的看到这4个老家伙走出的那一刻，他们的内心依旧是情不自禁的有着几分恐惧。这可是足4名8星斗圣啊，联手之下足以堪比一位9星斗圣的战力了，这是足以颠覆整个战局的力量。如果不是因为有着萧炎这颗定心丸，他们此刻心态怕是已经崩溃了。饶是如此，他们的心情依旧是紧张到了极限。此战对于他们这些相对弱小一些的族群简直就是赌博，一旦输了，古猿、严禁、雷莹这些实力强横者或许还有逃走保存的希望，但他们可就彻底的完蛋了。与他们同样心生震撼的还有那联军阵营的大部分强者。
为了防止提前泄密，魂族真正的底细在6族联军唯有5星斗圣以上的强者才有资格知道。所以当魂族4元老走出的那一刻，无数联军阵营的强者此刻都是脸色苍白。很多斗圣之下的强者甚至不知道那4道苍老身影到底是什么境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气息实在是强得可怕，强得令人战栗。哈哈，古元，我早就说过，在萧玄陨落的那一刻，你们6族便是已经不成气候了。在魂族4元老走出来的那一刻，魂天帝脸上也是终于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你们识破了卧底计划又如何？识破了吞灵族的秘密又如何？从萧族灭亡的那一天开始，其余6族便已经不是我魂族的对手了。之所以没有直接开战，只是不想付出太大的代价罢了。既然计谋不起作用，那我魂族索性也就不装了，是时候让你们这些废物感受一下魂族真正的实力了。也不怪魂天帝得意，如此大局，如此大计，的确是值得他骄傲，值得他狂妄。死亡之界一开，位于其中的所有联军之人都要尽皆陨落，6族联军不过是个笑话罢了。想到这里，魂天帝的笑容更加肆意。只不过当他目光扫过古元的脸庞之时，那笑容却是隐隐有些僵住了。面对这道底牌，古元的脸上虽然是无比的凝重，但却没有太多的焦急，更没有他想要看到的绝望。全军撤退！古元只是大手一挥，浩荡声音在联军众多强者的耳畔响起。紧接着魂天帝便是发现，这些人仿佛早有预谋一般的开始在各族族长的指挥之下迅速撤退，故作玄虚，落入我魂族精心设计的死亡之界当中。你们以为想跑就能跑了吗？魂天帝冷笑一声，也是在此刻下达命令，启动死亡之界，全力灭杀界内所有联军，尤其是那个萧炎，必须杀了他。魂天帝对于萧炎也是杀机升腾，一个17岁的少年竟然可以追着魂虚子打，甚至能令魂虚子险些陨落，这简直是逆天的有些不可思议了。若是再给他几年的时间，今日胜利的天平可就要落在联军阵营之上了。今日无论放走了谁，都是不能放走萧炎，此子实在太过可怕，必须彻底抹杀。几乎是在魂天帝话音落下的瞬间，那天空之上的4道苍老身影在此刻也是出手了。只见4道磅礴浩瀚带着腐朽气息的斗气冲天起，紧接着在这4人的催动之下，4道高达1000丈的巍峨门户缓缓浮现在了4人的身后。快退！望着这一幕，联军阵营的大部分强者都是神色大变，匆匆忙忙的想要撤退出来。然而仅仅片刻，那4道透露着无尽死亡气息的4道庞大黑暗之门便是已经爆射出4道漆黑的光芒。4道光芒速度快到了极致，几乎是在短短片刻便是已经连接在了一起。嗡！在这4道光芒连接在一起的那一刻，被这4道光柱所包围的空间仿佛被凭空切割开了一般，无尽的黑色雾气翻腾，仿佛自成了一个世界。少数联军阵营的强者看到这一幕，神色巨变，全力冲击那4道光柱形成的屏障，结果任由他们如何努力，那屏障却是纹丝不动，哪怕是一位斗圣出手，也依旧未曾撼动分毫。结，想跑晚了！四方寂灭，死亡之界。天空之上的4道苍老身影口中发出阴冷的怪笑，仿佛地狱当中索命的厉鬼，令无数联军阵营的强者都脸色惨白。他们都是明白，所有落入到这死亡之界当中的强者，似乎都落入到了魂族的可怕陷阱当中，被对方包了饺子。而在这一方结界当中的魂族强者，此刻却是满脸的冷笑，似乎就要看到对手的灭亡了。所有人听我号令，速速前往萧炎的方向集合。就在这结界当中的所有强者都在绝望的时候，一道声音却是在这结界当中迅速响起，令所有人都是生出了一丝希冀之色。这道声音是要族族长耀丹的声音，他是6族族长当中唯一一个落入到这死亡之界当中的强者，除了耀丹之外，还有2位雷族的6星斗圣同样被困在了其中，无法逃离。这2位赫然便是方才与魂阡陌交手的那2位。这3人几乎算是整个死亡之界当中实力仅次于萧炎的3位顶尖强者了。他们3人也同样是知晓萧炎计划的强者。在这3人的号召之下，联军阵营的所有强者都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般，迅速汇聚。一时之间，足30多位斗圣和成千上万的普通强者都是迅速聚集到了萧炎的身边。如此阵容，几乎是占据了联军1/3还要多的强者数量了。尤其是一些实力不足斗圣之人，逃跑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不像其他斗圣那般能够及时脱离，所以他们的数量更是占据了联军近半的数量。结既然主动收缩阵容，既然你们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们了。见到这些家伙竟然主动缩在一起，4名魂族元老脸上笑容更加瘆人。这死亡之界一旦凝聚，9星斗圣之下能够破开者几乎没有几人可以做到，尤其是随着面积越来越小，那死亡屏障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固，到了最后甚至9星斗圣耗费力气才能破开。
整个战场当中，除了古元和魂天帝，没有人能够轻易破开这道屏障。而这两人此刻却是依旧处于一种焦灼的战况。所以，在魂族4元老看来，联军阵营主动收缩兵力，简直就是一种找死的行为。等到他们等会儿彻底催动其中的腐蚀之力，这近半的联军强者，包括那个威胁最大的萧炎，都要在其中化作一滩血水，最后成为死寂之门的养料。想到这里，4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一抹兴奋的神色。吞噬如此之多的血石，他们的死寂之门威能恐怕会再度暴涨。只是在他们没有看到的角度当中，萧炎与药丹和另外2位雷族斗圣却是已经彼此交流了眼神。等下你们只需全部联手，使出最强的手段几种进攻一人便是。萧炎的声音已经平静，但药丹和2位雷族6星斗圣眼中却是有着火焰在跳动。终于要动用那个可怕的杀招了吗？目光扫过萧炎所在的方向，古元在与魂天帝战斗的同时，却是悄然催动其古族最为强大的灵魂斗技，保护好自己的灵魂。至于联军的其他强者，此刻早已纷纷退却，没有继续纠缠。除了少数几位知道内情的顶尖强者之外，其余强者都是以为此战即将惨败，纷纷脸色苍白。雷莹、严禁，你们既然想逃，桀桀，既然你们想逃，那我就对付古元老，让你们损失真正的之强者。远处，虚无吞炎在见到雷炎2族的族长离开，嘴角却是泛着一抹冷笑，甚至直冲古元的方向攻击。望着这一幕，雷莹和严禁却是神色不变，在其身后，几名顶尖强者都是在疯狂积蓄力量，准备发动最后一击。终于，就在虚无吞炎快要冲到古元面前的那一刻，萧炎已经带着大量的联军飞到了死亡之界的一角。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因为在这角度的100里之外，便是正对着4元老当中实力最弱的魂元天。若是再往前数百里，则是有着大量的魂族大军。再往前近1000里，便是古元与魂天帝大战的战场。从这个角度攻击，的确是最为适当的地方了。萧炎嘴角泛起一抹笑容，同时对着药丹等人传音，准备动手。闻言，药丹等人的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一抹如释重负的笑容。3位顶尖强者的声音直接传遍了死亡之界当中的所有联军。诸位，准备动手！在3人的掌控之下，众多联军虽然依旧担忧惊惧，但好在是找到了主心骨。当下30多位斗圣和成千上万普通强者在这一刻纷纷斗气升腾。这些人占据了6族联军超过1/3的力量，如此阵容一旦联手攻击，便是9星斗圣也不敢完全无视。然而那位于众人面前的魂族元老却是一脸冷笑，现在想起来联手了，晚了。倘若没有这死亡之界，老夫还真得暂避锋芒。可惜在这死亡之界当中，你们的攻击虽然强横，却也破不开我魂族的死亡之界。话音落下，他正欲操纵死寂之门灭杀这些强者，一道惊人的气息却是在他不远处骤然爆发。这是那名为魂瑶的8星斗圣脸色微变，下一刻，一道宛如碾压一般的灵魂冲击便是瞬间落入他的脑海当中。在那无比可怕的灵魂冲击之下，这位8星斗圣达到天境大圆满的灵魂都是瞬间陷入到了呆滞当中。下一刻，一道身高超过1000丈，浑身透明却仿佛实质，体内隐隐有着绚丽火焰燃烧的高大人影便是从萧炎体内出现，眨眼之间便是出现在了天地当中。地境灵魂。位于萧炎不远处的药丹看到这一幕微微一怔，脸上尚未露出一抹骇然之色，便是看到那1000丈巨大的灵魂体已经发出了一道撕天裂地的怒吼。绝世神通，炎神之怒。这道萧炎在圣品天至尊时创造出来的另一道绝世神通，终于伴随着萧炎的灵魂力量踏入到地境之后，爆发出了属于他的真正威力。在药丹懵逼茫然的视线当中，只见萧炎前方100里的空间在这一刻瞬间化作了一片漏斗形的虚无。轰隆隆，一道道灵魂冲击宛如灭世的浪潮，所过之处，空间直接无声无息的彻底湮灭。在这灵魂冲击的波动当中，死亡之界当中的所有魂族强者，无论是斗王、斗皇还是斗尊、斗圣，在被这灵魂波动冲击到的瞬间，整个身体便是直接爆裂成了一滩血雾。即便是有少数几个实力强悍的斗圣护住了身体，可他们的灵魂也在这一刻骤然爆裂，与之一同爆裂的还有他们的脑袋。这灵魂冲击不但威力强到了可怕，就连速度也是仅次于光速。仅仅眨眼之间，可怕的余波便是瞬间冲击到了两侧边缘的2尊魂族元老身上。而仅仅只是这些余波，便是令这2尊实力达到天境大圆满的魂族元老脸色苍白，扑哧喷出一口鲜血。萧炎的对面魂元天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是终于反应了过来，他脸色巨变，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保护好自己的灵魂，各种魂族极为了不起的天阶灵魂斗技都是被他施展出来。然而在那可怕冲击掠过的瞬间，魂元天便是感觉意识一阵轰鸣，大脑一片空白。紧接着8星斗圣魂元天
灵魂层次达到天境大圆满级别的强者，在那避开灵魂冲击范围的联军阵营，以及侥幸不在这个范围内的魂族强者惊恐的目光当中，脑袋轰然炸裂。浑元天死！萧炎的炎神之怒是他根据黄泉天怒所改造推演出的一道绝世神通，虽然没有位列在大千世界的36道绝世神通当中，但由他自己施展，威能却是丝毫不差。这是一门超越黄泉天怒2个甚至3个层次的可怕斗技。当年的黄泉妖圣巅峰时期施展这一招，都是能够重创天境大圆满。而萧炎如今以地境灵魂施展出炎神之怒，在那冲击的核心是绝对可以直接湮灭天境大圆满级别的灵魂的，故而一吼之下，便是硬生生的直接震碎了浑元天的灵魂，甚至就连两侧被波及到的2尊魂族元老都是灵魂受到了伤势。然而在浑元天脑袋爆裂的瞬间，那可怕的灵魂冲击却是依旧不曾停止，它仿佛一个直径达到100里的巨大圆圈，所过之处，所有的魂族强者尽数爆裂成了一团血雾。灵魂攻击不分敌我，甚至少数几名不幸陷入战局的联军强者也同样化作了血雾。在这可怕的冲击之下，无论是斗圣还是斗尊，无论是联军还是敌军，只要落在这范围当中，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即便是这一招越过100里，灭杀了浑元天之后，威力稍微减弱了几分，但所过之处也唯有天境大圆满级别的灵魂才能侥幸活下来。而且即便是活下来，也是身受重伤，灵魂隐隐有着崩溃的迹象。这般可怕的灵魂冲击，在直接将萧炎面前的方圆100里彻底清空之后，依旧带着可怕的冲击越过千百里的天地，来到了魂天帝和古元的战场。该死，这到底是什么手段？与古元交手的魂天帝在看到浑元天脑袋都直接爆裂开来的那一刻，便是脸色大变。他身为魂族族长，自然是明白浑元天的实力是何等的可怕。可是就是这样的一尊存在，在萧炎这一吼之下，竟然直接头颅炸裂，灵魂崩碎。如此可怕的灵魂攻击，即便是放眼整个斗气大陆，即便是他与面前的古元都是完全做不到。更令他心底微微发寒的是，这一招竟然是直奔自己而来的。当下魂天帝也是顾不得其他，急忙催动灵魂斗技防御自身灵魂。他乃是地境灵魂，自信在这一招之下不会有危险。可问题是，他现在处于一个与古元交手的状态当中，在这般凶险的交手当中，自己只要一个不慎，便是有可能会被对方瞬间重伤。结，魂天帝，现在催动灵魂斗技似乎已经晚了。古元冷笑一声，手中的攻击忽然全力加速，眨眼间便是出现上百道掌影，令魂天帝仓促抵抗，根本来不及施展所有的灵魂防御。论起灵魂斗技，魂族的确是比古族手段更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魂天帝却是根本来不及施展几招，而古元却是早早知晓了萧炎的计划，悄悄给自己上好了所有的灵魂手段。轰！可怕的灵魂波动瞬间掠过，周遭的空间隐隐有着裂缝，却不如萧炎施展的核心之地那般可怕。但威能即便是只剩下之前的不足30%，在这灵魂冲击掠过的那一瞬间，即便是古元和魂天帝都是脑海一阵轰鸣。只不过做好了灵魂防御的古元，仅仅一刹那便是恢复了清醒，而魂天帝的眼神却是出现了短暂的茫然。同为地境，又相隔着近千里的距离，哪怕萧炎的炎神之怒再如何的强大，都不可能让一道地境灵魂受伤。但是让一个来不及全力防御的地境灵魂出现短暂的呆滞，却是足够了。哪怕这个呆滞的时间仅仅不足半息，可半息的时间对于这种层次的强者而言是何等的宝贵。几乎是在这短短不足半息的时间里，古元已经连续施展打出了数招，招招都是天阶斗技，直奔魂天帝的要害。其中最为凶狠的一掌更是直奔魂天帝的脑门，若是能够一掌拍碎魂天帝的脑袋，今日怕真有机会将这家伙留在这里。电光火石之间，无数黑色的火焰却是从魂天帝头顶骤然浮现。等到古元手掌落在此处的时候，一双火焰手掌却是竭力抗住了这一掌。虚无吞炎，古元脸色一冷，方才的战斗魂天帝来不及施展完整的灵魂防御，可同样达到地境前来支援的虚无吞炎却是同样来得及防御。所以在两人同时抗住了那灵魂冲击之后，虚无吞炎显然是急速前来救援。古元面无表情，手掌之上斗气竭力翻滚，直接砸在了那黑色火焰之上。同时几乎在那黑色火焰抵抗的同时，他的另一只手却是已经化掌为拳，落在了魂天帝的胸膛之上。伴随着2声闷响传来，魂天帝脸色一白，双目回过神来的瞬间，已经是口吐鲜血倒飞出去。等到他脚步踩碎脚下的大片空间，稳住身形的那一刻，一双眼睛当中才露出一抹劫后余生的惊骇。这萧炎的灵魂冲击怎么会如此可怕？这般可怕的灵魂斗技，即便是魂族当中最强的灵魂手段，都要比他弱了许多。在其身旁，黑色火焰急速流转，最后化作了一脸色苍白的黑衣男子，正是虚无吞炎。
而此刻虚无吞炎的脸色也是有些苍白。他虽然也拥有着9星斗圣的战力，但却只是9星斗圣初期，比起古元和魂天帝都是差了很多。虽然能够硬抗古元一招，但也因此受了一些伤势。萧炎的灵魂冲击虽然没有直接重创两人，却是令两人都陷入到了被动局面，此刻都是被古元打伤。望着这受伤倒退的两人，古元心中也是微微一叹，想要直接干掉这两个家伙，终究还是有些难度啊。不过萧炎这一吼之威已经为联军占据了充足的优势。魂族，这一次输定了。念头划过的瞬间，古元的声音已经是将那些满脸震撼的联军从方才的一幕当中惊醒。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动手！话音落下，那联军阵营的强者也是纷纷醒悟。当下一双双炽热的眼神便是携带着海量的斗气波动冲天起，下一刻海量的光芒便是朝着魂族强者的身上砸了过去。而在听到古元这句话的时候，魂天帝的脸庞也是终于骤然大变。他一头长发此刻都是潦草的散落在身后，脸上却是再无了过往的平静从容，而是一脸焦急地看向了身旁的魂族大军。速速撤退！所有人赶紧返回魂界，催动护族大阵！快点跑！快点跑！焦急的声音宛如雷鸣一般响彻在魂族众多强者的耳畔，令这些呆滞的魂族强者终于从方才的变故当中清醒了过来。跑啊！赶紧跑！一群魂族强者看向萧炎的目光充满了惊惧。萧炎方才那一吼，直接将死亡之界当中接近90%的魂族强者震碎成了血雾。这威能即便是冲出了死亡之界，依旧是令魂族的大批强者身体直接炸裂，唯有一些灵魂达到天境大圆满的强者才侥幸活了下来。仅仅这么一吼，便是令魂族损失了接近1/3的强者，这还是因为魂族4元老故意挑选了一块魂族强者较少的原因。姐，想跑，现在怕是晚了。联军阵容当中，严禁的脸上带着一抹冷笑，几乎在古元发出进攻命令的那一刻，他与雷莹便是率领着整个联军化作2道洪流，无数攻击铺天盖地的朝着魂族大军的方向攻击过去。萧炎这一吼不但灭掉了魂族的诸多强者，也同样让周围一些魂族强者受到了波及。在那可以直接将天境大圆满轰碎的灵魂冲击面前，哪怕只是挨上那么一丝的余波，都是足以令很多强者灵魂遭受重创，大脑一片浑浑噩噩。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又能爆发出几分的战力？我杀魂升天，你和药丹联手对付魂灭天？严禁看着雷莹，雷莹在这一刻也是连忙点头。在萧炎的灵魂冲击之下，这2名魂族8星斗圣的灵魂都是遭到了巨大冲击，此刻状态最为虚弱，正是灭杀2人的好机会。当下严禁便是直接率领身后的炎族大军发动了最强攻击，焰炎焚天，9重雷劫掌，轰隆隆，2个远古种族的绝大部分强者在2名8星斗圣族长的联手之下，直接发动了最强一击。这一招几乎集合了一整个远古种族的大半力量，一道道铺天盖地的攻击流光在这一刻汇聚成无尽的火焰洪流和雷电海洋，那般可怕的威能，便是虚无吞炎这种9星斗圣初期都不敢无视，更何况是此刻已经重伤了2位的魂族元老。不好！远处的魂天帝看到这一幕，也是眼皮子微微一跳。只见下一刻，那浩瀚的火焰洪流便是直接淹没了魂族的一位元老级强者魂升天。混蛋！感受到那浩瀚火焰洪流的出现，魂升天那被灵魂冲击阵的七窍流血的脸庞终于有了一丝波动，紧接着便是布满了惊恐。萧炎那可怕的灵魂攻击不但令他的灵魂遭受了创伤，更是令他意识都有了短暂的空白。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那浩瀚的火焰洪流已经彻底将他淹没。滚开！都给老夫滚开啊！魂升天发出凄厉的惨叫，他本身就是类似活死人的状态，实力比起严禁都要略弱一分，此刻更是灵魂受创，状态下滑的厉害。反观严禁，他为了100%灭杀魂升天，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就差燃烧精血，发动拼命手段了。而且他身后同样有着超过10位炎族斗圣和大量斗尊斗宗的攻击，这般浩瀚的攻击放在平时魂升天还有着躲避硬抗的机会，此刻却是只能被动挨上。在这般可怕的火焰洪流当中，魂灭生仅仅1个回合便是彻底重创，浑身血肉爆裂，宛如一具焦尸一般。不等他恢复逃跑，又是一波凶猛爆裂的火焰洪流袭杀而来，将他彻底淹没。在这般浩瀚无边的攻击之下，魂升天的身躯直接炸裂开来，身体都被那无尽的轰击给直接湮灭焚烧成了虚无，只剩下身后一道死寂之门上面遍布着斑驳漆黑的痕迹，彰显着方才的攻击是何等的可怕。魂族元老魂升天死！几乎是在魂升天灭亡的同一时刻，那位于萧炎身后唯一一位没有被萧炎灵魂冲击给重伤的一位魂族长老魂灭天，此刻已经是从方才的一幕当中彻底的清醒过来。跑！
他此刻已经是被吓得肝胆俱裂，当下直接顾不得其他，直接燃烧体内那残存不多的生机，化作一道流光，朝着远处急速遁去。下一刻，无尽雷海直接令空间崩裂，朝着魂灭天的方向狠狠砸来。那浩瀚的威能令魂灭天浑身汗毛根根竖起。给我滚！魂灭天早就被方才的一幕给吓坏了，他是在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受到灵魂创伤的，在萧炎那可怕的灵魂冲击之下，也仅仅只是呆滞了片刻，便是恢复了清醒。此刻早已经吓得肝胆俱裂，只想赶紧逃跑。见到那无尽雷海尽数砸来，他直接将手中剩下的一道死寂之门丢出。死寂之门，给我吞！魂灭天手掌一挥，死寂之门发出可怕无比的吞吸之力，竟是将那无尽雷海直接吞入其中。只是那几乎整个雷族的全力一击，已经触摸到了9星斗圣的一抹门槛。若是4道死寂之门一起出动还好说，单独1道死寂之门的威力却是差了太多。咔嚓咔嚓，在那般浩瀚可怕的威能之下，这道死寂之门之上直接出现了道道裂缝，无数雷光在其中溢散，最后将这死寂之门硬生生的撑爆开来。死寂之门破碎，那魂灭天的口中也是不由得喷出一口鲜血。此物被他祭炼千年，已经是相当于他身体的一部分了，一旦碎裂，对他本身也会有着不小的创伤。不过这魂灭天终究是靠着这一招躲过了一劫，以他8星斗圣后期的实力，再加上燃烧生机的秘术，速度比起虚无吞炎都不多承让，总算是逃过了联军阵容的追杀。不过他能够逃出追杀，那最后一名魂族元老魂瑶却是没有了这般好的运气。他与魂升天一样，被萧炎一吼之威直接重创了灵魂。等到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药丹已经率领30多位斗圣同时催发出天阶斗技，朝着他的方向砸了过来。雷鹰的目标是魂灭天，可萧炎却是知道，此刻最好杀的还是那已经重伤的魂瑶。足足30多位斗圣同时催发天阶斗技，哪怕这些斗圣实力都不算很强，可也足以令任何一位9星之下的斗圣强者头皮发麻。而且这30多道天阶斗技当中，还夹杂着一道绚丽无比的7色火莲。轰隆隆，轰隆隆，魂瑶所在的那处空间此刻直接被无数强横的力量轰击成了烟粉。伴随着一阵恐怖的爆炸过后，整片空间早已化作了漆黑的虚无，只剩下一道残破的死寂之门凄惨地留在原地。魂族元老魂瑶死！几乎是在一瞬间，魂族4元老便是被直接灭杀了3位，剩下的1位也是重伤逃离，以一个极为恐怖的速度朝着魂界的方向逃遁。不光是他们，就算是魂天帝和虚无吞炎都是在竭力抵抗联军攻击的同时不断撤退。只不过这2人在古元的手下都是受了一些伤势，虽然不算致命，可总归不再如同先前那般强势。而且在萧炎的冲击之下，那些本身就已经灵魂受到创伤的魂族强者更是来不及逃跑，便是被联军的合击给直接湮灭。萧炎站在天空之上，高达1000丈的地境灵魂体迅速缩回体内，脸庞之上缓缓露出一抹苍白之色。炎神之怒能够令他一吼之下直接灭杀天境大圆满级别的灵魂，甚至如果脸对脸的话，足以令地境灵魂都受到创伤。但是如此可怕的灵魂攻击，对他的灵魂力量同样是有着不小的消耗，至少在短时间之内，他也无法再催动一次炎神之怒了。否则若是再催发一次，今日魂族怕是只有魂天帝和虚无吞炎有机会逃掉了。不过虽然如此，此战过后，魂族对他的威胁也将不复存在。接下来他便是可以安心的去大陆各地，将未曾得到的机缘尽数吸纳，最后炼化净莲妖火，成就至尊法身。不过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那便是夺取虚无吞炎的紫火。魂虚子，萧炎目光扫过战场，便是看到那脸色惨白、疯狂逃离的魂虚子。这魂虚子早在魂族4元老出手之际，便是疯狂逃窜，因此并没有被萧炎的灵魂冲击直接灭杀，反倒是因为跑得够快而仅仅受了一些波及，灵魂只是受了一些轻伤。不过跑得再快也是没用，他此刻的状态，面对底牌进出的萧炎，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炎神之矛，萧炎一脚踏出，便是出现在了魂虚子不远处。浩瀚灵魂力量在右手急速聚集，最后化作了一道燃烧着绚丽火焰，通体实质宛如水晶一般的火焰长矛。通过地境灵魂施展的炎神之矛，已经是完全由灵魂力量凝聚而成，对于灵魂有着莫大的杀伤力。如果说炎神之怒耗费了萧炎5成的灵魂力量的话，那这炎神之矛则是耗费了萧炎接近1成的灵魂力量。对于这一击，萧炎是怀着必杀的心思的。是，只见萧炎手臂狠狠挥出，宛如水晶一般燃烧着的绚丽火焰长矛瞬间出动，所过之处，空间直接出现了一道极为细小却是真实存在的漆黑细线。这道攻击不是萧炎所有攻击当中最强的，却几乎算得上是最快的一招。火焰长矛眨眼而过，
下一刻便是直接落在了魂须子的身后。噗嗤，伴随着一道刺入身体的声音传来，魂须子那惊恐的双目微微一颤，然后渐渐失去了生机。萧炎这一击直接将他那天境大圆满的灵魂都直接刺穿，彻底湮灭。魂须子死！伴随着魂须子的死亡，那已经退缩到魂界入口处的虚无吞炎忽然神色大变，只是他尚还来不及出手，一只绚丽的火焰大手便是直接握住了魂须子的身体，然后轰然捏爆。在魂须子身体碎裂的一瞬间，一道可怕的挣扎之力从那火焰大手当中传来，丝丝缕缕漆黑的火焰开始奋力反抗，正是虚无吞炎的紫火。别说你只是一道子火，就算是你的本体亲自前来，也未必能够在本地手中讨好。感受着那分离反抗的黑色火种，萧炎却是冷笑一声。下一刻，二品至尊和地境灵魂的所有伟力都灌注到了那火焰大手当中，然后令那火焰大手狠狠一攥。砰！伴随着一道凄厉的叫声从掌心传来，那黑色火焰被直接捏爆成了无数黑色的火苗，最后被那火焰大手瞬间席卷吞吸，顷刻炼化。在这紫火火种被捏爆炼化的那一瞬间，远处的虚无吞炎脸色再度一白，气息都是再度虚弱了一分。他一双漆黑眸子死死地盯着萧炎的方向，杀意升腾的瞬间却隐隐约约有了一丝畏惧。这道子火可是他的弟子火，并非寻常火苗可以媲美，饶是他本尊也要孕育100年才能缓缓分离出这么一道。换句话说，这道子火已经相当于是他的一道分身了。放眼整个魂族，也只有极少数的强者才有资格得到他的赐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道火种，却是被萧炎如此轻松的碾压炼化，这令他无比痛恨萧炎的同时，更是多了一抹深深的忌惮。这片天地之间，还从来没人能够在吞噬炼化之上彻底的胜过他虚无吞炎，哪怕只是一道子火。萧炎，虚无吞炎口中发出宛如幽鸣一般的低吼，隔着遥远距离与萧炎四目相对。与此同时，魂天帝也是双目泛红的死死盯着萧炎。此番大战，魂族几乎是伤亡过半，尤其是魂族压箱底的4元老，更是直接3死1伤，令魂族失去了这个最大的优势。甚至就连魂天帝和虚无吞炎都是因此受到了一些伤势，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那个身上燃烧着绚丽火焰的少年。仅此一人，仅此一吼，便是改变了整个战局，令魂族陷入绝对的劣势当中。这一刻，魂天帝对于面前的这个少年恨得几乎发狂，千年大计尽数毁在了一个少年的身上，他怎能不怒，怎能不恨？萧炎，总有一天我会让你死的比你的祖先萧玄还要凄惨。魂天帝脸上再无过去的儒雅，口中发出宛如野兽一般的低吼。哼，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拿你的肉身来复活我的先祖萧玄，还有你虚无吞炎，用不了多久，你也会成为我帝炎成长的资粮。面对两人的痛恨无比的目光，萧炎脸上却是没有丝毫的动容，甚至随手再度击杀了一名逃跑的魂族斗圣，眼神可杀不死人。这两人在前世都成了自己的手下败将，这一世又如何能够翻过身来？别说是4级报复，有没有这个实力？此战过后，他们能否从魂界当中活着出来，还是个问题。倒是魂天帝和虚无吞炎，在听到萧炎的话语之后，却是瞳孔微微一缩。在大量魂族强者逃回魂界之后，两人都是狠毒地看了萧炎一眼，却是再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转身退回到了魂界当中。伴随着魂族所有强者逃回到魂界当中，那魂界的空间在这一刻也是瞬间闭合，紧接着一道道黑色的光华便是在魂界的空间之上流转，令整个魂界所在的藏魂山脉都弥漫了一层浓郁的黑色雾气。是魂族的护族大阵。魂天帝逃回去，开启了护族大阵。古元、严禁等强者在这一刻都是纷纷赶来，面露不善地盯着那护族的护族大阵。护族大阵乃是每一族的先祖，也就是远古时代的斗帝强者亲自雕刻，或许很难挡住同级的斗帝强者，但想要拦住斗帝之下者却是太过轻松。萧炎一边说话，体表的绚丽火焰却是快速的蠕动，其中黑色的光芒越发的明显，并且时不时透露着一种想要吞噬万物的诡异之感。吞噬了虚无吞炎的紫火之后，不但萧炎的异火得到了不小的增幅，就连萧炎的修为都是得到了不小的提升。这虚无吞炎紫火常年被魂虚子以本命斗气酝养，几乎等同于魂虚子大半的修为。这般浩瀚的能量，即便是被层层净化提纯再转化之后，依旧是一道极为庞大的能量，在这短短片刻之间，甚至就让萧炎的实力达到了2品至尊巅峰的层次。感受到萧炎身上那隐隐变化，古元眼角再度微微一跳。好在他早已习惯了萧炎的奇特，此时此刻，除非是萧炎原地成为斗帝，否则哪怕他有着再奇怪的变化，古元觉得自己都能接受。躲起来，以为躲在护族大阵当中就能安然无恙了吗？听到萧炎的话，雷莹却是冷笑一声，手掌翻腾之间，一道1000丈巨大的雷电手掌迅速在天空汇聚，
然后狠狠地砸在魂族的护族大阵之上。咚！巨大手掌砸在那充斥着诡异黑色气流的空间之上，却仅仅只是令那黑色气流微微一颤，然后便是彻底没有了动静。望着这一幕，联军的所有斗圣强者脸上却并没有吃惊之色，反倒是认为颇为的正常。就像萧炎说的那般，那护族大阵乃是斗帝强者亲自布置，想要从外界攻破，可谓是极为的困难。如萧炎前世，哪怕是灵族、十族，都是魂族从内部攻破，派遣大批强者在卧底的接引之下带入到两族内部的。因为有了这护族大阵，哪怕两族的实力已经十分衰落，但依旧会是一块极为难啃的骨头。想要攻破护族大阵，则至少要拥有超过对方阵营10倍甚至更多的力量。也就是说，魂族想要从外部攻破灵族、十族，除非是倾巢出动才能做到。而若是想要攻破雷族、炎族，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同样的道理也放下了此刻的联军面前。一起试试吧。众人相互对视一眼，下一刻，在古猿的号令之下，所有强者都发动了铺天盖地的攻击，瞬间将整个藏魂山脉都渲染得五光十色。海量的攻击落在那黑色气流凝聚成的光幕之上，终于是令那光幕发出了道道波纹，似是隐隐有着一丝崩溃的迹象。然而，在完成一轮攻击之后，众多斗圣却都沉默了下来。同为远古种族高层，他们实在是太清楚护族大阵的可怕威能了。这点涟漪，怕是远远未曾达到护族大阵的上限。想要攻破魂族的护族大阵，他们这联军的阵容至少要增加3倍才有希望。唉，终究还是没能彻底根除这帮家伙。雷莹微微叹了口气，旋即便是笑了起来。是啊，怎么就没有彻底干掉这些家伙呢？耀丹此刻也是笑了起来。一瞬间，联军所有的斗圣强者都是笑着将目光汇聚在了那身上还隐隐有着绚丽火焰升腾的少年身上。这场战役足足灭掉了魂族过半的战力，堪称是一场大胜利了。魂天帝、虚无吞炎身受轻伤，护族4元老令众人最为忌惮的4位8星斗圣陨落3人，重伤1人。8位7星斗圣，萧炎单独击杀了魂虚子，也同样有3人在战斗中被萧炎的灵魂冲击所影响，最后被联军的合击手段直接淹没，当场死亡。除此之外，魂族7星之下的斗圣如魂阡陌、魂灭生等强者更是陨落众多，像萧炎的炎神之怒，仅此一招便是直接将近10位斗圣强者的灵魂直接震碎。魂族斗圣此刻满打满算加起来也就只剩下20多位了。至于那些斗圣之下的强者，同样是被击杀了过半。如果不算虚无吞炎的话，魂族现在的力量可以说是完全低于古族了。当然，即便是虚无吞炎上场，现在的古族也同样不惧魂族，因为古族现在有着一个强而有力的超级帮手，那便是面前的这个少年萧炎。想起那撕天裂地宛如末世一般的可怕怒吼，别说是6族族长和其他强者，便是古猿都感到一阵心悸。他甚至可以想象，倘若萧炎那一吼是贴着自己发出的话，那就算是他施展各种手段，灵魂怕是都要受到极为严重的伤势。至于其他5族的族长，更是对萧炎隐隐有了一丝敬畏。现在的萧炎已经完全不是他们印象当中的那个萧族杰出后辈，绝世天才可以称道的了。炎神之怒一出，地境灵魂之下没人能够扛得住，哪怕是雷音炎境也唯有陨落的下场。而且这攻击还是群体范围的，也就是说，萧炎若是心存杀机，一招之下足以灭杀魂族、古族之外的其余5族。这一招的威慑力甚至超越了古猿和魂天帝这2位9星斗圣巅峰。毕竟就算这2人也没有一招灭族的手段啊。诸位，此战当继萧炎首功，你们没有意见吧？见到众人看向萧炎的目光，古猿嘴角却是泛起一抹笑意。